外重生了，却一睁眼就被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你为了癌症治疗费参加网络歌唱比赛，不料唱哭全网80亿观众。你喜欢海风咸咸的气息，踩着湿湿的沙砾。你说人们的骨灰应该撒进海里，你问我死后会去哪里？有没有人爱你？时间依然将你抛弃。你叫林云逸，身为穿越者的你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穿越到一个身患脑癌的病患身上，上一世的你穿越到一个落魄的歌手身上，在你的努力下好不容易火起来了，而且正与前女友在酒店里进行到最关键的一步，没想到脑子一白又穿越了。你一气之下砸了一下脑袋，却差点被疼晕过去，这才想起目前的你脑子里还有个肿瘤。你稳住心态，仔细梳理了一下这具身体的记忆，得知目前的你情况并不好，需要马上进行手术，否则顶多活个1年半载。可来医院没几天的你已经花光了身上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手术费和治疗费还需80万。而从小被父母抛弃，依靠乞讨和打工养活自己的你，身边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工作上也不顺利，这回该去哪里弄这80万？无奈你只能苦笑一声，眼里露出一丝绝望，只能等死了吗？就在此时，手机弹出一条推送，震惊！顶级主播武志阳斥巨资举办歌友会，奖金高达200万，会场你就来参加。你看到后眼神泛起一丝波澜，可下一秒便恢复平静。是啊，前世的你靠着系统在歌坛火得一塌糊涂，可现在穿越了系统也不存在了吧？靠着系统还有可能拿下奖金，没有系统加持的你想得奖就是痴人说梦。无奈你闭起了双眼，准备认命了。可这时脑中突然又传来熟悉的声音：亲爱的宿主，请不要担心，你最忠诚的助手在这里。你很想咧嘴大笑，但原身体深度抑郁的心态却让你只是眼神多一丝波澜。系统的声音继续响起：由于此世界与宿主前世世界有些许不同，系统会清空前世缓存，重新赋予宿主穿越大礼包，包括大师级唱功、大师级音色。第一是蓝星曲库所有歌曲，考虑到宿主身体问题，附赠为宿主所选的每首歌曲注册版权功能，宿主无需担心版权问题。此刻你苍白的脸上终于多了些许笑容，既然这样的话，说不定有机会获得那一笔奖金了。想到这你不再犹豫，根据流程报名了武志阳举办的网络歌友会。很快你便通过报名，被工作人员邀请加入了一个歌友群中。在群中你也是发现众多网络歌唱大佬的名字，看来此次的奖金吸引了不少人了，你心里也是压力倍增。这时管理员也艾特所有人，告知大家报名已截止，请确认参加的选手将歌名、伴奏、歌词发给他，比赛预选时间在明天晚上7点开始。他们会随机排好上麦顺序，然后通知个选手，如果没来视为自动弃权。还要上传歌词吗？你用双手支撑着虚弱的身躯，从病床上爬了起来，走到了窗台边，看了看暗淡的月光透过云层摄影在那寂寥无比的医院走道，加上病痛的折磨，你总感觉自己的心仿佛被一层乌云所笼罩着，仿佛看不到任何光明一般。伫立许久后，你拿出手机填下了自己的参赛歌曲《海底》。第二天一早，歌友会工作人员便发来比赛信息，你是水友赛道第3组第1位，别忘记时间了，因为参赛选手较多，为了节省时间，1分钟没到者视为弃权，自动轮到下一位选手。你看完点点头，便躺在床上，面色有些痛苦地揉着太阳穴，如被啃食脑髓的疼痛感又来了。你无奈吃下一把止疼药，然后定了晚上7点的闹钟，便闭上双眼缓缓睡去。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此时武志阳的直播间内早已人满为患，热度在1000多万高居第一，在线人数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300万人。直播间内的观众也是热情高涨，弹幕和评论一直在刷。我去，这真是水友赛道吗？一个两个都可以出道了吧？都搁这装的是吧？隔壁主播赛道偷跑过来的吧？武志阳的老板兄弟俩在屏幕前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他们自己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热度，而且选手的质量竟然都如此之高，到时候可以收一波有特色的到麾下，给他们包装后再进行直播带货。直播间此时也是传来主持人的声音，1组和2组的选手们都唱完了，现在让我们有请第3组第1位歌手上麦。由于是网络直播比赛，选手很多，也省去很多复杂多余的环节，所以节奏进行得很快，很快就到你上麦演唱了。但是过了数十秒，直播间内都没传出什么动静，主持人此时也是呼喊了起来：林云逸，林云逸选手，请问你在吗？在的话请迅速上麦演唱，倒计时1分钟到了将是你自动弃权哦。直播间内的观众此时也是调侃了起来，这家伙是听了前面的吓跑了吧？过了差不多50秒左右，就在主持人准备宣布你自动弃权时，直播间内突然传出一道有些虚弱的声音：到我了吗？此时魔都医院一个偏僻昏暗的楼梯间内，你正弯着腰，面容有些扭曲的喘着粗气。由于医院内不能大声喧哗，你只能强忍着身体内的剧痛，找到这里作为演唱地点。可就这短短的距离，差点要了你的老命。武志阳的兄弟老板、主持人和几个评委听罢都是眉头一皱，但没有多问什么。主持人开口道：是的，赶紧开始吧。你连忙点点头说道：好的。随后你佩戴好耳机，调整好音量，然后缓缓开口道：抱歉让大家久等了，一首原创海底送给大家。话音刚落，一道简单却带着些许悲戚和寂寥的琴声轻飘飘地传了出来，一下就将所有人带进了情绪里。随后便听到你低沉的声音传出：散落的月光穿过了云，裹着人群，铺成大海的鳞。
全场的所有人宛如被击中天灵盖一般，颤抖了一下，他们的内心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变得异常沉重。此时的你倚靠在墙边，以此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双眼微闭，用那空灵却又显得孤寂无比的嗓音继续唱道：海浪打湿白裙，试图推你回去。海浪清洗血迹，妄想温暖你。所有人的脑海中仿佛看到了在那片充满黑暗的大海，一位身穿白裙的女子赤裸着双脚，眼神之中没有任何光彩，麻木的一步一步往前走去，而她走的方向正是那充满压抑、不见天日的海底。此时你的声音突然变得无比低沉和沙哑。总爱对凉薄的人扯着笑脸，岸上人们脸上都挂着无关，人间毫无留恋，一切散为烟。整个直播间寂静无比，宛如被海水淹没了一般，所有人都红着双眼，沉入自己的情绪之中。正如歌声中所唱一般，女孩走到大海里寻短见，而岸上的人却宛如看不见一般，甚至不关心眼前发生的这一幕。人世间的冷漠对于女孩来说是如此残酷，也许大海才是她的容身之处，因为大海可以包容世间的一切不美好，可以洗净一切的肮脏。直播间的听众们纷纷颤抖着身躯红了眼眶，其实他们自己的内心又何尝没住着这样一个女孩？学习上的压力，职场上的阴暗，生活上的不堪，经济上的压力，每个人都被这重重事情压在背上，压得喘不过气，每到深夜总是会不自觉落泪，自己的压力只能自己消化，没有人会同情你，即使有也没人可以帮你。每当撑不住时，都想着忍忍就过去了，可谁想到这一忍或许就是一辈子。此时你也是完全进入到了这首歌的悲凉世界里，想到自己第一世的浑浑噩噩，经历第一次的穿越，好不容易将一个被女友抛弃的落魄歌手拉了起来，一切都是那么顺利时，却又经历第二次穿越来到这里，接受病痛的折磨，迎接死亡的到来。3世凄惨的经历和记忆叠加在一起，内心的孤独和绝望浮现到了眼前，融合进了歌声里。来不及，来不及，你曾笑着哭泣，来不及，来不及，你颤抖的手臂，来不及，来不及，无人将你打捞起，来不及，来不及，你明明偷眼窒息。这4句来不及充满了对于世间的绝望和无助，直播间的人们内心那积压的情绪也随着你这几句来不及纷纷爆发，痛哭不已。一间办公室内，武之阳的老板两兄弟和几个歌星评委坐在屏幕前，久久不语。这首海底彻底将每个人死死压在心底深处的抑郁释放，这些情绪会将自己压得动弹不得，宛如处在漆黑的海底一般，感受到的只有无尽的孤寂与窒息的痛苦。这样怪异的气氛足足持续了2分钟，众人才回过神。此时主持人深吸了一口气，开口道：抱歉，这个歌后劲有点大呀。观众们听到声音也是纷纷缓了过来，弹幕瞬间飘满了全屏，满满都是低落的情绪表达。而你唱完这首歌后，拿着手机就这样靠在医院楼道中的窗台上，呆呆地看着窗外那倾盆而下的暴雨，不知道在想什么。此时主持人连忙提醒评委们进行打分，选手已经演出完毕，几位评委可以打分了，观众也可以把自己心目中的分数打在屏幕上，我们后台会做记录统计的。评委蒲老师挠头发苦笑道：说实话，我感觉我都没资格点评这首歌，这位选手用手机就能唱出这样堪比 CD 一般的效果，这样的唱功在我这里绝对是顶级的，但是我只能给99分，扣1分的原因是太压抑了，搞得我很难受。而另外的2位评委也点头表示认同，但他们并未扣分，而是纷纷打出了100的满分。看来你这次的晋级那是妥妥的稳了。就在这时，朴老师突然想到了什么后问道：林云一选手在吗？我想问问你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写出的这首歌？可是直播间却不见你回应他的问题。林云一，你在吗？此时你一曲唱罢就退麦了，并不知道自己在直播间内引起了多大的轰动。你回到了自己的病房，疲惫地躺在病床上，看着冷冰冰的天花板，感受着身体传来的痛楚，眼神变得麻木起来。你参加歌友会的目的是赚取巨额奖金，用来充当自己的手术费，博取一线生机。可不知为何，你现在竟总感觉死亡才是自己最终的归宿。即使手术后活下来，后续的治疗呢？病痛就会消失吗？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凌晨3点，在一个简陋的屋子内，一位手腕缠住一层白色纱布的少女，踮着脚悄悄来到窗台前，站在20楼的窗边往下看去，眼神没有恐惧，只有宛如一潭死水一般的平静。正当他闭上双眼准备一跃而下时，一阵空灵而又悲凄的歌声突然从隔壁传来。散落的月光穿过了云，裹着人群，铺成大海的鳞。
少女原本充满死寂的眼神突然有了一丝波澜，她在这首悲凉和孤独的歌中好像听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中，还有与自己一样的人吗？是谁？这首歌叫什么？是谁唱的？她突然很想听这首歌。只见她走回床边，拿起手机搜起了刚听到的歌词。没多久，一条点赞几10万的视频出现在她眼前。海底吗？只见少女戴上耳机，点开视频，安静地倾听了起来。伴随着前奏响起，一大波弹幕瞬间袭来。前方高能预警，请自备纸巾，建议心情不好的别听。本想关闭弹幕的杨小冉收回了手，她突然很想看别人说了些什么，一边浏览着评论，一边听着这首引起自己内心共鸣的歌曲。你喜欢海风咸咸的气息，踩着湿湿的沙砾。你说人们的骨灰应该撒进海里。你问我死后会去哪里？有没有人爱你？听到这里，杨小冉苦涩地叹了一口气，眼神中充满悲哀。是啊，自己死后会去哪里呢？是彻底消失了，还是化为孤魂继续流浪在这世间呢？这时他看了看弹幕，悄悄地告诉各位死了可是会下地府的。那里气氛阴森森的，吸口气都是凉飕飕的，到处都是长相可怕的鬼怪，甚至连暖洋洋的太阳都晒不到，很可怕吧？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的活着，不为了别的，就为了晒一晒明天那暖暖的太阳吧。楼上说的没错，我刚刚去了一趟回来，这辈子再也不想去了，都好好活着。没人爱你的话，那就让我来爱你吧。没错，让我们爱你吧，然后再由我们一起来好好爱这个世界吧。加油，陌生人，我爱你。看着满屏幕的我爱你，杨小冉轻薄的身躯不由得一颤，两行清泪悄无声息地从脸颊中滑落。真的有人爱自己吗？他突然想到，在半个月前的深夜，自己内心压抑已久的情绪突然无征兆的爆发，直接冲到厨房，拿起水果刀往自己的手腕上划了过去。当自己的父母看到手腕上中源源不断溢出来的鲜血后，眼里没有责怪，没有愤怒，只有不尽的担忧与焦急。他们带着自己不顾一切地往医院冲去，自己还依稀记得在那晚，平日遵纪守法的父亲连闯了不知多少个红绿灯，母亲则是彻夜守在自己身旁，紧紧攥着自己的双手，生怕自己离去一般，自己好像还被人爱着。此时充满悲凉的歌声还在继续着。来不及，来不及，你曾笑着不弃，来不及，来不及，你颤抖的手臂，来不及，来不及，无人将你拿起，来不及，来不及，你明明讨厌窒息。听到这里，又是一阵铺天盖地的弹幕浮现在屏幕前，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弹幕，此时都在发送3个字：来得及，来得及，只要活着，一切都来得及。看到这密密麻麻的来得及后，杨小冉终于再也绷不住，哇的一声，眼泪一下子就从眼眶之中汹涌而出，那积攒了不知多久的情绪也终于在此刻发泄了出来。就在他躲在被子里痛哭时，一阵焦急的声音突然从房门外传了进来，只见一位满脸焦虑的中年妇女冲了进来，来到床边，将杨小冉抱在自己怀里，轻轻拍打着他的背，不停地安慰道：没事的，冉冉，我在这。看着自己母亲眼里的担忧，他哭着哭着后，嘴角突然扬起一抹微笑，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后说道：妈妈，我有点饿了，能不能？听到这话的母亲眼眶瞬间泛红，好，冉冉等着呀，妈妈马上去煮你最喜欢吃的西红柿鸡蛋面。杨小冉看着母亲的背影，眼泪和笑容同时出现，默默地说了句谢谢你们。2天时间瞬息而过，你的海底火遍全网，登上各大平台热搜榜前3，全网网友都很好奇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竟然能创作出如此压抑的歌曲。你是否也是抑郁症患者？甚至有狂热的女粉丝四处收集你的信息，只想给你个拥抱，让你感受人间的温暖。而医院内的你却完全不知道这一切。自从患病以来，你就很少看手机了，稍微看一会就头疼。此时的你则是独自坐在医院楼外的角落里，轻轻地拨动着手中的吉他。这吉他是你这几日在系统中兑换的，一并兑换的还有吉他大师的能力。不知为何，每当自己拨动琴弦，倾听着传来的琴音时，头部的疼痛似乎会消退不少，不知是错觉还是什么。就在你陶醉在音乐里时，一阵嘈杂的电话铃声把你惊醒。你接通后才知道是歌友赛的工作人员，原来今晚就要进行第2轮的淘汰赛了。放下手机后，你拿起吉他起身，准备回到病房准备比赛歌曲。小白呀，去哪里逛啊？走到病房门口时，你看到椅子上坐着一位满脸沧桑、穿着朴素的中年男人，他一手夹着一支烟，一手提着一瓶廉价的二锅头，正冲自己打招呼。这位老汉叫张叔，是自己同个病房的糖尿病患者。张叔啊，你还敢喝酒啊？不怕被阿姨看到？张叔笑了笑说道：没事，你阿姨去给我办出院了，好久没碰过酒了解解馋。你听罢一愣，出院？张叔看到你的表情突然一笑，是我自己不想住了。说完他猛灌了一口酒，表情突然变得苦涩了起来。虽然你阿姨瞒着我，但是我已经知道了，不是糖尿病，是胰腺癌，早期。你听完瞳孔微张，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缓了缓才说道：早期的话应该还有机会吧。张叔苦笑道：早期是早期，但我一个农村种地的，哪来那么多钱治啊？与其这样，不如把这钱留给我孩子和媳妇，我也少受些折磨。就算做手术成功，还得化疗什么的，半死不活的躺在病床上等人照顾，不如趁还能动，回家多陪陪家人。说完站起身拍了拍你的肩膀，虽然我认命了，但你还是个孩子，还年轻。张叔希望你活下去，一定要加油，不能放弃。随后便转身向医院大门走去。你看着张叔的洒脱又落寞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病床上，脑子里满是张叔刚刚所说的话，还想着抱孙子的他，因为没钱，只能等待死亡上门。也许心中再有不甘，再有绝望，也只能化为一口苦酒，深入口后，装作一副洒脱的样子。
坦然走向死亡。有时生命就是如此的脆弱，当厄运降临时，能做的只有珍惜剩下的时光。再想起张叔最后一句话，自己真的还有希望吗？你长叹了一口气后，拿出手机，找到了歌友会的工作人员，编辑了演唱信息并发送：选手林云逸，演唱歌曲《我用什么把你留住》。此时第2轮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这一轮留下的歌友实力都非常强劲，其中一个歌手路飞唱的逆战让评委张小杰都直呼还好出道早，而另一个这场刚来的评委邓红旗却有不同意见。此时只见他对着武志阳老板说道：这些人唱功都很好，但是到现在好像没有听到原创歌曲，唱功好的歌手太多，可创作歌手太稀缺了，这种不靠背景的网络比赛应该有更多有才华的人出现才对，可惜了。武志阳的大老板小杨此时却笑了笑说道：嘿嘿，邓老师，或许等下会有惊喜出现了。惊喜？邓红旗眼里闪过一丝好奇，但小杨老板却卖起了关子，马上你就知道了。时间过得很快，节目也接近尾声，此时主持人上麦说道：节目已经进行到尾声了，话不多说，让我们欢迎最后一位选手。相信今晚大部分观众都在期待着他的出场吧，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甚至我纸巾都备好了，希望他不会让我们失望。听到主持人这样说后，不少观众直接一个机灵，瞬间精神。芜湖等了一晚上，终于被我等到了，兄弟们准备好荧光了，家人们到点了，给我哭！看着直播间瞬间爆炸的弹幕，邓红旗都愣了一下，转头看向小杨老板：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惊喜吗？小杨老板还是笑了笑不说话。此时直播间传来主持人的声音：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林云逸。伴随着你的到来，直播间热度再次突破纪录。邓红旗此时反应过来了，这是前2天唱海底的那个，原来他是从你这个节目唱的呀！我的天，都快把我唱哭了那首歌，期待他能再次带来震撼世人的原创歌曲。此时直播间内你的声音缓缓传出：大家好，我是林云逸，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原创《我用什么把你留住》。话音刚落，便听到一阵阵沉重无比而又悠远的琴声传来，紧接着便听到你低沉又偏女声的歌声传出。你忘了划过伤口的冷风，嘿，你醒了，不疼不痒，就算过了一生。你为什么看见雪飘落就会想唱歌？为什么在放手时刻眼泪会掉落？短短的4句歌词，再次如同子弹一般击穿了观众们的心灵，那一如既往悲伤的旋律又一次闯进观众们的心里。正如歌词所唱一样，自己似乎真的忘了以前为了理想而承受的痛苦，自己也相信了命运，向命运妥协认输。此时歌还在继续，一个一个错过，一个一个错过，一遍一遍来过，一次一次复活，一声一声笑着，一声一声吼着，一幕一幕闪着刺痛我。与此同时，之前那位准备轻生的少女杨小冉也正在房间里静静地聆听着你的歌声，不知为何，她总能够在你的歌声中找到一丝对自己的慰藉，净化着自己躁动的抑郁，而你闭着眼睛完全投入到歌曲里。因为享受着它的灿烂，因为忍受着它的腐烂，你说别爱呀，又依依不舍，所以生命它苦涩如歌。所有人顿时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自己脑海中爆裂一般，恍惚了一下，原来歌词中的他讲的是生命，享受它的灿烂是片刻，而忍受它的腐烂亦是片刻。在漫长而又短暂的一生中，他无私地交付快乐的高峰，也无情地索取绝望的眼泪。如果不经历它的腐烂，又何尝懂得它的灿烂？这亦是生命。下一秒，微弱的鼓点突然变得坚定，急促起来。想不想看花盛开？想不想看颜色归来？如果后悔不来，那么我该为了谁而存在？此时直播间内的所有人呼吸都急促起来，弹幕也是纷纷说道：泪目了，林云逸到底经历了什么呀？为什么一个年轻人可以如此悲啊？我怎么又哭了？这家伙真讨厌啊，又唱到我心里去了，我突然好想哭，好想就这样结束了呀。从小养我长大的爷爷去年去世了，今年奶奶也重病去世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真的不知道啊。一个个悲伤的故事在弹幕出现，仿佛此时他们在这个被你歌曲环绕的直播间里找到了对陌生人的安慰，让他们有了一丝慰藉。歌曲还没结束，你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继续沉浸在歌里。你闪着光坠落，有依依不舍，所以生命啊，它璀璨如歌。你要看到花开，你一定等叶子归来，想着他们都会回来，你是所谓的这些存在。
一曲结束，所有人眼泪再也忍不住缓缓滑落。他们原本觉得这首歌是负能量的，是对于生命的无奈，可伴随着最后这段词的出现，他们发现自己错了。这一刻，他们仿佛看了凛冬褪去，一处残垣断壁的废土在冬日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的样子。你完美的唱出了人与人之间内心的共情，唱出了处于生命中最深刻的绝望，却仍然等待着春天的到来，希望还在。此时杨小冉早已是泪流满面，我想看花海盛开，我想看燕子回来，春天到来，我想。杨小冉一遍又一遍的内在咆哮着。直播间内还是和上次的海底一样，一曲唱罢，所有人都久久没能回过神，安静的可怕。过了不知道多久，评委邓红旗突然回过神来，有些呆愣的看着屏幕，鬼神使差的问了一句：林云逸还好吗？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此时直播间内的观众听到这句话也是反应过来，心里不由得一颤。是啊，一首海底和这首我用什么把你留住，让人感受到你内心深处的绝望感、渴望、希求、遗憾。你到底怎么了？你还好吗？而此时的你依旧是在医院一个偏僻的楼道之中。当你听到邓红旗的问题后，也是愣了一下，随后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病号符，苦笑一声说道：还好吧。听到你的声音，邓红旗马上回道：你好，林云逸，我是邓红旗，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留个联系方式，一起深度交流交流。你的歌曲都让我十分动容，我很喜欢。听到邓红旗的话后，其他人和观众们都愣住了。就在众人怀疑邓红旗的目的和期待你的回复时，却发现你又再次下麦了。好家伙，跟第一场如出一辙，又唱完就溜了，果然是我一神，有个性。邓红旗得知你下麦后也是失望之至，但想到你晋级下一轮比赛，他的眼睛又恢复了神采，内心暗暗说道：下场我一定要把你留住。而另一边，医院角落里的你一曲唱罢累得不行，看到自己晋级后便早早退出了直播间，准备回去休息了。可这时突然看到在楼道那昏暗的转角处，似乎有一道人影在注视着自己，难道是自己吵到这附近的病人了吗？你摸了摸鼻子道歉道：不好意思，是我吵到你了吗？可过了一会也没听到回应，你眉头一皱，准备上前看看。突然一声雷鸣在寂静的环境中响起，下一秒便见一道耀眼的闪电划过天际，闪耀的白光透过窗户照射到转角处的人影身上。那是一位娇小的小女孩，穿着一身洁白的小裙子，一头长发甚至于眉毛都如同雪一样洁白，犹如遗世在人间的小天使一般。此时的她似乎受到了惊吓，转头就跑了，消失在楼道之中。她是谁？就在你思索之时，突然一声电话铃声响起，你身体一颤，这铃声着实把在深思的你吓了一跳。你拿起电话接通，没好气地说了声谁。另一边的小杨不由得皱了皱眉：林云逸，我是小杨，武志阳的老板，没打扰到你吧？听罢你眼里闪过一丝疑惑，这么晚了找我干什么？是小杨老板啊，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吗？听着你疲惫的声音，小杨也不再卖关子。是这样的，由于你在比赛里唱的2首歌非常优秀，刚刚很多音乐平台联系我，想让我问问你有没有意向出售这2首歌的版权。听到这里，你眼里闪过一丝惊忙，这可是好事，音乐平台要买的应该是歌曲的播放权吧？如果谈得顺利，自己的医疗费甚至不用等到决赛就能解决了吧？随后你回答道：小杨老板，刚好我也有这个想法，你让有购买倾向的平台直接联系我就行，麻烦你了。小杨听到你的回答笑了笑，说了好便挂了电话。在这一夜，你和节目又双双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榜，无数人都被你的歌声所触动。一群游荡在黑暗中的人听到了这触及自己内心的歌声后，纷纷顺着这缕歌声聚集在一起，互相安慰温暖对方。而这一夜，各大音乐和视频平台有关你的视频或者是音频点击率都高达1000万以上，总点击率更是直接突破10亿，增长的趋势还是有增无减。为了拿下歌曲的播放权，音乐平台的人都发了疯的在寻找你，想要联系到你。对于网上发生的事情，早已睡着的你并不知晓。第二天一大早，你便接到来自企鹅音乐的电话，没想到对方上来便以为你是个好拿捏的普通人，自信满满的开了150个 W 买下你2首歌曲的所有版权的条件。你冷笑几声后便说了句：贵公司诚意挺好的，咱们下次再聊。说到诚意时，你还特地加重了读音，然后便挂了电话。真以为自己什么都不懂吗？不愧是麻花藤旗下的公司，他真敢吸血啊！150万就想买2首歌的所有版权，这不欺负老实人吗？就算自己急用钱，但是也不至于这样贱卖，而且接下来联系自己的人肯定多的是。想到这，你伸了伸懒腰，起身便准备出去逛逛。你走到主治医生李主任的办公室内，你准备好了是吗？行，那你等会先去做检查，一切都没问题后，争取在这个月底前给你的手术安排了。好的，麻烦李主任了。你一脸凝重地说道。李主任点点头笑道：放心吧，你还年轻，肿瘤还没扩散，手术成功率是很高的，打起精神来身体才会更有活力。听罢你也是一笑，好的，谢谢李主任。走出李主任的办公室后，你顿时觉得一阵轻松，心中一直压着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挪开了一半。你靠在医院楼道窗台上，看着蓝天上的暖阳，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这段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微笑。没一会，电话铃声再次响起，看着电话号码，你犹豫了几秒才缓缓按下接听键。喂，妈，你这个臭小子还认我这个妈呀？多久没给我打个电话了？听着他怨气十足的声音，你不由得心里一暖。你从小被父母抛弃，在12岁打工那年，你饿着肚子送货，没想到因为饿过头晕倒在他家里。心地善良的他把你送到医院，并精心照顾了你。之后了解到你的身世后，更是把你认作干儿子，只要他在一天，他就是你的母亲。这也是让你坚持至今的一个动力。你还有亲人在，这是个单亲家庭，你还有个美丽的姐姐，他们对你犹如真正的血脉至亲一般，对你来说他们就是你的天使。所以一直以来你一分钱都没花他们的，你不想因为金钱伤害了这来之不易的亲情和温暖。所以即使你得了脑癌，你也没有向他们报忧，你不想
想他们担心，也不想拖累他们。随即你无奈地笑了笑道：“哪有啊妈，这不是最近忙吗？”只见电话那头的母亲似乎是叹了一口气后道：“哎，忙归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别总是那么倔。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和你姐开口，我们是一家人。”听完你突然内心一暖，眼眶有些泛红。好的，妈，谢谢你们，我会的。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他又叨唠了几句后便挂断电话，而你更是感受到了一些希望。就当你准备回自己的病房，准备今晚的参赛歌曲时，突然脑袋嗡的一下，伴随着一阵阵的耳鸣，你感受到了天旋地转，视野也模糊了起来，还有一阵阵想呕的恶心感。接着便是脑中那如同针刺般的痛感袭来，比起之前的每一次都要强烈无数倍。此时你再也坚持不住，整个人瘫坐在地面上，双手抱着脑袋，死死地咬着牙关。不知过了多久，这种感觉才逐渐消退，你大口地喘着粗气，看着身上已经被冷汗浸湿的上衣，露出一丝疑惑：是今天没吃药吗？不对啊，好像吃了呀。你拼命回忆，却发现自己宛如丢失了这份记忆般，根本想不起来。哎，可能是这2天唱歌和动来动去没休息好吧。随即你便缓缓扶着墙站了起来，然后拖着脚步慢慢走回病房。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便到晚上，武志阳歌友赛直播间早早开启，比赛时间未到已经挤入了无数观众。评委邓红旗和武志阳的老板也早早准备好了。很快主持人上麦宣布了第2轮淘汰赛正式开始，然后宣布了今晚第1位参赛歌友，欢迎我们的第1位歌友林云逸带来原创歌曲《消愁》。弹幕瞬间疯狂，竟然是第1个。而此时你的声音突然响起：不好意思，各位老师领导们，我能不能换一首歌？全场突然愣住。你这个举动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愣，特别是武志阳的老板，要是别人这样的要求，他不一定会答应，甚至会感到生气。毕竟自己的这个节目现在可是热度第1的网综，每耽搁1分钟就会流失大量的流量。但意外的是，放在你这里完全没有出问题，反而让直播间内的热度再度飙升，因为观众就是冲着你来的，你的一举一动都是热点。经过同意后，你便将新的歌曲歌词伴奏发给工作人员。在等待的时间里，小杨老板抓住机会跟你聊了起来。对了，林云逸，你怎么会想到参加我们的节目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观众们想知道的。根据他们的了解，你不是唱歌主播，也不是歌手，你就是突然冒出来的，但是创作的歌曲和演唱又是如此专业。听到这个敏感的话题，你思索了一下，回答道：我是看到这个节目有钱拿，所以就来了。众人瞬间愣住，随后直播间弹幕疯狂刷了起来，哈哈哈，原来一神是赏金猎人啊，这也太耿直了吧，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小杨听到你这回答也是无奈笑道：哥们你也太会聊天了。对了，我送你的歌唱设备你收到了吧？魔都医院离我挺近的，我刚刚去拿了，谢谢你小杨老板。此时小杨老板突然想到一件事问道：哎，你之前跟我说感冒，怎么这么多天还在医院呀？身体没大碍吧？你赶紧说道：没什么事，一点小毛病而已，不影响不影响。虽然你这么说，但小杨还是感觉到了不对劲，但你不想说他也没有继续追问。观众们此时也是顺着话题刷起了弹幕。魔都医院感冒住了几天，而且还唱了2首这么悲伤的歌曲，难道他有什么不治之症吗？就在此时，主持人突然上麦说道：歌曲已经准备好了，林云逸你准备好就可以开始演唱了，舞台交给你。此时你还是靠在楼道一旁的墙壁上，看着那透过窗户照射进来的月光，微微一笑后轻声说道：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想送给一个人，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歌名叫做一荤一素。就在众人惊讶你今天竟然唱情歌时，一阵优美的琴声缓缓传出，然后便听到你那磁性且充满故事感的声音传来。日出又日落，深处在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仅仅4句歌词，伴随着那抓耳撩人的旋律，再次如同离弦的箭一般击穿了观众们的内心。他们似乎看到了在那温馨的小家之中，一道已经有些佝偻的身影正在厨房中忙碌，而在客厅中的小木桌上摆放着是自己心心念念的菜色。而这港湾不就是你们之前想拼命逃离，如今却魂牵梦萦的地方吗？现在你想回家了吗？那就在评论区留下你说不出口的心声吧。此时众人也反应过来，原来这不是一首情歌，而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也不是情人，而是妈妈呀。此时歌声还在继续。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听到这里，大多数人已经开始绷不住了，想要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情绪，可是无论怎么压制，换来的只有那如同潮水一般的回忆和汹涌的泪水。多少人年轻时为了自己的理想坚决地离开，可多少人又曾回头看看一看他那年轻的模样。当你想回头时，他已经老了。你总以为时间过得很慢，可你看看他的皱纹，你就知道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很快。随即便听到你温柔无比的声音传来：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
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此时的众人再也控制不住了，纷纷低着头，红着双眼，泪水如同洪水般涌出，心里只有对母亲无尽的思念。歌还在继续。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怕我再想起你。与此同时，在一间无比简陋的出租屋里，一位青年听着直播间内你的歌声，死死咬着嘴唇，强忍着眼泪。只见他拨打了一个电话。喂，幺儿，干爪子吗？是不是又没得钱用了？你那个娃儿也只有没得钱的时候才想得起我咯。要多少？等会我给你转过去噻。电话里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青年红着眼眶，哽咽地说道：“妈，没事，我就是刚刚听到一首歌，我想你了。”电话对面突然沉默了，几秒后，一丝也带着哽咽的声音传来：“瓜幺儿，妈妈无时无刻都在想你噻。”这段话彻底击溃了青年的情绪，再也忍不住痛哭了起来。此时此刻，这样的场景遍布全国，无数人都默默地拿起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而另一边唱得投入的你并没发现，就在自己身后不远处一个门缝中，有几位小护士正拿着手机对着你录视频。伴随着歌曲结束，弹幕也是刷了起来。我妈妈已经去世5年了，可我一次都没梦到过她，今天才知道是她不想吵醒我。那年我15岁，她43岁，今年我35岁，她应该63岁了吧？你在那边还好吗？妈，我想你了，能不能回来再看看我？看着这些飘过的弹幕，老板小杨和评委们也是陷入思念中不可自拔。此时你也缓过神，看了看弹幕，说了句谢谢大家的支持。众人在听到你的声音才回过神，老板小杨开口道：“哎，云逸啊，你是第一个让我哭成这样的人，在我的心里你就是第一了。”随后他看向邓红旗，邓红旗老师，你说2句吧。评委邓红旗深呼吸了一下，整理了一下自己情绪，然后才缓缓开口道：“抱歉，其实我也被触动了，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吧，我比较好奇，你怎么会突然换这首歌呢？”你挠挠头回答道：“就今天和我妈通了电话后，有感而发吧，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的母亲。当然，这首歌也可以送给师奶奶、姐姐或者爸爸，任何一位你最亲近的人。最后，珍惜身边人吧，别等到他们离开才来后悔。”待3位评委点评完毕后，便进入打分环节。你微微笑了笑，其实说实话，目前的你进不晋级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伴随着歌曲的爆火，随便一首歌的版权费就能让你顺利完成手术。当然，还是得继续唱下去，因为获得热度对缺钱的你来说很重要。此时你看到你的评分一如既往的高分，笑了笑便下麦准备回病房休息了。只是没想到，在你起身那一刻，那伴随着如天旋地转，头颅里犹如被针不断刺着的感觉又一次涌了上来。就当你以为像白天一样忍忍就好了，没想到下一秒，全身的骨头宛如被刀刮般痛了起来。怎么回事？白天还只是头疼，怎么这下全身都疼？你隐约感觉到不对劲，于是咬着牙爬起来，想要走到有人的地方呼救，可没成想，你才微微一动，宛如触碰到什么神经一般，全身的痛感放大了100倍。有人，你一句话还没说出口，下一秒，扑通一声，眼前一黑，整个人栽倒在地上没了动静。此时魔都医院急救室外，几个护士一脸焦急地等待着。林云逸没事吧？刚刚都吓死我了，还好我们没走远。这几个护士正是在门后偷拍你的那几个，就在你晕倒的那一刻，还没走远的他们听到你摔倒的响声便折了回来，没想到看见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你，立马将你送到了急救室。而此时众人并没发现，不远处的一个角落，有一位白发小女孩探出一个脑袋，正小心翼翼地关注着这边的情况。过了差不多20分钟，急救室的门突然打开，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医师从中走出。看到此人，几位护士纷纷担忧地开口问道：“王主任，他没事吧？”王主任疑惑地看了看几个护士，说道：“目前看来他并没有生命危险，至于什么原因晕倒的，目前还要等化验结果。”然后又疑惑地向几个护士问道：“你们不是隔壁楼的吗？怎么会在这边？还一起送了患者过来？”见状，几个护士也只能如实将事实说出。听完来龙去脉后，王主任的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脑癌吗？那就难怪了。怎么了，王主任？是情况恶化了吗？”护士小青急忙问道。王主任严肃说道：“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很大，等化验结果吧，我会跟李主任联系的，你们快把他送回那边吧。”还处于昏迷的你并不知道自己又再次冲上热搜第一，一首一荤一素引起了全网思念潮，网友们也是纷纷在评论区里发表了不可言说的心声。就连小杨老板等人也没想到，这边歌友会还没结束，便再一次冲上热搜，直播间的热度更是疯涨，一度让直播间崩溃断线。在各大网友大 V 的转发下，你和你的歌火爆了全网。而看着这样的热度，各大音乐平台都坐不住了。网易云总部中，王总，数据统计出来了，这才过去5个小时，播放量已经超10亿了，而且还在不断增长。而他另外2首歌的播放量也非常壮观，都是达到了20亿往上。一个小助理正在向总经理汇报工作，王总听罢点了点头。对了，听说企鹅音乐和林云逸已经有过接触了吗？对的，听说企鹅开了200万，想拿下2首歌，至于对方有没答应，暂时还不清楚，那边的消息捂得很紧。王总皱了皱眉，200万买2首歌的播放权吗？他们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王总，
他们好像是想买下歌曲所有的版权。小助理赶紧说道：“什么？200万就想拿下2首歌的所有版权？”王总瞪大双眼，嘴角抽了抽，高看有伤了，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黑啊。可以这么说，买下所有版权后，这2首歌就不再属于歌手自己了，甚至未经允许，歌手都不能在公开场合演唱。很多歌手就是因为不懂这些条条框框被坑的。王总想了想，这样对于自己也是好事，自己只要拿出足够的诚意，就有机会拿下独家播放权。然后便急促地对助理说道：“你马上把林云逸的信息整理给我，我要亲自跟他谈。”而这样的情景不仅仅出现在网易云，基本上全网的音乐平台都做着如出一辙的工作，都想抢先一步联系你。只可惜，无论他们怎么联系你，这一晚的你如同消失了一般。此时魔都医院内，你被转移回自己的病房休息，护士小青为了照顾你，主动调成夜班。她看着你苍白无比的脸庞，身体似乎也因为病痛时不时的颤抖，顿时感到内心一阵阵作痛。再想起你从入院至今身边再没有出现第二个人，她突然能理解你为什么能唱出那么绝望压抑的歌曲了。只有看到过无边无际的黑暗的人，才能写出那样的歌曲啊！想着，小青拿出手机拍了一张你的照片，紧接着便将这张照片发到了抖乐上为你祈祷。花海还在等你盛开，燕子还在等你归来，一定会好起来的，加油！而发出去没多久，便收到很多祝福的话语。小青看着这些微微笑了一下，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只是想为你求一份平安吧。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你脸上，你也是清醒了过来，然后疲惫地靠在床头上。昨晚自己是怎么了？怎么突然那样了？甚至在昏迷的时候都能感到那种剧痛感，你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要死了。想着想着，一旁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你无力地接通了电话。喂，哪位？您好，请问是林云逸先生吗？我是网易云的负责人，请问你有时间跟我聊一聊吗？网易云吗？这是一家还没联系过自己的平台了，你还是来了。你微微一笑道：你好，请问你是来谈歌曲版权的事吗？不过我先声明一下，我只卖播放权，其他免谈。王总听到你的回复，眼里闪过一丝精芒，精明的他一下就听出应该有很多平台跟你谈过了，而且谈的不如意。随后他便笑着说道：哈哈，没错，不过你放心，我的目的只是播放权，不会涉及你的歌曲版权的。听到这话，你点点头道：行，那你说说你们开的条件吧。王总也不废话，立马回复道：我们这边给你开了2份合同，第一份是150万买下您3首歌的播放权，后续的收入与您无关；第二份则是350万买下您3首歌的独家播放权，后续的收入您会分到10%。听到对方的条件，你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说实话，这2个条件很不错，而且还有关于后续收入的计划。要知道，平台拿下独家播放权后，不仅仅是观众开会员或者买歌曲的收入，还能授权其他平台、KTV、电影、电视剧等渠道获得可观的收益，20%那是相当高的一个数字了。从此就可以看出对方真的是带着诚意来的。想到此，你也不再啰嗦，点了点头，回复道：你们的第2份合同有没有具体文件？给我看看，如果没问题，就祝我们合作愉快了。王总听到这也是激动笑道：这肯定没问题的，您放心，我等会就把电子合同给您发过去，您仔细看看，没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签约了。过了半个小时，你放下手机，揉了揉脑袋，合同简单明了，没有含糊不清的条款，你也不再犹豫，直接通过电子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你也是笑了起来，这下手术费解决了。就当你还想着今天要不要出去给自己加个餐的时候，李主任突然一脸凝重走了进来。此时你看到李主任进来，连忙起身问道：李主任，是手术的事情安排好了吗？只见你眼神中藏着一丝欣喜。你躺着就行，我来只是问你一点问题。李主任来到你的床边，并没有直接回答你的问题，随即不等你开口便问道：那个，你有家属在这边吗？你有些疑惑地回答道：我妈妈和姐姐都在老家，就我一个人在这。听说你昨晚突然在隔壁楼晕倒了是吧？当时是什么情况呢？随即你便描述了当晚晕倒前的身体状况。听罢，李主任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并没有说话。看着他思索的模样，你不由得问了一句：李主任，我的手术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李主任眼里闪过一丝犹豫，然后笑了道：快了，还得观察几天。听护士们说你唱歌很好听呀，你以后在这病房唱就好了，就你一个人，不用跑那么远去。看着李主任犹犹豫豫一直转移话题的样子，你开始意识到了不对劲。前几天自己就做过术前检查了，按道理也应该有结果了，没问题的话应该早就上手术台了，而且手术签字自己就能签，问什么要找家属呢？就当李主任让你好好休息，便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你皱着眉头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鼓起口气叫住了李主任。李主任，请等等，那个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不必瞒着我。听到你的声音，李主任停下脚步，转身看向你那苍白的脸庞，沉默了一会后，他还是返了回来，并从手里的文件中拿出一份化验单，是你的术前化验单。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递给了你，然后缓缓说道：你现在的情况不适合手术了，脑中的癌细胞扩散了，而且速度很快。原本晴朗的天空顿时被灰色的浓云覆盖，沉沉的仿佛要坠落下来一般，让整个世界都是那么压抑。在被告知了自己病情的真实情况后，你就一直面无表情地站在窗口，双眼失神地看着窗外那淅淅沥沥的雨滴洒落下来，任由淡漠的冷风划过自己清冷的脸庞。根据李主任所说，现在自己脑中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椎管乃至脊梁等部位，想要手术的话，必须先进行化疗和放疗等一些手段，抑制或者消除这些扩散的癌细胞，才能考虑手术，而且还不能完全切除。现在有2个选择，一是按照上面所说，先化疗再手术搏一搏，运气好的话能切除一部分肿瘤，能活个几十年，但会留下一些较为严重的后遗症；运气差的话，可能变成植物人或者死亡。第2个则是花费大价钱养命，动用各种高端医疗仪器和药品，或许还能正常的蹦跶1-2年，运气好可能还会久一些。反正不管怎么说，想彻底治愈已经不再可能了。面对这突如其来
来的噩耗，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该笑老天爷是否在玩弄自己，还是该痛哭一场宣泄命运的不公。自己明明看到了希望的玻璃门，甚至就走到门前了，就在伸手打开时，整扇门却在一瞬间破碎，漫天的玻璃飘荡着，是如此让人绝望。接下来的几天，你没有任何其他举动，就这样如同丢了魂一般坐在窗台前，听着雨声发呆。期间，李主任和几个护士也纷纷过来安慰你，而你总是轻笑着说：“哦，没事。”虽然你是笑着的，但他们发现你原本慢慢充满希望的眼神，又变得如同之前一般黯淡无光。你联系了武之阳的老板小杨，告知他自己将会退出歌友赛，不再参与接下来的比赛了。得知消息的小杨一脸懵逼，毫不夸张地说：“节目能这么火，完全是你的功劳啊！这要是被观众们知道了还了得？”小杨不得不追问你的情况，到底怎么了？甚至你不说，他就来医院病房一间间的找你。无奈你只能将真实情况告诉了他。当他得知你的情况后，也沉默了。过了许久，才发来一条安慰你的消息，并表示理解，甚至让你给他一个银行卡号，他会给打100万给你治病。但是你拒绝了，毕竟自己现在不缺钱了，缺的是命。哎，系统也没办法了吗？你有一丝不甘地问道。只见系统沉默了一会，突然在脑海里传来声音的声音：“等系统可以让宿主走的时候少点痛苦。”你一脸无语，我谢谢你哦。哎，就在你看着窗外发愣时，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消息。你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愣了一下，是自己那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老林，你在魔都吗？忙不忙呀？听着对方熟悉而又陌生的称呼，你不知不觉心中一暖。小时候自己认了干妈后住进了他们家，自己的性格比较安静和孤僻，而她则是很活泼，总是逗你开心，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外来的干儿子而对你敌视。一来二去，你们就变成了亲姐弟般，天天腻在一起。但是随着长大，彼此有了自己的事业后，两人便渐渐很少联系了，只有逢年过节发个消息那样。但是无论怎么不联系，亲情的感觉一直都在。想着你回复道：“老姐啊，我不在魔都还能在哪？有什么事吗？你这臭小子，没事就不能找你吗？我最近刚好来魔都附近出差，这不是想你在魔都，找你做向导来魔都玩了吗？你别多想，我不是来看你的。”听着他没心没肺的话，你突然笑了，露出了这几天来的第一抹笑容。行，你几点到？下午5点准时在机场等我，准备迎接你的老姐吧。5点吗？你看了看时间，还有7、8个小时，时间还算宽裕，足够自己回去换套衣服、洗漱打扮一下了。毕竟不能让他看出自己得病了。时间来到晚上，此时你正与你姐姐张杰坐在一间小酒馆里。张杰要求要找一个能吃饭还能喝点的地方，因为这几天太累了，想放松放松，所以你便带着他来到出租屋附近的湖城里小酒馆。接下来你们两人伴随着歌声和小酒，一边吃一边聊，开心的回忆着旧时光，又了解着对方的现状。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气氛的高涨，不知不觉你们两人喝得有些微醺了。其实在确诊脑癌之后，你的心情就没好过，早就想借酒消愁了，但又怕影响病情，一直不敢喝。如今你想明白了，又或许彻底摆烂了，管他丫的，反正活不了几年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张杰看着你一杯接一杯往肚子里灌的样子，眼神时不时闪过一丝哀愁。他皱着眉问道：“老林，你什么情况？”你醉醺醺的摆了摆手说道：“这不是借酒消愁吗？”张杰听罢更是一脸严肃：“不对，你小子绝对有事瞒着我，快说，是什么事？”面对他的质疑，你突然低着头，纠结无比的揉着头发，想说又说不出口。看到这一幕，张杰一脸担忧道：“云逸，我是你姐，你小时候尿裤子了都找着我说，有什么事是我不能知道的？”你听完这话，认真的看了看他，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哎呀，真没事。哎，姐，我看这里好像能点歌耶。”张杰叹了口气，无奈摇了摇头，没再追问。你想听什么？我给你点吧。随即叫来了老板：“老板，你这里能点歌吗？”“抱歉呢，朋友，今天驻唱乐队没有来，没开放点歌哦。”听罢你皱了皱眉：“怎么这么背呢？想点首歌都没有？”你想着突然问了一句：“老板，我能自己上去唱一首吗？”看着老板面露为难的样子，你一笑：“放心，我唱完保证你的酒能多卖几杯。”老板眼中闪过一丝金光：“真的？你是专业的？”你笑了笑，点点头：“行，那你上去吧，需要帮忙吗？”你摇了摇头：“给我一个有声的话筒和一把吉他就可以了。”一旁的张杰一脸懵逼的看着你：“喂，老弟，不至于吧？你不是五音不全还有上台恐惧症的吗？你不尴尬我可会尴尬的呀。你唱的不好我可直接开溜，不会等你的。”听着张杰的话，你翻了翻白眼，转身径直走上了舞台。醉醺醺的你走上了餐馆舞台，拿起了一把吉他，站在话筒前。台下众人纷纷投来了好奇的目光，看到醉醺醺的你，很多人都露出嫌弃的表情。你面对这些陌生人的目光，并没觉得不自在。现在的你心如死灰，还会在意别人的看法吗？大家好，打扰各位朋友一下，今晚我想送一首歌给台下这位美丽的女士，歌名叫《姐姐》。说完，台下响起几声稀碎的掌声，你笑了笑，便用手指拨动了琴弦，一道悦耳动听的旋律瞬间飘出。众人突然意识到你或许真的会唱歌。此时在众人的期待下，你缓缓开口：“小的时候上学，老师总是说你比不过我，我也躲在角落里偷偷笑我。冲出教室福利社，最爱的福满多，结果烂账全都是你给的。淀粉抹在脸上，那是做游戏。阿妈拿着留声机在唱花戏。”此时坐在角落里的张杰听到这几句歌词后，轻轻颤抖了一下，伴随着歌词，那尘封在脑海深处儿时的记忆缓缓地浮现了出来，如同闪光片一般在自己脑海中划过。这首歌歌词也许没那么的华丽，旋律也没有那么的亮眼，但就是那朴素无华的真诚，深深地吸引到了酒馆内的客人们。不少人都改变了一开始的态度，自发地拿起手机打开闪光灯摇晃了起来。歌还在继续。长大以后，现在的你为人娘为人妻，记得小时候这样做过家家女。
童年时候飞走的你折的纸飞机，什么时候再飞回我手里？此时台下的张杰眼眶已然湿润，但嘴角却浮现出一抹笑容，眼神柔和地看着舞台上的你，而其他客人也深受触动，特别是有姐姐或者弟弟的人们，纷纷红了眼眶。此时歌曲已进入尾声，以后找个美丽姑娘，一定要相伴。如今姐姐已经嫁人，不能常回家。你抱着吉他，闭着眼睛没有睁开，台下观众也沉浸在这美妙的画面里，整个酒馆安静了一下。过了几秒后，轰轰烈烈的掌声袭来，看着周围鼓掌的人，张杰也是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来到舞台上，伸出双臂轻轻地抱了你一下。谢谢你老弟，这歌我很喜欢。你听罢一笑，也是轻轻地抱了他一下。台下一位微醺的男子此时正抱着头痛哭，他想到小时候总是跟在姐姐的屁股后面，姐姐带着他吃小吃、买零食，被狗追的时候，即使自己很害怕，也要挡在前面保护他。再长大一点，他交了男朋友，出去的时候也会带着他，他能享受的也想分享给他。而在不久前，他姐姐出嫁了，自己即使在万般不舍，最终也只能躲在后面默默的流泪。他知道从那日起他们将会越来越生疏。随后你放起了吉他准备下台时，一位小哥突然大声喊道：哥们别走啊，再来一首呗。随后整个餐馆都传来了喊声，犹如演唱会要求歌手返场演唱一般。餐馆老板此时也是鼓励的看着你，朋友再唱一首吧，今晚你的单全免了。看着兴致如此之高的众人，你思索了一下，便回到舞台中央，缓缓开口道：反正时间也不多了，那就再唱一首吧。众人纷纷欢呼，而张杰却发现说这句话时，你眼里闪过了一丝绝望。酒馆上的灯光再一次聚焦到你身上，你闭着眼睛垂着头，似乎在想着什么。随后你抬起头，缓缓开口道：一首小丑送给所有人吧。伴随着吉他声慢慢响起，一段简单却又充满孤独的前奏传出。仅仅一瞬间，喝了酒的人们便被这孤独的前奏所吸引，而后你微微闭上眼，沙哑的声音缓缓传出：当你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孤独的旋律和落寞的歌词搭配着你充满故事的嗓音，顿时让所有人鸡皮疙瘩顺起，好像感受到心灵一颤，有什么东西闯入了他们的内心。此时歌声继续传来：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伴随着歌词一句句的铺垫，正好对应上了此时酒馆内的场景。有的人与朋友举杯对饮，有的人却是孤零零地坐在角落，拿起酒杯一饮而尽。这时副歌来袭：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听到副歌的一瞬间，所有人都感到天灵盖瞬间发麻。这几句歌词伴随着你悲戚的声音，宛如利剑一般直插众人内心深处，将那包拦住的情绪刺开了一道口子，让其不自觉地涌出。在场的很多都是来魔都漂泊打拼的普通人，他们远赴他乡，无根无底，每一天都重复着枯燥而艰辛的生活，只有这疲惫的夜晚才属于自己。他们死死地攥着那已经空了的酒杯，眼眶不自觉红了起来。这个世界很大，遇到的人也很多，但是走着走着到最后回头看去，却发现始终都是自己一个人罢了。就当众人陷入情绪不可自拔时，你犹如喃喃自语般的声音传出：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啊。一曲唱罢，你的歌声里好像不再充满了悲戚，好像带着一丝丝洒脱，是那种无奈接受现实的洒脱。而在这一刻，整个小酒馆内的人宛如石化一般呆滞住了。这8杯酒敬的不就是他们的一生吗？一杯比一杯浓烈，一杯比一杯苦涩。你闭着眼睛缓缓拨动着琴弦，一段清脆而又舒缓的口哨声从你口中吹出，好似在安抚着人们激荡的内心。台下的张杰看着聚光灯下那孤零零的身影，只感觉自己的心宛如被针刺了一般，是那么的疼。他能感受到你心中那无论多强烈的光都无法驱散的黑暗。老弟，在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台下的观众这时也是坐在原位发着呆，他们沉浸在你的歌声里，迟迟没有回过神。大家的情绪在酒精的冲击下无限放大，他们仿佛看到了自己那落寞而又不得不向前走的背影。直到众人回过神，纷纷鼓起了掌时，才发现舞台上早已没了人影。此时你与张杰走到了出租屋楼下，一路上两人皆是无言。张杰时不时用余光看着你那暗淡的眼神，只感觉自己的心隐隐作痛。此时你突然开口：姐，上我那对付一晚吧，我睡沙发。张杰则是以开了酒店为由拒绝了，让你好好休息。你也没有勉强，打了招呼
便各自离去。你回到屋中，舒舒服服地冲了个澡，便有些疲惫地坐在小沙发上，有些失神地看着窗外。在唱完那首歌后，你似乎有些想通了，正如歌词所唱一般，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呢？既然癌症的事情已成定局，又何必再纠结？起码自己现在还活着，还能吃，还能喝，还能唱，那何不享受当下呢？想到这里，你顿时感到心里轻松了不少。第二天清晨，终于雨过天晴，阳光重新出现，你也回到了医院，你准备接受李主任提的第二个方案。虽然需要大量的金钱去维持生命，而且可能时间不长，但是至少还能活蹦乱跳的活着。来到医院，与李主任详细聊了一下具体治疗方案，总结下来就是花的钱越多，得到的效果就越好，能活的时间也更长。听完的你不免有些感慨，这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数字真的是让人惊讶，这让普通人怎么活呢？还好自己如今也算拥有赚钱的本事了，努力应该可以维持不短的时间了，这也是算不幸中的万幸了。随后你便回到病房，拿起吉他走到了医院外的花园里。病房里冷冰冰的，你还是喜欢外面的空气。你找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闭着眼睛享受了一会洒在脸上的阳光，然后抱着吉他轻轻弹奏了起来。就在你沉浸在音乐里时，突然感到有一道目光在一旁注视着自己。你顺着感觉的方向看去，赫然是在前几日楼梯间的那个雪白小女孩。阳光下的她一头雪白色的头发和白的发光的皮肤是如此鲜艳，你知道那是一种病态的白。你看着可爱的小女孩，不自觉出声道：“喜欢吉他吗？过来玩一玩吗？”呆呆的小女孩突然一颤，显然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随即她便怯生生的后退2步看着你，眼里却闪过一丝心动。你看着她可爱的模样，不由得笑了笑，然后温柔向她招手：“过来吧，哥哥和你一样也是个病人哦。”小女孩犹豫了许久，还是忍不住走了过去。随即她看着你鼓励的眼神，伸出了稚嫩的手指，勾了勾琴弦，随即吉他传出一声清脆的弦音，女孩眼里露出一丝欣喜，然后便开心地笑了起来。你摸了摸她的头，让她坐到了自己身旁，随即叫起了小女孩弹奏。此时在花园的一处角落里，一个戴着黑色帽子的男人正拿着相机偷偷对着你和小女孩，此人正是出名的专业狗仔劳动。你不知道的是，你在酒馆唱歌的视频早已被人发到了网上，一曲消愁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有人翻出了护士小青发的照片和视频做了对比，发现酒馆的你就是小青照片里的人。嗅觉敏锐的老董知道一个重症病患在酒馆唱出这么悲伤的歌，一定会有故事，发出去肯定有很高的热度。他立马从照片研究出你就在魔都医院内，今天过来蹲了半天了，终于是把你蹲到了。此时他看着镜头上，阳光透过树叶缝隙照射在树下的你和小女孩身上，两人脸上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这是多么治愈的一幅画面啊！而你这边很快跟小女孩熟络了起来，在聊天中你也得知了她的情况。小女孩叫晨晨，身上的雪白是因为白化病导致的，得了白化病的孩子一般都会被同龄人视为异类，想必晨晨也是受到了影响才导致如此切生吧。正当你准备好好安慰她一番时，没想到她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你愣住了。只见晨晨笑着说道：“我听妈妈说我还患有白血病了，但是我打针从来没哭过，因为我哭的话妈妈也会哭的，我不想让妈妈哭。”一瞬间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阳光好像被乌云遮挡住了，阴沉了一些。你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小女孩，白血病这种病的治疗难度完全不亚于癌症，治疗费用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也是天价，而且即使你有钱也不一定能找到匹配的骨髓。想到这你不由得感到鼻头一酸，老天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女孩如此狠心？白化病已经足够让她痛苦，而且还让她患上死亡率如此之高的白血病，为什么？可是你忘了你也是个身患绝症的病人。角落的狗仔老董心情突然变得低落起来，拿着摄像机的手有些颤抖，眼眶甚至有些红润。他听到了你们的对话，在这一刻他突然感到自己刚刚拍下的那张照片不是那么唯美，反而显得有一丝悲戚。因为照片上的两人，一个是身患脑癌的年轻人，一个是得了白化病和白血病小女孩。此时你正想着唱首歌送给小女孩时，一阵突兀而又显得焦急无比的叫唤声传了过来：“晨晨，晨晨，你怎么跑这里来了？”只见一位脸上带着些许沧桑的妇女赶了过来：“不好意思啊，小伙子，我女儿没给你添麻烦吧？”“抱歉抱歉。”看着晨晨玩弄着你手中的吉他，他以为是不是他女儿弹完打扰到你了。你看着这位提着大包小包的妇女笑了笑，摆了摆手道：“不是的，是我邀请晨晨过来一起玩的。”一旁的晨晨此时也嘟了嘟嘴说道：“我没乱跑，我是来听哥哥唱歌的，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唱歌好听的哥哥。”妇女看了看你说道：“原来是你啊，一直听晨晨说你唱歌很好听，没想到你这么年轻。”你笑笑点了点头，随即妇女便宠溺地摸了摸晨晨的小脑袋道：“妈妈知道你很喜欢听哥哥唱歌，但是我们要出院回家了，可能不会来医院了。你喜欢哥哥的话，可以去跟哥哥道个别哦。”你看出妇女眼中闪过一丝哀伤，皱了皱眉，突然问道：“哎，阿姨等等，你们要出院吗？”可晨晨不是治好了吗？明白你要问什么的妇女露出一抹惨笑答道：“哪有那么容易呢？为了让晨晨找到合适的骨髓，我已经把工作辞了，老家的房子卖了，孩子他爹又走得早，其实我还能撑一撑，可是医生说找不到合适的骨髓的话，孩子就剩2个月了，让我带回家，别在医院受苦了。”听罢，你与暗处的老董都震惊了。老董在偷拍生涯中什么毁3观的事没见过，但这一次却让自己的心灵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一个农村妇女，孩子得了白化病和白血病，丈夫又去世了，全靠她一个人在支撑着一切，这是怎样的一场人间苦难啊！你也是愣了一会才回过神，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可以利用网络去找找看的。听到你的话，妇女眼里闪过一丝绝望后无奈说道：“网络上那些大 V， 甚至是标着公共名字的大号，想要他们帮忙都要收钱了，
而且还不是小数目，我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现在只想陪着他快快乐乐过完剩下的这段时光就好了。此时一旁的晨晨看到你和妈妈都陷入了悲伤之中，突然说道：没事的，哥哥和妈妈你们不要伤心，医生说我只能活半年，可是我已经活了1年多了，我已经很满足了，而且我不怕死亡的，因为人死了都会去一个很美丽的地方，那边还有爸爸在，我不会没伴的。听着晨晨的话，你的心灵一颤，一个小女孩经历什么才会这么懂事，面对死亡竟然还反过来安慰别人，顿时你感到心疼无比，眼泪也不自觉滑落。一旁的妇女此时也是忍不住痛哭了起来。过了许久，妇女的情绪也逐渐稳定下来，对着你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道：抱歉，那小伙子让你见笑了，我们得走，谢谢你给了晨晨欢乐，谢谢你。你看着依依不舍的晨晨，突然想到什么，连忙说道：等会把这个送给晨晨吧，他好像挺喜欢的，希望能在接下来的时光给他带来快乐。妇女想拒绝，可拗不过坚决的你，而且看晨晨也确实很喜欢，便接下了。晨晨也是开心的跑到一旁的草地上，摘了一朵小红花，然后递给你说道：我知道哥哥也生病了，我听说小红花会给人带来好运，希望这朵花能让哥哥的病痊愈。看着晨晨的举动，你眼眶中含着泪水，点头笑了笑。随后母女两便往外走去，看着两人的背影，你顿时心里一沉，这一别或许就是永别了。就在你发呆时，护士突然叫了你：林云逸，李主任有事找你，让你现在过去他办公室。你皱了皱眉回道：好的，我现在过去。一旁的老董听到这个名字皱了皱眉，感觉有些熟悉，思索几秒后，突然他的身躯猛地一颤，林云逸，难不成他就是那个歌友赛的林云逸？酒馆里消愁的作者与武之阳歌友会里海底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和一荤一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而且作者还是个癌症患者，这绝对是个惊天大料啊！放出去的话，马上就能成为各大平台热搜第一的那种。可激动过后，老董似乎又想到什么一般，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他想起来刚刚你和晨晨坐在一起的画面，同时面临死亡的年轻脑癌患者和一个7岁白血病小女孩，他们竟笑得如此灿烂，但却让周围的空气都带上一丝悲凉。突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老董看了看电话，是媒体公司打来问自己事情的进度的。他十分清楚，今天所发现的消息卖出去的话，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一想到那个画面，老董犹豫了。他知道这些媒体公司的尿性，每次给他们消息，他们都会添油加醋一番再发布出去。为了流量，他们可以不计较真实性，会捏造很多不实的事情出来，去引导大众，带动舆论发展。有一次，自己拍到一位港星搂着自己的老婆从 KTV 走出，发给他们后，最后呈现在网上的是震惊：夜遇已婚港星吴某某凌晨搂着一个神秘黑衣美女从 KTV 走出，动作亲密。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鬼知道林云逸的消息发给他们后会变成什么鬼样。看着手上的相机，老董一时间有些恍惚起来。曾几何时，热爱摄影、喜欢记录的自己，如今为何变成令人厌恶的偷拍狗仔？沉思许久后，老董眼里的纠结慢慢散去，随后便挂了媒体公司的电话。不久后，一篇关于你的文章就在网上慢慢传了起来，标题是林云逸、海底，我用什么把你留住？消愁、癌症，关于你们所关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这里。文章下面还附有一个你和晨晨在医院花园的视频片段。一间简陋的房子里，老董看着屏幕，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呼出。他觉得对于你又或许是晨晨能提供的帮助，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随着时间推移，很快这篇文章便在网络上疯狂转载，评论也是在短短几分钟内暴涨近万条，短短2个小时就直接冲上了浪浪微博热搜第一。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你几首歌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神秘的你退出了歌友赛，又在小酒馆唱了一曲消愁，如今又知道你竟然是一位癌症患者，本就已经足够引起人们心底的同情，加上白化病和白血病女孩晨晨的事情加持，如此悲惨又带着治愈的故事画面不上热搜都不可能了。之前很多因为你退赛带节奏说你抄袭的室友纷纷出来道歉，而后又有一篇文章站上了热搜第2，标题是万人血书，跪求林云逸回归歌友赛，并了武之阳的官方账号，评论区网友们纷纷附和。此时的小杨老板也是一脸懵逼，怎么突然你就被曝光了？他顶着骂声好不容易帮你隐瞒到现在，竟然被曝光了。不过随后他便笑了笑，这样的舆论方向对于你和那找不到骨髓晨晨来说或许是好事。此时他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信息：小杨老板在吗？能帮我一个忙吗？镜头回到医院病房，此时已是深夜，你翻来覆去怎么也无法入睡，只要一闭眼，晨晨与他妈妈的身影就会浮现在自己脑海中，挥之不去。看着桌上插着的小红花，说来也可笑，自己一个身患绝症没几年可活的人，居然还有心思为别人担忧。但重点也在这里，自己已经无法治愈，而晨晨不同，只要找到匹配的骨髓，有足够的资金，就能让他痊愈，而且能与正常的孩子一样成长。虽然萍水相逢，但是晨晨的可爱懂事早就深入你的心里，你不舍得让他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自己前段时间赚的钱基本已经交到医院里了。想到这，你选择联系了武之阳的老板小杨，准备透过歌友会继续扩大影响力，帮助晨晨找到骨髓，顺便唱多几首歌曲增加热度，然后卖出去就能获得足够的金钱了。第2天，武之阳歌友赛决赛准备打响，赛前小杨老板亲自发了视频，公布选手林云逸将以最佳人气选手的身份回归决赛。不过为了公平公正，你需要演唱2首歌曲，第1首歌是入门券，需要至少获得2名评委以及6名决赛选手的选票。
才能以第12选手的身份正式进入决赛。这一消息的公布再次引起了全网轰动。卧槽，林云一回归了，真的假的？黑幕啊！但是我好喜欢这黑幕啊！医生回来了，家人们，我们也该回归了。在这一天，许久没登上热搜的歌友赛再次霸榜热搜榜第一。医院内的你看着手机中的热搜笑了笑，确实自己的回归能够帮歌友赛重现巅峰，但同时自己也能够借助这波流量去帮助晨晨，算是双赢了。而且还有一个原因，那天自己要送给晨晨的歌还没来得及唱呢，这次希望他能够听到吧。此时乡下一间破旧的房屋中，晨晨，今天是你生日哦，想要吃什么呀？一边的晨晨可爱的回道，妈妈想吃什么，晨晨就吃什么了。听着晨晨的话，妈妈有些苦涩的笑了笑，妈妈给你买个蛋糕好不好啊？晨晨还是懂事的摇了摇头道，不用了妈妈，我已经收到最喜欢的生日礼物了。说着便跑到你送的吉他旁高兴的笑了起来。随后晨晨妈妈便陪着晨晨玩了一会吉他，然后拿起手机刷了刷。最近他也有给一些大 V 和公益账号留言，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他刷了一圈，可惜未见有任何回复，心也是凉了一大半。就在他准备关掉手机时，突然浏览到一则消息，抑郁唱将林云一将回归歌友赛，今晚8点不见不散。文章下面还附上一张照片，就是那张你与晨晨在公园玩吉他的照片。晨晨妈妈心猛地一颤，随后转头看了看一脸开心玩着吉他的晨晨，然后便回过身低着头搜索起歌友赛的直播间。时间转瞬即逝，很快来到晚上，在千万网友的期待下，武志阳歌友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哪怕还未开播，直播间的热度竟然都有恐怖的3000万之高，而后台的工作人员们也忙得不行，就照这个势头，晚上的直播间不知道顶不顶得住了，所以他们现在要做好一切保障工作。很快，直播间响起了小杨老板的声音，今天他决定亲自主持这场决赛。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随即直播间的弹幕便密密麻麻地飘了起来，小杨也是给这个阵仗吓了一跳，看着卡了几下马上又恢复顺畅的直播间才放下心。相信大家也收到了林云一回归的消息了，我理解各位的心情，我也很期待，所以我也不多讲了，按照流程介绍一下我们的评委老师邓红旗老师和张雨欣老师，大家都熟悉了，今天还新加入了一位哦，让我们欢迎薛谦老师。此时弹幕更是疯狂刷了起来，我的天，一个网络歌友赛竟然请来了薛谦，不少签友纷纷激动起来。谁知小杨老板竟然说道，薛谦老师我可是请不到哦，是他主动联系上我们的，至于原因自然是林云一了。众人纷纷发起了问号，之前2个美女歌手为了你而来，现在你回归把薛谦都吸引过来了，你到底是有什么魔力啊？随即薛谦便上麦跟人打了打招呼，随后小杨便直接说道，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大家都迫不及待了，规则大家都清楚了，那么现在有请我们的林云一选手上麦吧。终于开始了，弹幕全部刷起了你的名字为你加油。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弹幕，一道熟悉的声音在直播间内响起，而且屏幕也一分为二，一张帅气而又苍白的脸庞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看到你露脸后，直播间顿时迎来第2波高潮，全场都欢呼了起来。你笑了笑，拿过一把吉他架在自己腿上，然后调了调镜头，放在桌上的一朵小红花出现在了镜头内。抱歉，今天耽搁各位一点时间吧，容许我讲个小故事。不少人都感到好奇，一个每次唱完歌就溜的人，今天怎么有兴致讲故事了？随即你便将晨晨的故事在直播间内缓缓讲出，全网网友都陷入了悲伤的情绪不可自拔，实在是晨晨太让人心疼了。众人纷纷感慨，地狱就在人间，不是所有人都活得灿烂的。而后台的评委薛谦也是一脸悲痛的看向小杨，那个过后能不能帮我联系下这个小女孩，我想帮帮她。听到薛谦的话，小杨也没有拒绝，点了点头，然后说道，其实林云逸就是为了这事来的，他想通过这次直播让更多人知道晨晨身上发生的事，那样就有可能会找到匹配的骨髓了。听罢，薛谦也是愣了一下，你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变得高大了起来。医院内的你看了看弹幕，笑了笑说道，好了，故事讲完了，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唱一首歌给晨晨，希望他无论在哪都能够听到，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晨晨。说罢你便抱起吉他，深吸一口气，用有些许沙哑的嗓音轻轻轻唱了一句，送你一朵小红花。紧接着优美的伴奏与你的歌声一同响起，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桠。听着那充满情意的歌声，不少人突然感到眼眶一紧，有些湿润了起来。他们似乎看到了晨晨在面对病魔疯狂的折磨时，却依然保持着天真笑容的脸庞。此时一间简陋的房子里，晨晨看着屏幕上正在唱歌的你，欣喜无比的高兴道，妈妈，你看，哥哥说这首歌是送给我的耶，他还夸我勇敢呢。看着晨晨那副开心不已的模样，晨晨妈妈只敢忍着泪，勉强的点了点头。她看着满屏幕的弹幕，晨晨加油，晨晨一定要挺住，好想去抱抱晨晨啊。再看看为晨晨唱歌的你，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她知道你在帮他们。此时歌还在继续，科罗拉多的风雪啊，喜马拉雅的骤浪，只要你相信我，闭上眼就能到达。
你的声音沉稳而又充满故事感，宛如是在轻轻诉说和祈福一般，让所有人的内心都掀起了波澜，纷纷将双眼闭上，仿佛真的看到了漫天白雪出现在自己眼前。而此时的晨晨也是微微颔首，闭上了双眼。哎，我看到了，我真的看到雪了，妈妈，好多好多的雪啊！此时的妈妈也是闭上了眼睛，对他说道：“是啊，妈妈也看到了。”她仿佛看到了晨晨在雪地一脸幸福的样子，一边笑一边向前跑去，越跑越远，越跑越远。此时歌声继续传来。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田野的天涯。想离你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我啊！洁白如雪的沙滩啊，风平浪静的湖水啊，那些真实的欢迎啊，是我给你的牵挂。听着你这慢慢诉说般的歌声，直播间的观众们再也绷不住了，眼眶变得湿润了起来。也许这首歌听起来有别于你之前治愈的歌曲，没有很悲伤的旋律和歌词，反而在你嗓音的渲染下格外温柔，温柔到令人感到无比的心疼，仿佛是在告诉那坚强的小女孩，不要悲伤，把这一切当作奖励吧。既然没有办法改变命运，就改变自己的心态，让真正发自内心的笑容挂上来。此时副歌已接近尾声，你闭着眼睛缓缓唱着。小红花开在你心底最深的泥沙，奖励你能感受每个命运的挣扎。是谁挥霍的时光啊？是谁苦苦的奢望啊？这不是一个问题，也不需要你的回答。此时晨晨妈妈再也忍不住了，抱着晨晨颤抖地抽泣起来，而她怀里的晨晨却突然挣脱了她的怀抱，跑到一面贴着10来个小红花的墙上，踮着脚尖从上面摘了一朵下来，然后跑回来对着妈妈道：“妈妈，晨晨也送你一朵小红花，你别再哭了，晨晨会心疼的。”说着便将小红花贴到了妈妈的额头上。这时你的歌声已悄然结束，直播间所有人都沉默了，他们没想到一首简简单单的歌竟能带了如此撼动心灵的效果。在你的歌声中，他们看到了晨晨，或许也看到了自己，看见了人生的悲喜，看到了被命运所折磨的苦难人，看到了他们的乐观和坚强，看见了生命的坚韧，看见了命运和岁月那不动声色的力量。一幅幅苦难的画面，无不让人感到动容。而在这中间，你的歌声仿佛又给了这些阴霾阳光，照射进每个人的心里，给他们带来鼓励，带来乐观。而后在一声隐晦的抽泣声中，众人纷纷惊喜，这道抽泣声正是小杨老板发出的。他已经极力忍耐了，可终究克制不住身体的本能。直播间内，弹幕开始缓缓飘起。晨晨真的好可怜，他一定能看到风雪的。哎，我爸走的时候差了10来20万治病，现在我有了，可惜他已经永远没了。有什么是比眼睁睁看着至亲之人离开，自己却无能为力还要更痛苦的吗？我也是一名白血病患者，但是我很幸运，找到了匹配的骨髓，如今活得很好。我能理解晨晨，太心疼他了，希望他也能好起来吧。而此时医院的你也是沉浸在歌曲里，你想到了自己，也想到了在蓝星的歌曲原作者，一个才华横溢的创作歌手，可能是天妒英才，让他也年纪轻轻就倒在了病魔面前。可在倒下前，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乐观和潇洒，在节目上带给人们欢乐，还创作了这首也是给他自己的歌。想到这，你默默对着天空说了声谢谢你。此时直播间内传来小杨的声音，云逸的歌声还是一如既往让人心灵震颤，晨晨的故事与经历也让我们为之动容。我相信晨晨和云逸一定都会好起来的。接下来让我们开始投票环节吧，看看云逸是否能成功复活进入决赛。结果当然是毫无悬念的满票通过，成功进入决赛。即使是选手的选票也没有一张反对的，虽然你与他们互为竞争对手，而且你一旦进入决赛，那第一名可能就会落在你头上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反对你进入，因为你这首歌和晨晨的故事也唱进了他们的心里，他们也想帮助晨晨和你，让你进入决赛是最有效的方法了。你看着满屏的欢呼笑了笑说道：谢谢老师们和同台竞技的选手们，还有屏幕前的你们，我希望今天大家能够帮帮晨晨，让他的故事和寻找骨髓的事情发散出去，再次谢谢你们。说罢你艰难起身对着镜头鞠了个躬。而这时小杨老板也适时出声，对的，五只羊集团也会尽全力帮助云逸和晨晨，但如今晨晨最缺的就是时间，所以在这希望耽搁大家几分钟，直播间内会出现一个链接，请大家帮忙转发一下，上面有晨晨的病历信息和所需的骨髓配对信息，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可以帮晨晨找到合适的骨髓，让他重获新生。此时你们的真诚让所有人动容了，弹幕纷纷也附和起来，纷纷开始转发链接。此时薛倩的声音也缓缓传出，骨髓的事希望大家尽力，
我个人出资50万作为奖励，如果找到合适的人选，请联系我。小杨老板也保证，歌友会所有的礼物收益全部捐助给晨晨小朋友和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听到此，众人的兴致也是更高了，纷纷发动身边的人进行转载。很快，在如此庞大的转载下，晨晨的消息终于冲上了热搜榜，并且包揽了各大平台热搜前几名。你看完之后也是欣慰的笑了笑，这下应该会有机会找到合适的骨髓了吧？而这时小杨老板看着直播间飙涨的人气，个个都在问怎么捐款，他们也想捐。小杨赶紧是喊停了众人，这边没有开设捐款渠道哈，请大家不要乱捐款哦，晨晨的治疗费用我们会保证的，请大家放心，大家能帮忙转载就已经很好了。好了，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拉回到决赛吧。稍微透露一下，等会第一位演唱的选手也是我们的云友小杨，不愧能在这一行做得风生水起。一句轻飘飘的话，瞬间就把千万人的注意力转移了回来。就在小杨准备宣布决赛正式开始时，没曾想话还没说出口，直播间突然卡了一下，紧接着就是一片黑暗。日阳老板小杨迅速让后勤排查问题，结果发现自己的设备并没有任何问题。随即他联系到抖吧官方，原来是抖吧的服务器也没承受住歌友赛的疯狂热度，宕机了。没办法，小杨只好在微博发布消息说明情况，然后将决赛延迟至明晚8点。比赛停止了，也让网友们有更多时间转载晨晨的事情。不一会儿，整个网络便充斥着双白女孩晨晨的话题。而在忙完后，小杨也是亲自给晨晨妈妈去了个电话，将所有事情以及缘由都说清楚。本来晨晨妈妈还有些担心，这些人是不是在拿晨晨的故事博取热度，现在她终于知道了，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他们是真心的在帮自己这对可怜的母女。而且小杨一点都没拖沓，告诉他明天就会安排车过来接他们回魔都，让晨晨先做最好的疗养。如果找到匹配的骨髓，第一时间就会让最好的医生安排手术。挂了电话后的晨晨妈妈早已泪流满面，她知道这一切的源头都离不开你，没有你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她知道这个世界的人很现实，唯独你让她意外，只是萍水相逢，甚至算不上病友的你，竟然能为晨晨做到这些。她默默地说了句谢谢你林云逸，谢谢你们陌生人。与此同时，在医院的你看着网络上的信息，露出一些讽刺的表情，因为很多大 V 和公共账号都出来发声了，并表示会尽全力帮晨晨找到合适的骨髓。而晨晨妈妈一个个联系他们的时候，别说帮忙了，甚至回复都没有。果然应了那个真理，在自身拥有价值或实力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会变成大好人了。对此你也不愿多想，虽然但是也算是好事吧，有更多的力量帮忙，剩下的就看天意了。随即你便闭起眼睛缓缓睡去。深夜一处豪华的公寓里，当今乐坛冲锋者花阳晨一脸焦急地对着经纪人说道，快把我那首新歌发出去。经纪人眼神中带着一丝不确定问道，你确定要在这个时候发这首歌？这时候不发还等什么时候？你没看到晨晨的事情吗？这首歌就是我专门写给这些受病痛折磨的人的，希望他听了能好受一点。经纪人皱了皱眉，也耐不过他的固执，随即便去发表歌曲了。不久后，花阳晨的微博发表了一篇新文章，大家晚上好，新歌《癌》已在各大平台发布，希望粉丝们喜欢，也希望这首歌能为我们的晨晨小朋友带来疗愈。伴随着晨晨的话题流量加持，加上团队的运作，很快这首歌便传遍全网，很多网友兴致勃勃地打开音乐软件听了起来。结果听了歌的网友当晚都做了噩梦，好像有一只狼对着他们的耳朵吼叫，怎么样都赶不走。第二天，无数网友期待的歌友会决赛终于准备打响了。小杨依旧穿着正式无比的西服，坐在镜头前等待节目的开始。经过昨天的断网事件，抖吧官方已经对服务器进行了升级，这次再高的热度都不会出现宕机了。很快时间便来到8点，直播间已然人气爆棚，弹幕密密麻麻的飘着，不仔细看都看不清说了什么。此时直播间嘛传来了小杨的声音，欢迎大家来到五只羊歌友会，感谢大家的鼎力支持。话不多说，五只羊歌友会决赛正式开始，弹幕纷纷欢呼起来。随后小杨笑了笑，那么有请我们的第一位演唱选手严浩。听到这个名字，弹幕纷纷疯狂起来，什么鬼？说好的林云逸呢？卧槽，逗我玩呢？我要林云逸。此时小杨看到弹幕突然闹起来，立马出声解释，抱歉，忘了告诉大家了，是这样的，因为决赛重新开始了，所有顺序都要重新抽签的，大家放心，没有黑幕。看到小杨解释后，网友们才纷纷冷静下来，毕竟你又不会跑。此时直播间一道充满磁性的声音传来，大家好，我是严浩，其实我也很喜欢林云逸，不过请各位放心，我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刚创作的歌曲《选你》，希望各位喜欢。话音刚落，一段低沉又带着些许悲伤的前奏响起，让人不由得感到有些低沉。随即严浩磁性的声音也传了出来，追梦与绝望之争，余温大家喜欢我们，临走了，和随手关了灯。So funny, so funny.
一小段主歌唱罢，众人也是瞬间变了一副面孔，简简单单的歌词仿佛带着一丝不甘，对爱情的不甘，弹幕也是随之飘了起来。我去，这也是个大佬啊！一神碰到对手了呀！不仅观众们被严浩震惊到了，就连在医院等待演唱的你，都微微闭着眼睛静静的聆听着。宣有没结果的意思，而你则有沉迷不悟的含义，因此可以说是没有结果的沉迷。从歌词来看，是在表达爱情。表达一场没有结果却执迷不悟的恋情，所以才会受伤，才会有被舍弃之后嫌疑人独居不够还给关了灯。自从穿越到这个世界，你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关于爱情的歌曲了，现在听到这首歌，不由得有些怀念前世的前女友徐一蝶，不知道她在那边还好吗？歌曲很短，只有3分多钟，随着一曲唱罢，弹幕都是欢呼了起来。虽然没有很复杂的歌词，但是就是这样简单的一首歌，搭配着严浩的嗓音，却闯进了很多人的内心，让他们都不由得想起那个爱而不得的人。严浩看到自己的演唱效果好像非常不错，也是开心的笑道：“谢谢大家的喜欢，我会继续努力的。”随即便下麦认真看起了弹幕。此时小杨也适时出来控场，严浩真是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啊！很好听又很动人的一首歌，谢谢严浩。现在有请我们评委进行打分，3个评委也是纷纷给出好评，最后综合分高达98分。很快已经有8位选手演唱完毕，目前还是严浩排以98的高分排在了第一，第2名则是96分的路飞，第3名则是95.5分的张璐，第3名以下则是出现了断层，第4名的分数才91分，以下的分数更低。歌友会只有前3名有奖金，所以这些人已经没有希望拿到奖金了，早早退出了直播间，观看起了别的选手演唱。此时直播间传出了小杨的声音：“好了，接下来欢迎我们最期待的选手林云一。”大家晚上好，我是林云一。此时决赛现场随着你的出现，直播间的气氛再一次达到了巅峰，弹幕疯狂的为你打 call。而小杨看到你此时的背景，突然一愣，问道：“云一，你这是回家了？”你笑了笑答道：“今天的歌有点燥，怕影响太大，还是回家好一点。”众人也纷纷惊呼：“有点燥，一神这是要改风格了，今天要来手摇滚了。”芜湖真是没白等啊！随即便听到你的声音继续传来：“不好意思，今天还想唠叨2句。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得了癌症了是吧？其实，在得知我得了这个病之后，我真的很怕死，感觉自己一下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听到这里，不少人想起了你那首《海底》。无比压抑的感觉，也许就是那一刻想表达的吧。你顿了顿，又继续回忆道：“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怎么办。而且高昂的治疗费并不是我一个普通打工仔可以承担的。我尝试告诉自己接受这一切，但我做不到。我连家人都不敢告诉，我怕他们为我担心，被我拖累。那一段时间，我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所以我退赛了。后来我意外赚到了手术费，我看到了希望，我开始乐观起来了。只是好像天不容我一般，我的癌细胞扩散了，已经没法治愈了，只能靠机器和药物维持生命。我真的很想放弃了。”说到这，你突然笑了一下，看了看旁边的小红花，说道：“不过如今我回来了，是晨晨的乐观与坚强把我带回来了。谢谢你，晨晨。既然死亡一直在等着你，那你何不抛下一切，享受当下呢？所以来吧。”还没等众人从你震耳欲聋的话语中反应过来时，你便说道：“一首《山海》送给大家。”话音刚落，不给众人任何思考的时间，一阵优美又带着些许摇滚的前奏骤然响起，随即你低沉沙哑的声音响起：“我看着天真的我自己，出现在没有我的故事里，等待着我的回忆。为何至此的原因？”这种慵懒而又带些许颓废的感觉，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出现在没有我的故事里，是不是你在暗示自己的结局？薛谦也是在揣摩歌词的意思。你的歌都是有一定意义存在的，而这次为了什么？就在众人思索之时，那听起来平淡而又带着激昂的伴奏骤然一停，随即就听到你撕裂般的声音传来：“他明白，他明白，我可以不去。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他明白，他明白，我可以不去。于是转身向大海走去。”那爆裂般的嘶哑烟嗓高亢无比，再配合强烈的鼓点声，一股强烈的震撼感瞬间席卷直播间内的所有人。众人全部瞪大了双眼，感到耳膜都在随之震动。没有人能够想到，你居然会唱出一首与之前的风格天差地别的歌曲。随后歌曲又回到之前低沉那般。我听着那少年的声音，在还有未来的过去，渴望着美好结局，却没能成为自己
这次的歌词令不少人心里一颤，他们好像看到了以前的自己，也看到了现在的自己。以前那个年少轻狂的自己，现在这个黯淡无光的自己。那慵懒颓废的唱法似乎是对自己的失望，而高潮的嘶吼更像是被现实磨灭光芒后自己的无能狂叫罢了。薛谦也是闭着眼睛点了点头，在他看来，这首歌所表达的也是这一层含义。但是千人千面，每个人经历不同，带入到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情绪。而你的内心所想也是这样吗？那就在评论区和弹幕留下你不可言说的情绪吧。就在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情绪带入歌曲时，你那震撼的撕裂嗓音再度来袭。他明白，他明白，我给不起，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他明白，他明白，我给不起，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这一次你的嘶吼来得更加猛烈，宛如风暴袭来一般，充满了狂躁，如同咆哮的海浪一层一层地冲击着人们的灵魂。而薛谦此时看着你肆意嘶吼的样子，愣了一下，他有些明白了，摇滚有时候讲的并不是故事，它是一种态度，一种反抗不公、追求自由的生活态度。他知道现在的你是在发泄，只是单纯的发泄积压在内心的负面情绪。是的，你就是想用自己正在燃烧的生命来演绎绝望中爆发，沉默中的肆意，一切都随着自己的心走，不被命运束缚。歌曲在你放肆的嘶吼中结束，那独特的伴奏旋律并没有立马结束，宛如在做最后的告别。直播间的所有人都被你这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出给震撼住了，纷纷沉浸在你的歌声里，迟迟无法回神。过了几十秒，小杨终于是回过神，他清了清嗓子说道：“谢谢林云逸给我们带来这么一场震撼的演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曲中的情绪了吧？就如曲中所唱，纵使山海呼啸，我依然坚守初心。希望你们也都能冲破困境，追求属于自己的该有的态度和自由。”此时众人也回过神，纷纷在屏幕前鼓起了掌，即使没人听见，但这掌声是给你的，也是给他们自己的，他们也在为自己加油。好了，接下来还是让我们评委老师进行点评和评分吧。此时薛谦的声音传出：“林云逸，我为你高兴，我能感受到你心里是怎么样的，也懂你在唱什么。不管以后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下。谢谢你也给我带来了生活的态度，我给100分。”听到薛谦的话，观众们似乎也明白了什么。接下来的2位女评委都给出了100分的满分，他们觉得你给大众带来的态度才是无价的，你值得这个分数。此时你也缓缓开口道：“谢谢，谢谢有你们。”说罢便匆匆忙忙离开了直播间。剩下的选手也是相当无奈，他们知道第1名已经不属于他们了，虽然早有预料，但是看到你满分的成绩，他们还是不由得苦笑起来。确实跟你的差距太大了，不过除了第1名，还有2、3名可以争取。想到这，他们又打起了精神。直播间又热闹了起来。此时医院内的你躺在床上，呼吸有些急促，不停地用手揉捏着脑袋，想要缓和脑颅里传来的剧痛感。虽说你的病情目前进入了一个缓和期，但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唱了一首爆发力这么强烈的歌，自然有些难以支撑。虽然如此，你的脸上还是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因为你感到很痛快。唱完这首歌，你感觉自己堵塞的心还好似一下疏通吗？这次是真的通透了。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几声急促的敲门声，然后便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急匆匆走了进来。你刚想开口问是谁，但是你看清来人的脸后，瞬间愣在了原地。姐，你怎么来了？你愣了几秒后，挤出一抹笑容道。只见张杰眼眶泛红的盯着你，没有说话。其实你也知道，这2天你在直播间露脸了，而且沉沉的是弄出了那么大的动静。张杰肯定发现了，你知道自己也该面对这一关了。看着姐姐欲言又止的样子，你叹了口气，主动将自己的事情缓缓道出。另一边，5只羊歌友会直播间内，此时所有歌手的成绩都出来了，你毫无悬念的摘到冠军。就在小杨准备宣布颁奖后，让选手上麦发言时，众人才发现你又溜了。小杨和评委们都是一脸无奈，观众们也是刷起了弹幕，还得是我们一审，领钱都不积极。此时魔都江边，黑暗的夜里矗立着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阴沉沉的雾气环绕着，显得那么孤寂。你真的已经想好了吗？张杰看着身旁的你哽咽问道。不是一试吗？你思索了几秒，抬起头，迎着江风微笑道。其实有些结局早已注定了，不做手术就是等待死亡，但是做了手术，我可能要承受瘫痪、失忆、植物人或者死亡的后果。即使成功，也是多活一些时日，与其这样生不如死的活着，还不如趁着现在做一点有意义的事。看着你那豁达的样子，张杰只感觉内心五味杂陈，想再劝说却也说不出口，最后只能叹了口气道：妈那边你准备怎么说？想到那个把自己当成宝的干妈，你也是沉默了。隔了一会才缓缓说道：等这段时间忙完，我会回去一趟的。这一夜，姐弟俩聊了很多很多，从小时候聊到了上学，又从上学聊到了工作，无所不谈，仿佛回到了小时候一般。直到凌晨才离开了江边。而此时此刻，伴随着歌友赛的结束，热搜再一次被林云逸与歌友赛所霸占。热搜井号歌友赛圆满结束，林云逸获得第1名，恭喜井号！井号，你还记得年少的你吗？山海井号，井号，林云逸再出佳作，一起聆听山海的故事吧。井号。对此，网友们也是见怪不怪了。则最近热搜我都不看，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是林哥。那确实，不过今天林哥唱的那首山海，我擦，听着好爽。那当然，我已经循环了10遍了。林云逸的每首歌我都好喜欢，只是怎么在音乐平台上还没有音源啊？对啊，每次听林云逸的歌都只能找视频听。别急吧各位，
林哥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留给林哥点时间吧。在歌友会结束后，看着林云逸还没有发歌后，不少网友都急得宛如蚂蚁在身上爬一样。虽然说在歌友会上，林云逸演唱出来的质量也很高，但看视频始终不如在软件上听的方便。而此时此刻，急的不仅仅是网友，网易云这边的负责人王磊也是急得很。不过他急并不是因为林云逸还没有将录好的音源给自己，而是感觉自己开的价钱似乎有些不够了。伴随着这几天不断弄出的大动静，林云逸的热度也是越来越高。他所唱过的每一首歌在网络上的点击量都达到了数十亿，而其中最为火爆的两首，一首消愁，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在这几天的点击量更是达到了100亿级别。听起来很夸张吧？但这就是事实。虽然说前3首歌曲的独播权自己已经拿下了，但不排除那财大气粗的企鹅音乐会不会用一个天价让林云逸直接违约，转头跑到他那边去发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越想越慌瞪的王磊根本睡不着，于是便直接从床上爬了起来，打了个电话出去。喂，丁总，没打扰您吧？行，我想要和您商量一个事。经过漫长的10来分钟的通话后，王磊的眼神从一开始的担忧到后面的欣喜，最后直接沦为了震惊。自己都没想到上面居然魄力如此之大，开出这样的一个天价给林云逸。为了拿下林云逸目前所演唱所有歌曲的独播权，上面直接调动了3000万的资金给自己，无论用什么办法，哪怕是把一些分成上调到4、6分，都必须要拿下林云逸所演唱这些歌曲的独播权。3000万买7首歌，对于这样的情况，哪怕是王磊都是一次捡。不过他也很快就反应了过来，3000万确实很多，林云逸确实也很赚，但是网易云只会更赚。你以为花费3000万买下的只是这7首歌吗？同时买下的还是林云逸那夸邓无比的流量群体啊！如此庞大的活流量是花钱都买不来的。于是挂断电话后，王磊坐在床上愣了好几秒后才回过神来，紧接着就随意披了一件衣服后，便来到了电脑面前，加班连夜的要重新拟一份合同。如果不是今天时间已经太晚了，他甚至想直接打给林云逸一个电话，立马给这份新合约给弄了。不过现在也只能等明天了。第二天天才微微亮，才起床没多久的林云逸就接到了来自网易云的电话。在得知对方开出这么高的价钱后，林云逸也是有点惊讶，甚至在听到对方还愿意将分成调高一个点后，林云逸也是答应了这一份新的合约。毕竟对方开出的条件确实很不错，这笔钱除去自己的花费后，甚至还能留下不少给家里，但终究数额有点大，哪怕是分开给也要等几天才能到账。对此林云逸也不急，毕竟自己歌也还没录呢。歌的话这2天找一找小杨，争取在化疗前给录了吧。就在林云逸安排着这2天的规划时，张杰提着2份早餐来到了自己的住处。看着还未离开的张杰，林云逸接过早餐后有些无奈的说道：姐，你也不用这样，你那边也有事情要忙，我自己能解决的。话才说出口便见张杰瞥了自己一眼，没有说话。林云逸见状也只好坐下吃起了早点。毕竟换个角度，如果患病的是自己的姐姐，自己恐怕也不会就这样放她一个人不管。一边吃饭的时候，张杰便一边说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现在我的事先不管，那这几天你就先老老实实的调养身体，等着治疗。毕竟在医院一些手续要跑来跑去的，这些我来帮你弄。对了，医生那边怎么说，什么可以时候开始化疗？听着张杰的话语，林云逸算了算李主任说的日子后说道：快了，应该就在这2天了。随后在2人刚把早餐吃完没多久后，林云逸突然接到了小杨的电话。喂，林云逸，你在医院吗？我现在在家，怎么了？在家啊，没啥事。依依不是今天到医院吗？我在这边安排着，现在忙完了，准备来看你一眼呢。依依到了，想不到这小杨动作这么快，看来他也确实对这件事挺上心的。听着小杨的话语，林云逸也是笑了笑，客气道：谢谢刘哥的关心了，要不你等我一会，我现在也要回去医院了，顺便去看一看依依。OK。哦对了，你记得把你卡号给我一下，昨天的奖金我转你过来。2人互相客套了几句后，林云逸便挂断了电话，将自己的银行卡号发了过去。毕竟50万奖金也是笔巨款了，好吧。在发出去卡号后没多久就收到了到账通知，而令林云逸惊讶的是，小杨居然给自己打了100万。不过仔细想了一想，也就明林是怎么回事了。这1个月来，小杨的热度可谓是坐火箭一般的涨了不少，其中的几分功劳自然离不开林云逸，所以这格外的50万也算是小杨的小意思。林云逸也明了的笑了笑后，安然收下了这笔钱，随后便与张杰2人一起往医院中赶去。第59章特殊的小礼物。此时医院内一间看起来挺不错的高级病房中，
几位医护人员则是在里面弄着一些仪器之类的，而小杨则是在门外有些无聊的在来回踱步，想要从口袋里掏出电子烟搞2口时，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后，又将电子烟塞了回去。过了几分钟后，咔嚓，便见病房的房门被推开，看着有些憔悴的依依妈妈从病房中走了出来后，小杨上前笑了笑说道：“怎么样，陈大姐，这房间还算可以吧？”为了让依依可以安心的治病，小杨直接给她安排到了医院中最高档的住院病房内，里面的装修程度都差不多可以与星级酒店媲美了。听着小杨的话语，依依妈妈上前一步，用自己那布满皱纹的手握住了小杨的手，有些语无伦次道：“谢谢您啊，俺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能够让您这么帮助俺们啊！大恩人，您就是我陈家的大恩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啊！”说着，便见依依妈妈弯下腰准备跪下去时，小杨连忙将其拉了起来：“别，陈大姐千万别这样，帮助依依的是大伙，我可受不起您这一跪。而且我们大家也不求什么回报，依依能够好起来，健健康康的成长，就是对于每一个帮助依依的人的最大的回报了。好人啊，你们都是好人啊！”看着情绪有些激动的依依妈妈，小杨只能连忙继续安抚了起来。过了差不多10来分钟后，凌云一语，张杰也跟着小杨发的位置消息来到了依依的住院楼之中。看着不远处的小杨与依依妈，凌云逸笑了笑，上前打招呼道：“刘哥，阿姨。”听着声音看过去，情绪才刚刚稳定下来的依依妈妈见来人士，凌云逸后又一次激动地伸出双手：“小伙子，谢谢你啊，我替依依谢谢你，你也是我家的大恩人啊！”看着依依妈妈如此模样，凌云逸也只能连连点头，说了一套与小杨差不多的说辞。而小杨则是注意到了一旁凌云逸的姐姐：“哎，这位是……哦，这是我姐，这位就是刘哥，网上的那个歌友会就是刘哥组织的。”听着凌云逸的介绍，张杰与小杨两人也是互相打了个招呼，客套了几句。看着几人都站在门口聊后，依依妈妈便也开口说道：“哎，你们都进来坐会吧，里面大着呢，进去不打扰依依吧？”“不打扰。”“行，进去看看依依吧。”说着，一行人便进入了病房之中。“依依别玩了，起来看看是谁来看你了。”“谁啊？”只见依依抱着吉他爬到了床尾，伸出一个小脑袋往房门方向看了一眼后，眼里瞬间绽放出一抹喜意。“大哥哥！”看到来人是凌云逸后，依依便将手中的吉他放在了一旁，鞋子都顾不得穿上，就爬下了床，朝着凌云逸冲了过来。凌云逸见状后，便蹲下身子，瞪开双臂，迎着小跑过来的依依，将其抱了起来。看着两人脸上的那抹笑容，周围的张杰几人也纷纷跟着笑了起来。“嘿嘿嘿，等等大哥哥，我准备了一个小礼物要送你哦。”听着依依的话语，凌云逸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笑了笑说道：“什么小礼物呀？”“嘿嘿，等我拿过来，大哥哥就知道了。”将依依放下来后，便见依依跑到自己的床边，从枕头下面拿出一扽 A4 的画纸递给了凌云逸。看着依依送给自己的小礼物，凌云逸微微愣了一下，只见画纸上就简单无比的画着2个小人，虽然是火柴人的模样，但不难看出一个是自己，一个则是依依。而在2个小人周围则是贴满了红彤彤的小红花，这些小红花都是以前我上学老师给的，我把它摘了下来，做成了一幅画。大哥哥喜不喜欢啊？看着这份特殊的小礼物，凌云逸也是有点没想到，顿时感到心里也暖暖的。喜欢，怎么会不喜欢呢？谢谢依依。嘿嘿。接下来的时间，几人在房间内聊了一会天后，小杨便突然说道：“时间差不多了，等会咱们一块出去吃饭吧。吃完饭再去逛一逛商城，给依依买点东西怎么样？对了，小依有没有什么想去玩的地方啊？可以告诉叔叔哦。毕竟这几天在医院也什么事，与其天天闷在病房里，还不如带依依在魔都逛一逛。”“不知道哎。”看着依依也想不出什么地方后，凌云逸则是思索了一下说道：“要不这2天去迪士尼和海边看一看？我来魔都这2年都还没怎么好好玩过呢。”“迪士尼？海边？好耶好耶！”听到迪士尼3个字，依依眼睛仿佛充满了光芒一般。不过也能理解，什么林雪公主、迪士尼之类的，对于依依这种小孩确实充满了吸引力。对于海边的沙滩，依依也是期待不已。对于凌云逸的这个提议，小杨也赞同的点了点头。不过似乎又想到了什么，看着凌云逸有些犹豫的说道：“你没问题吧？”看着小杨的眼神，凌云逸耸了耸肩说道：“我没事，刚刚来之前找了一下医生，我的疗程要3、4天后才开始，这2天就去逛一逛吧，放松放松。”一旁的张杰闻言后刚想要说什么，便见凌云逸看着自己笑了笑说道：“走吧姐，这一起好好的几天呗，咱俩也有好几年没一起去哪玩过了吧？”看着凌云逸那副模样，张杰也只好点头笑道：“行，一起去逛一逛吧。”随后几人收拾了一下该带的东西后，便跟着小杨上了一辆库里南，往吃饭的地方驶去。PS 兄弟们，
回来的有点晚，抱歉，正在码了。为什么回来的晚呢？今天和女神表临了，她没同意也没拒绝，说要等她回去问一问她男朋友同不同意。我现在一边等女神消息，一边码字。第60章，前往迪士尼乐园。吃饭的地方，小杨选了一个很不错的高档餐厅，专门给依依点了一些容易消化、清淡不刺激又好吃的食物。简单的吃了点东西后，几人便又驾着车往商场赶去，准备给依依好好的挑几件衣服。虽然依依现在穿的衣服挺干净的，但看上去还是能一眼就看出来这些衣服有点年头了。今天一起出来一趟，再怎么说也得把依依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商城停车场下车后，林云逸发现小杨掏出了一个自拍杆出来。你要开直播啊？听着林云逸的话语，小杨摇了摇头说道：我这想开也不敢开啊，你和依依都在这，要是被水友知道了，那不得出乱子。我只是准备记录一下，弄个 vlog 给水友放一放，省得他们不放心。林云逸闻言后也是笑了笑，不过小杨的话倒给了自己一个提醒，等会去迪士尼的话，自己还得搞个墨镜帽子戴一戴，省得被认出来惹麻烦事。随后小杨便带着几人来到了一个看上去挺不错的童装店之中，带着依依走了进去。欢迎光临星号童装，需要推荐吗？只见一位前台小姐姐走了过来，面带微笑的问道：麻烦带这位小朋友看看最近的新款吧。听着小杨的话语，小姐姐看了一眼依依后顿时愣了一下，怎么感觉这个小朋友有点眼熟呢？虽然心中有疑惑，但人家毕竟是专业的，服务顾客才是现在自己该做的事情，于是便点了点头，微笑道：好呢，来这边看看吧，这排都是新款，很合适这位小妹妹呢。说着依依便被小姐姐带到了一个满是小裙子的衣架前，看着这琳琅满目漂漂亮亮的小裙子，依依也是高兴的不得了。但是面对着挂着的每一件裙子，依依都只是小心翼翼的打量着，没有伸手过去摸一摸或者什么。此时服务的小姐姐也捕捉到了依依眼神中的胆怯以及犹豫，于是便笑了笑后主动将衣架上的小裙子拿了下来。小妹妹，你可以上身试一试，看看喜欢什么颜色什么款式，我们这里很多的。在一旁的小杨也是直接说道：依依，你看上哪件了直接说，今天带你来就是要开开心心漂漂亮亮的。张杰也蹲下身子来，拿着裙子在依依身上比划着，这件怎么样，喜不喜欢啊？最后依依妈妈也说道：你自己看喜欢哪件吧，记得谢谢叔叔哦。叔叔？小杨？不过以小杨30多岁的年纪，确实承受得住这声叔叔了。依依闻言后转身看着小杨说道：谢谢胖叔叔。随后才一脸欣喜地接过这些小裙子，一件一件的去试衣间打扮着。胖叔叔？小杨闻言后愣了一下，随后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确实挺胖。过了一会后，便见依依穿着一件银色的有着淡金纹路的小裙子走了出来。哇，我们的依依真漂亮，现在就真像一个小公主了。依依还喜欢哪件，再去挑一件呗。听着小杨等人的话语，只见依依却摇了摇头说道：就要这件就行了，我已经很开心了。虽然依依这么说，但小杨还是多拿了2件好看的小裙子给打包了起来后，便悄悄地付了款。要不再逛一会呗？林云逸，你要不也去看一套？还有陈姐，依依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了，你也看看吧。听着小杨的话语，依依妈妈则是连连摇头拒绝了。林云逸则是转头看着张杰：姐，走呗，我给你挑一件漂漂亮亮的小裙子。听着林云逸的话语，张杰也是摇了摇头：我还穿什么小裙子？而且你的钱自己也有用，别乱花了。这可不行，小时候你就经常给我买东西，走走走。张杰也是没拗得过，林云逸只能点了点头接受了。最后张杰也是换了一件漂亮的裙子，林云逸则是买了一套休闲的服饰以及一副墨镜和帽子，然后又给依依买了一点好看的头饰后，才离开了这里，往迪士尼赶去。从商城到迪士尼乐园大概20多公里，小杨开着库里南花费了差不多30分钟才到达，主要是魔都的车实在太多了，只能慢慢开。等众人到达魔都迪士尼小镇的时候，也已经差不多快要1点了。虽然现在不是什么节假日，但在迪士尼小镇外等着排队进去玩的人也不少。小杨与林云逸都是戴了一副墨镜后才下的车，看着哪怕是中午也有不少人在排着队等着进去后，林云逸微微皱了皱眉头说道：淡季都有这么多人吗？这排队要排到什么时候？听着林云逸的话语，小杨神秘一笑说道：别急，你们先在车上等一会，既然来了，那我肯定得安排好了。几人闻言后也没多问，就在车上等待着。差不多又过了10分钟左右后，只见一个陌生男子来到小杨面前，与他打了个招呼后，便递了几支票给他就离开了。好嘞，走吧，依依等会胖叔叔帮你喝。林雪公主拍个照行不？林雪公主，好耶好耶。随后小杨等人就拿着刚刚朋友送来的至尊 VIP 门票，直接进入了快速通道。对此林云逸也是有点意外，要知道迪士尼的 VIP 门票可不便宜，
自己这5个人基本得上万了。进入迪士尼乐园后，几人便上了一辆观光车。由于小杨对于迪士尼也算是还熟，于是并没有找个导游来带路啥的。上了观光车后，小杨也是兴致勃勃地给众人介绍了起来。迪士尼乐园挺大的，一共有米奇大街、奇想花园、幻想花园、探险岛7大主题乐园。其实我们今天还来的有点晚了，这里一整天都玩不完。现在我们先去米奇大街看一看吧。坐了一段时间的观光车到达米奇大街园区后，小杨便带着林云逸、依依等人下了车，开始了迪士尼乐园之旅。坏了，女神男朋友他说喜欢我，准备约我们3个生活在一起。嗨嗨，开个玩笑。祝各位大大520快乐吧，单身贵族当我没说。第61章，依依快乐的一天。作为第一站米奇大街中最为吸引人的，无非是摇摆舞和花车巡游了。只不过来的时间晚了点，错过了米奇、唐老鸭等卡通人物的摇摆舞，但正好赶上了花车巡游。只见不远处，一群穿着童话人物服饰的工作人员，伴随着音乐蹦蹦跳跳的在大道上巡游着。看着这一幕，依依挥舞着小手，兴奋地说道：“公主，那是林雪公主吗？哎，后面还有小松鼠、小矮人哎！这个世界的魔都迪士尼乐园似乎比起前世的还要丰富几分，在花车巡游中还能看到不少童话公主的扮演。”看着依依那副踮着脚尖勾着头的样子，林云逸捏了捏依依小脸蛋，笑了笑说道：“来依，哥哥抱着你看。”一旁的小杨听着林云逸的话语，摆了摆手说道：“哎呦，你这身影也不好，还是让我来吧。小依，胖叔叔带你飞高高喽。”说着，小杨便蹲下身来，直接将依依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站了起来。无飞高高，哈哈哈哈！看着依依那开心无比的模样，林云逸等人的脸上也是洋溢着笑容。在看完花车巡演后，小杨又带着几人去玩了爱丽丝梦游仙境迷宫、胡迪牛仔嘉年华等等一些不是很刺激的项目。游玩项目玩累了，众人便又一路闲逛到探险岛之中。哎，那里有小船哎！听着依依的惊呼声，林云逸等人纷纷往一旁看去。只见在一个片小海湾内停着数条独木舟，在一旁的牌匾上还写着“拍探险家独木舟”几个字。哎，这是可以划船了吗？上次我来还没这个项目。小杨自顾自地嘀咕了一句后，便又看着依依笑着询问道：“怎么，依依想要去划船吗？”只见依依闻言后低着头思索了一下，摇头道：“算了吧，又不是电视上的那种大船。”听着依依那有些失望语气，小杨揉了揉他的脑袋，笑道：“哈哈，你说的大船明天去海边可以看到哦。这小船想玩的话，一起去体验体验呗。我也还没玩过这个项目呢。”林云逸见状后也点了点头说道：“我觉得行，走这么半天大伙也累了，一边坐船一边休息一会吧。毕竟从中午1点玩到现在快6、7点了，虽然大家在这里玩得很开心，但是累也是真的累。”于是几人也都纷纷点头赞同这个提议，准备划船游玩一番。随后小杨便去包了一艘恰好能够容纳7、8个人的独木船，给依依穿好救生衣后，便与一位专业的项目指导人员一起上了船。无划小船船喽！看着开心不已的依依，小杨则是坐上船就一手举着自拍杆，一手揉着自己的脚踝，摇头叹道：“哎，还是坐着舒服，走这么久我脚都要断了。”然而就在小杨等人以为可以坐船休息一会时，突然便看到了还在岸上的工作人员拿着几把船桨走了过来。看到这一幕的小杨愣了一下，随后心里便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这位大哥，这船桨是干什么的？听着小杨的话语，工作人员则是笑了笑说道：“我们这个项目呢叫探险家独木舟，为了让大家体验体验1000年前世界各地部落的原住居民们是怎么用树干、芦苇或兽皮制成的独木舟在水面上行驶捕猎的。同时我们也鼓励大家的探险精神，您可以按照自己的速度，靠自己的力量划航船只，近距离欣赏宝藏湾与探险岛2大主题乐园内的壮丽景观。”听着工作人员的话语，小杨只感觉脑中嗡嗡嗡的，这么多话自己只听明淋了一句，那就是这尼玛不是电动船，是纯手动荡啊！好，请各位坐稳后互相传递一下船桨，准备起航了。工作人员还没等小杨说话，就见他站在船尾，用自己的大船桨抵着岸边，一使劲便顺着水流将独木舟推了出去。哈哈哈哈！划船楼至，一起划船了。看着坐在林云逸一旁快乐无比的依依，小杨则是拿着自拍杆对着镜头一脸绝望地说道：“兄弟们，我今天哪是来玩的，分明就是来减肥的呀！太难了。”一旁的林云逸见小杨如此模样，于是便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也行了，划船总比走路稍微轻松一点吧，起码可以坐着。”也是，虽然说是说累，但其实绝大部分的动力都是来自于在船尾卖力划船的工作人员。林云逸几人只用体验划船的乐趣就行。由于依依也是第一次坐船，一开始感受着那细微的颠簸，他还有点害怕。不过在林云逸、小杨等人的陪伴下，他也很快就放松了下来，感受着微风，看着船只划开的波澜，摇晃着小脑袋，轻轻地唱了起来：“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听着依依的歌声，几人笑了笑后，也跟着依依一起唱了起来。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城堡、灵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由于这个世界文化与前世也是有一部分重合的，所以对于大家都会唱这首歌。林云逸也不奇怪，于是伴随着优美的歌声，一行人坐着独木舟，慢慢地往乐园深处驶去。哇，那是城堡吗？划船划了有一会后，依依的惊呼忽然从前方传来。林云逸几人远远地看过去，便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座欧式的小城堡出现在众人眼前。虽然谈不上十分的巨大宏伟，但是这个城堡却格外的漂亮，如果真的是从动画世界中搬出来的一样。来过迪士尼，小杨笑了笑说道：“那就是最终的目的地——梦幻城堡了。对了，今天好像还有烟花秀，应该是8点开始吧？哎，还能看烟花吗？”听到烟花2个字的依依双眼顿时在发亮，小杨见状后也是点了点头。呢，走吧，现在时间也不晚了，等我们走过去，应该恰好能看到。第62章，小镇驻唱。晚上8点整，天色也渐渐暗淡了下来，噼里啪啦，轰隆隆，伴随着一阵阵巨响，五颜六色的烟花顿时在迪士尼的城堡上空绽放开来，七彩色的光芒照映的整个城堡也都变成了彩色，看起来真的宛如在童话世界一般。来，茄子，依依笑一个。林云逸，你和你姐姐不拍一凳。来来来，大家一起合个影。在那绚丽无比的烟花绽放时，林云逸等人也纷纷拿出了手机，站在烟花下、城堡前，记录下了这美丽无比的一刻。今天开心不？依依，当然开心啦，谢谢胖叔叔，还有大哥哥陪我玩，还有妈妈。烟花结束后，今天的行程也步入了尾声。看着依依那副幸福开心的模样，大家也都感到内心十分的开心与放松。也许这就是童话的魅力所在，无论内心有什么烦心事，但你迈入这童话世界的这一刻，心中的烦恼宛如被魔法抹除了一般，剩下的只有快乐与开心。对了，明天去海边玩，依依想要玩点什么不？听着小杨的话语，依依歪着脑袋想了想说道：游泳。我一直都很想去海边游泳，但一直都在医院，没机会去。这时依依的妈妈在一旁有些无奈地说道：海边风浪大，依依又喜欢游泳玩水，以她的身体情况，我也不敢带她去啊。听着依依的妈妈的话语，小杨也吸了一口气，点头说道：死也对啊，这几天海边风正大着呢，而且还要游泳啊，这可不行哦。依依，如果你真想去海边游泳的话，我们可以等你病好了再去哦。说完这句话后，依依依旧是懂事，点了点头说道：没关系的，能够看一看大海，我也就很满足了。看着小依依那期待的眼神，林云逸也是笑了笑问道：看来依依很喜欢大海啊，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大海呢？只见依依想了一会后回答道：因为大海很大很美，而且生活在里面的鱼儿都自由自在的，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而且还没有烦恼。我经常在想，如果我能变成一条自由自在的小鱼就好了。看着似乎在幻想自己已经变成了小鱼的依依，林云逸摸了摸她的头，温柔地说道：没事，等你病好了，我们一定会陪你去大海好好玩一玩的。一旁的小杨也点头说道：潜水可能潜不了，不过我知道的好地方，那里的潜水区也有很多小鱼哦。想看大鱼的话，海洋馆里面有，不过最近那边好像还在开放，别的去不了。不过可以等你病好了，我带你去海洋馆里面看大金鱼。大金鱼？真的？真的？胖叔叔说话一言九鼎。拉够，拉够，拉完够。几人正准备顺着迪士尼小镇的小路往迪士尼乐园外走出去时，突然依依的注意力便被不远处传来的一阵阵优美的音乐声吸引了注意力。哎，那边有人好像在唱歌哎。此时不仅仅是依依，林云逸几人也都听到不远处似乎有人在唱歌。而林云逸也知道依依对音乐很感兴趣，看了看距离闭园时间也还有半个多小时后，便看着小杨说道：过去看一看。走呗。随后几人便顺着歌声传来的方向走了3分钟左右的路程后，便看到2男1女在一块空地上正在唱歌，男的则是负责键盘与吉他，女的似乎是主唱。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点人都累了，还是因为他们唱的是英文歌的原因，并没有多少人在围观。经过的路人也都只是驻足看个几秒后，便又离开了这里。不过即使是听不懂的英文歌，依依还是一脸饶有兴趣的跟着节奏挥舞着自己的小手。那个女主唱也是注意到了依依这个小观众，也眨了眨眼睛与之互动着。过了3分钟，一首歌唱完后，这个女主唱竟然来到了几人的面前，微笑看依依着，用一口还算流利的中文说道：哈罗，小朋友你好啊。你好姐姐。依依也是很有礼貌的回答道：真可爱。小朋友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呀？免费点歌哦。听着主唱小姐姐的话语，依依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后摇了摇头说道：不知道。不知道。那你喜欢那位歌手的歌呢？中文歌我也会唱哦。这次依依并没有犹豫，而是在小姐姐那诧异的眼神下指了指一旁看戏的林云逸。喜欢吗？我最喜欢听大哥哥的歌。你也会唱大哥哥的歌吗？
听着依依的话语，外国小姐姐看向那戴着鸭舌帽的林云逸，愣了一秒。大哥哥的歌应该是喜欢听他唱歌吧？想着，外国小姐姐便很就快反应了过来，走到林云逸面前，微微一笑说道：“哈喽，我叫丽莎，我们是在这里驻唱的一个小乐队，你有兴趣来一首吗？”其实丽莎喊林云逸来互动也是有目的的，为了就是吸引一点游客过来看看，毕竟自己这种没观众干唱也挺没意思的，拉个龙国人过来活跃一下气氛，说不会好一点。听着丽莎的话语，小杨则是双眼瞬间发亮，有些期待的看着林云逸。之前都是在直播间听他唱歌，今天似乎有机会听一听现场哦。而有些犹豫的林云逸看了看小杨与小依依那期待的小眼神后，也是摇头一笑：“行吧，我不打扰你们吧？”“哦，怎么会打扰呢？我们很欢迎的。需要伴奏吗？”听着丽莎的话语，林云逸则是摇了摇头说道：“借我一把吉他就行，麻烦了。”“OK， 没问题。PS， 这样切入唱歌感觉有点尬吧？要不要给系统加点东西？比如触发奖励任务，宿主唱歌奖励星号，毕竟还是文娱要多唱歌，没个系统的强制任务有时候不好切入，不知各位怎么看？”“我觉得行，小声 BB。”第63章迪士尼之中的童话镇。在林云逸准备的时候，小杨早就拿着自拍杆找好了角度，准备好了拍摄。依依也是一脸期待的蹲在了林云逸面前看着他，看着几人的动作，林云逸微微一笑后便深吸一口气。下一秒，一阵听起悠扬而又轻松的口哨声，伴随着吉他那特有的音色缓缓传出。听着这轻快欢乐的前奏，小杨眉毛轻轻挑了一下，这又换风格了吗？而在林云逸周围的丽萨等人听到这抓耳又独特的前奏后，也是微微一惊。Oh my god， 这口哨吹得好好听啊！确实让人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就在几人小声议论的时候，林云逸那优美的歌声缓缓传了过来。听说林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风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林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这次林云逸的嗓音并不沙哑，也不低沉，反而给人有一种空灵奇幻的色彩在里面，听起来婉转而又动听无比。而且在他的歌声之中，似乎还充满了魔力一般，令人产生了无数的遐想。林雪公主、小红帽、大灰狼等等，这些不都是童话故事里的人物吗？伴随着林云逸那优美的歌声，这些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如同幻灯片一般，在众人的脑海之中不断的闪过，并且还将这些画面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一个充满美丽梦幻般的童话小镇。风帽与爱丽丝之间那令人感到温暖的深厚感情，丑小鸭变成林天鹅的励志故事，种种美好的画面令人感到沉静迷恋。我的天奶，他唱的是格林童话吗？没想到这么多童话融合在一起写出的歌曲竟然如此美丽。对啊，我来龙国这么久，怎么没听过这首歌呢？精彩，太精彩了！就在丽萨他们为林云逸的歌声而感到惊艳的时候，林云逸的副歌部分也悄然到来。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邓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入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婉转轻灵优美无比的歌声回荡在众人的耳边，好听，太好听了。副歌响起的一瞬间，众人都感到头皮一阵发麻，没有什么能够形容的，就是好听。而此刻，不少准备离开迪士尼乐园的游客们在经过这里时，听到这动人无比的歌声后，纷纷愣了一下，随后便纷纷顺着歌声来到了这里，有几分好奇欣喜地看着不远处那正在唱歌的林云逸。哎，迪士尼什么时候有卖唱的了？他唱的这首歌是什么歌？有点好听啊，怎么？确实挺好听的，会不会是迪士尼乐园新出什么活动，比如推广曲、主题曲之类的？不过这首歌听得好治愈，好轻松啊，感觉玩了一天突然就不累了。我也是这种感觉。看着不少路人都纷纷围了过来后，小杨还以为是不是自己等人被认出来了，被吓了一跳。不过等他转过头后才发现，这些围观的路人看都没看自己这边一眼，都只是围在四周安安静静的来听歌后才放下心来。不过这也正常，无论是自己还是林云逸又或者是依依，虽然可能在网络上很火，但在现实中其实没多少人会真的去仔仔细细的观察每一个人，除非自己做一些吸引人目光的事情。至于林云逸呢，由于他脸上戴着一副大墨镜，也没人会意识到在唱歌的那个人就是林云逸。虽然在晚上8点戴墨镜可能会很滑稽，但这里是迪士尼啊，哪怕你红内裤穿外面都没人会觉得奇怪。此时林云逸还在用自己的歌声讲述着童话故事中发生的一幕幕。听说睡美人被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睡美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抹成了眼影，投进泡沫的怀抱。由于这里是迪士尼，
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童话魔幻色彩的快乐之地，如今再配合上林云逸的歌声，围观的路人们都很容易就带入了进去。伴随着林云逸这显得欢快而又轻松的歌声，不少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自发地举起了双手，跟随着歌曲的律动所摇晃着。就连依依也是乐呵呵地傻笑着，摇晃着自己的小脑袋。而听到这里后，丽萨身后的2位键盘手与鼓手也按耐不住了，纷纷来到了林云逸的身旁，根据着林云逸这首歌的和弦，为那单一的吉他伴奏加上了花。有了键盘与鼓点的加持下，整首歌的旋律更加充满了律动感与层次感。听着身旁传来的动静，林云逸稍微顿了一下，转头与2位外国人微微点头示意了一下后，便唱起了最后的副歌。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邓气息。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梦幻的河，分隔了理想，分隔现实，又在前方的山口汇合，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入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啊啊呜啊！此时此刻，正在轻轻哼唱着的林云逸看着四周围观的人们都微笑着举着手机，打开闪光灯，仿佛一片闪亮的星云一般在眼前轻轻摇晃着。由于林云逸也是第一次体验有这么多人在围观自己唱歌，看着人们在闪光下的那一抹笑容，不知为何，林云逸顿时感到自己心里有点别样的触动，有种莫名的成就感，还有种暖暖的治愈感。PS 歌曲童话镇原创暗杠，别的版本也有唱得很不错的，自行推荐。今天状态不行，欠一张。第64章，这是第64章。很快，一曲唱完后，在附近围观的这好几十位路人纷纷鼓起了掌声。好，这首歌可以啊，再来一个，来一个。看着为自己鼓掌的众人，林云逸微笑着摇了摇头后，便将手中的吉他还给了丽莎。谢谢，打扰你们了。哦，这怎么能说打扰呢？能够听到这么优美的歌声是我的幸运。能不能告诉我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字？看着丽莎那好奇的眼睛，林云逸也是如实说道。这首歌叫《童话镇》。童话镇吗？听着这首歌的歌名，丽莎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行了，我们就不打扰你们唱歌了，拜拜。说着，林云逸便抱起了依依，小杨则是在前面开路挤出人群之中，带着众人离开了这里。哎，怎么就走了？这是不唱了吗？我怎么感觉刚刚那伙人有点眼熟啊？看着还在议论林云逸他们的路人们，丽莎则是眼睛微微一眯，招了招手，开口说道：“哈喽，大家要是还想听歌的话，可以在这里点歌哦，中英文都可以哦。还能点歌吗？随便来一个好听一点的吧。来一个，来一个。由于现在距离迪士尼关闭的时间还有一会，这些路人玩了一天，也稍微有些疲惫了，在这里听听歌也不错。于是不少人便直接就地而坐，听着丽莎他们乐队的音乐放松了起来。而此时，林云逸等人也出了迪士尼，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今天玩的高兴吧？高兴。小杨话语刚落，就见依依开心无比的在后排欢呼道。通过后车镜看着依依那可爱的模样，小杨也是乐呵呵的笑道：“开心就好，只是可惜了，海边目前是不能去了。”在经过一阵商议后，带依依去海边玩的计划算是搁置了，毕竟去海边就避免不了在海滩上玩，以依依现在的身体状况，如果吹吹海风着凉感冒的话，那就得不偿失了。听着小杨的话语，依依则是有些情绪低落的说了一句：“对不起。”他也明林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耽搁了去海边游玩的计划。看着依依那副似乎有些自责的模样，坐在后排的张杰则是温柔的安慰道：“没事的依依，海边我们什么时候都能去玩呀，又不用急这几天，等你身体养好了，大伙一定会陪你去的。”没错，我都和你拉过钩了，还能骗你吗？听着众人安慰的话语，依依则是摇了摇嘴唇，低着头小声的说道：“可我怕以后就没机会了。”听到依依的这句话后，林云逸几人突然愣了一下，就连依依的妈妈都恍神了一下。对啊，虽然说现在已经解决了依依治疗费的问题，但最为根本的也是最为致命的难点还没解决。骨髓。自依依的事情曝光在互联网上，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4天了。虽然说在网上传的是沸沸扬扬，可至今都没找到与依依匹配的骨髓。而且小杨等人似乎还忽视了一点，别看现在网上不少人好心人都说想要帮助依依，愿意帮她寻找合适的骨髓，那是因为他们的骨髓不匹配，不需要自己去捐献。如果真涉及到自己真要去抽取骨髓进行捐献，哪怕是有偿的，信还是会有不少人犹豫的。此时此刻，车内原本轻松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凝重了起来。看着依依那副模样，张杰想要说点什么安慰的话，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见气氛一下子低落下来后，小杨只好连忙说道：“哎呦，你们也别往坏处想啊，这不才过去几天吗？骨髓抽取、检测型号不也得需要时间吗？说不定明天就有消息了呢。都放心一点，只要有骨髓的消息，医院这边就会立马收到，到时候可以直接安排手术。”
依依呢，你只用安安心心的养身体，等着病好了，我们一起去海边玩好不好？而依依看着大伙因为自己的一句话，情绪突然变了后，便歪着脑袋笑着说道：其实也没关系啦，能够认识大哥哥、胖叔叔，我已经很开心了。大哥哥送我了一首歌，胖叔叔带我去迪士尼玩，我觉得我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朋友了。谢谢你们。说着，依依身体微微前倾，轻轻的在林云逸与小杨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只见小杨摸了摸被依依亲的地方，也笑了笑说道：行了，先不说这个了，你们明天还有什么安排不？想不想再去哪里看一看？听着小杨的话语，依依妈妈抱着依依摇头说道：今天能够让依依这么开心的过一天，已经很谢谢你了。后面的时间我和依依就留在医院等着吧。林云逸则是看着小杨突然开口说道：我明天倒是有个事，可能得麻烦你一下。什么事？你说。随后林云逸便将自己准备去录音棚录歌的事情告诉了小杨。听着林云逸的计划后，小杨则是皱了皱眉头说道：你一下子录这么多歌，顶得住吗？这是等你身体好些再弄不行吗？在后排的张杰也是担忧的劝阻了起来。对此林云逸只是摇了摇头说道：我心里有数的，录一录歌又不是跑马拉松，不会影响什么的。见林云逸都这么说了，小杨也便不再多说什么了，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随后向林云逸、依依几人送回到医院之中后，小杨便也就回家去了。时间来到第二天一大早，林云逸便被李主任喊了过去。医生办公室中，林云逸是吧？根据你这个病情来看，我们这边准备先给你化疗4个疗程看看效果，每个疗程呢差不多是4周一次，一次基本是3到5天左右。按照你这边的要求，给你用的药物都是最好的，再算上其他一下费用，所以一个周期下来差不多10万左右。如果你这边确定了的话，就在这里签个字，明天就可以开始第1个疗程了。第65章薛之谦的邀请。听着李主任的话语，在林云逸一旁的张杰犹豫了一下后开口问道：医生，我想请问一下，4个疗程下来，我弟弟他大概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状况？有没有机会？虽然张杰话没说完，但李主任也还是明他是想问什么。只见李主任沉思了一小会后看向林云逸说道：其实化疗的作用就是可以帮助你消除一些病变细胞，但是你要清楚，这东西不是消灭了就不会继续扩散病变。我只能说化疗对你的病情肯定是有效果的，但这个效果能够发挥到哪一步，这我不太好说。但如果化疗效果非常不错，能够让你脑中的那一块肿瘤范围缩小点的话，再选择手术，说不定有完全摘除的机会。所以说我希望你心态放平，毕竟患者心情是会影响病情的，心情舒畅会对自身疾病恢复有益，说不定经过化疗后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呢。虽然说是这么说，但是张杰也明林医生口中所谓效果非常不错，应该只是一个小概率的问题。而见李主任这样说后，林云逸则皱了皱眉头问道：医生啊，化疗期间一定要留在医院吗？或者说着有没有那种可以比拟化疗作用的药物？听着林云逸的话语，李主任摇了摇头说道：这个得看化疗后你的身体情况，如果不错的话，自然不用一直待在这里。至于你说的那种药物的话，目前还没有，毕竟化疗只是一系列治疗手段的统称。听到这里后，林云逸也只能点头说道：我知道了，谢谢您。在这签字是吧？是的。随后李主任又说了一些有关于化疗需要注意的事项后，林云逸与张杰也就离开了办公室。姐，你也听到了吧？其实也没你想的这么糟糕，还有机会的不是吗？所以你也不用这样陪着我，而且你有你的生活，我也有我自己的一个规划吧。回到病房中，林云逸又开始劝起了张杰。张杰也知道林云逸是什么意思，但是还是有点放不下心了，只能说等这次化疗之后再说。就在两人议论的时候，突然病房外传来一阵敲门声，咚咚咚。您好，林云逸是在这里吗？有人吗？谁啊？张杰听到动静后便直接走过去开门，林云逸则是眉头微微一皱，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呢？咔嚓，张杰打开房门后，便见一位戴着一副黑口罩、黑墨镜的男子，一手拿着一束花，另外一只手还提着一个果篮出现在自己眼前。你是？看着这位打扮有些怪异的男人，张杰眼里闪过一丝疑惑。别紧瞪，我是林云逸的朋友。请问林云逸是在这里吗？张杰犹豫了一下后还是点了点头说道：是的，林云逸，你朋友来看你了。此时听着门口动静的林云逸也有些疑惑，朋友？在魔都自己也没什么朋友吧，小杨应该算一个了。就在林云逸疑惑的时候，便见男子走了进来后，将卡在脸上的墨镜摘了下来，看着林云逸笑道：没打扰你休息吧？薛老师？看着来人居然是薛之谦后，林云逸也是有点没想到，就连一旁的
张杰得知来人居然是薛之谦后，也愣了一下，不过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这你先坐一会，我给你倒杯水，你们聊。说着便跑去病房外找水杯去了。林云逸则是有些诧异的看着薛之谦询问道：“薛老师，你怎么来了？”只见薛之谦将手中的果篮放下后，笑了笑说道：“我听刘谋说你和依依都在这里住院，就过来看一看。”“哦，你去看过依依了？”提到依依后，薛之谦叹了一口气说道：“看了，是个很可爱的小姑娘，只是听说现在还没骨髓的消息是吧？”听着薛之谦的话语，林云逸也是点了点头，叹了一口气：“可能大家知道的时间太短了，还没找到吧？”薛之谦闻言后，则是拍了拍他的肩说道：“你该做的也都做了，接下来就看老天爷吧。对了，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到什么程度了？”问林云逸的时候，可以看出薛之谦眼里的担忧与一丝惋惜。毕竟在得知林云逸是这么优秀的一位音乐人，居然会患上癌症，谁不为之感到惋惜呢？我吗？还行，一时半会挂不了。林云逸耸了耸肩，打趣了一句。看着林云逸的这副样子，薛之谦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说道：“还行就好。我来看看你，就是怕你自己有心结，想不开。毕竟听你一开始唱的那2首歌真的是太压抑了，我当时就可以想象到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绪下写出来、唱出来的。不过在前几天听你唱那首《山海》，我想你也是压了好久了吧？”听着薛之谦的话语，林云逸也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毕竟薛之谦身为一个创作型歌手，自然能够听出自己在唱歌时的一切情绪。随后两人又你一句我一句的闲聊了起来。虽然是在闲聊，但林云逸却隐隐约约猜测到薛之谦来这里应该不仅仅是来看自己或者是依依，应该还有别的事情吧。果然在两人聊了5、6分钟后，薛之谦突然问道：“对了，林云逸，有件事不知道方不方便说？”看着薛之谦那副想说又不好说的样子，林云逸则是笑了笑说道：“薛老师，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只见薛之谦摸了摸鼻子，犹豫了一会后才说道：“我这最近在魔都有个演唱会要开嘛，然后在得知依依的事情后，我想把这个演唱会弄成公益演唱会，为类似于依依这样的孩子又或者是患者发声，尽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力吧。不过就是我的歌可能有点不太适合，所以我想能不能邀请你来作为我这场演唱会的嘉宾来唱几首。”第66章行走的 CD 公益演唱会。听着薛之谦来找自己的目的后，林云逸微微愣了一下，看着没有说话的林云逸，薛之谦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说道：“我也知道我这个请求很冒昧，但是我觉得你的那几首歌是非常充满力量、充满意义的，我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的听到你的声音，所以我这边也是思考了好久才来找你的。不过决定权还是在你手中。”看着薛之谦那副认真无比的样子，林云逸则是摇了摇头说道：“抱歉啊，薛老师，我这边的治疗明天也要开始了，可能没这个时间。所以……”听着林云逸的话，薛之谦叹了一口气，摇点了点头说道：“不用抱歉，能够理解，我也只是尝试一下。”看着薛之谦那有点遗憾的表情，林云逸则是突然说道：“薛老师觉得我哪首歌不错的话，可以你自己唱啊，不过得加钱。”听着林云逸那开玩笑的语气后，薛之谦也是笑了笑后摇头说道：“有些歌再怎么翻唱也很难唱出歌曲本身的味道，你的歌只能是你的，也只有你才能唱出其原本的味道来。算了，不说这个了，你也得好好养病才行，我就不打扰你了。”说着薛之谦正准备起身离开这里的时，才刚刚走出房门，就看到小杨也走了进来。“哎，薛老师你也在啊？哦，朴老师是吧？你好你好。”由于薛之谦与小杨也算是初次在现实里见面，两人便在门口寒暄了起来。“你也是来看林云逸吗？”薛之谦随口问了一句。小杨闻言后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说道：“差不多吧。这不，林云逸他准备去录歌发歌了吗？我恰好认识一个还行的录音棚，准备带他过去试一试。录歌呀。”薛之谦见状看了看里面的林云逸，又看了看小杨，思索了一下说道：“录歌这事我熟啊，直接去我那里弄就行啊，我那个录音棚挺不错的，还不用你们再花一笔钱，而且我这录完了就可以直接把音源做出来了，也不用等个几天什么的，这不麻烦吧？录个歌而已，可能也就修修调调之类的，不麻烦。”听着薛之谦的话语，小杨转念一想，也对，薛之谦对于这方面不比自己了解，于是小杨便进句语。林云逸商量了一下，最终决定还是听薛之谦的吧。随后三人便往薛之谦在魔都的工作室赶去。2个小时后，薛之谦的工作室之中，一杯敬明天，致一杯敬过往，支撑我的身体，厚重了肩膀。虽然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只见录音室外，薛之谦看着正在录音室内录制消愁的林云逸，眼中充满了震撼。小杨也是长大嘴巴，显得十分的惊讶。整整7首歌下来，林云逸居然一个音都没走，一个调都没跑，
从头到尾都顺畅无比，没有一丝一毫的失误出现。坐在调音设备前的薛之谦，双手连纠音的音轨都没碰一下，需要自己弄的仅仅只是加一点混响，或者是协调一下伴奏与人声的音量就行。这样的现场唱功，属实的顶级了。也许有人说，唱歌不跑调不是一个歌手的基本素养吗？其实，在圈子内，不知道有多少歌手现场与录音版完全是两个版本，那跑调跑的呀，不加电音都没法听的那种。录完4首歌后，林云逸从录音室中走了出来，看着薛之谦问道：“怎么样，薛老师，有哪首需要重新录一遍不？”听着林云逸的话语，薛之谦毫不吝啬地赞叹道：“说实话，我都可以说你是行走的 CD 了，唱的简直太完美了。不过我觉得伴奏有几个地方可以再稍微的动一动，就微调一下可能会更好。现在不急，先休息一会再弄吧。”听到薛之谦这样说后，林云逸也没拒绝，毕竟人家的音乐素养还是很顶级的。既然说有需要微调的地方，那肯定得再弄一弄。接下来两人稍微歇息了一会，吃了个午饭后，林云逸与薛之谦两人便直接沉浸在了音乐的乐海里面。而一旁的小杨也没有觉得无论，反而觉得很新奇，也在一旁兴致勃勃地看了起来。几人就这样一直在录音室待到了晚上，才有些疲惫地从中退了出来。啧，林云逸，我是真佩服你，我都没想到那个和弦竟然可以这样走，太厉害了。听着薛之谦的夸赞，林云逸也是谦虚地摆了摆手。有一说一，这种一头扎进录音室里搞音乐的体验，林云逸还是非常享受的。那一刻周围似乎只剩下音乐，没有其他。看着还在讨论音乐的两人，小杨有些无奈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道：“弄完了吗？等会要不去整点烧烤吃吃？”“行啊，我知道有一家挺不错的。”这时薛之谦也感到有些饿了，于是便点了点头赞同道。林云逸则是摇了摇头拒绝道：“我这明天要开始治疗了，不太能吃这些东西。虽然说化疗没什么忌口的，但因为自己的病情为肿瘤类，烧烤这些东西还是不吃为好。这样啊，那我们去吃清淡一点吧。”“行。”小杨点了点头，正准备拿出手机找一家还不错的餐厅时，突然依依的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过来。“喂，刘姐吗？是有什么事吗？”只见小杨接起电话问了一句后，下一秒便见小杨脸色的神情突然凝重了起来，有些仓促地问道：“是什么？依依怎么了？”“刘大姐，你别慌，慢慢说。”第67章，带你去看海。20分钟后，魔都医院，小杨与林云逸两人慌慌瞪瞪地赶到了依依的病房之中。薛之谦因为不太方便，所以就没有跟过来。此时此刻，只见躺在病床上的依依微闭着双眸，面庞显得有些苍林，呼吸也变得有点急促而沉重，手上还打着点滴。依依妈妈则是在一旁用手死死地握着依依的另一只手，眼眶通红无比。看着病床上的依依，林云逸瞳孔猛地一沉，昨天都还好好的，怎么今天一下子就突然这样了？大姐，依依这是怎么了？小杨也是来到依依妈妈身旁，一边细声安抚着依依妈妈，一边询问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看到到来病房的两人，依依妈妈悲痛地摇着头，哽咽无比地说道：“就在昨晚，依依她突然开始发起了高烧，但吃了点退烧药也就没烧了。可是今天下午她又开始发烧，怎么吃药也退不下去，然后还有出血的症状。刚刚医生来看了一转，给她输了液才好一点。”看着依依妈妈眼神里的恐惧与失措，小杨也是心里一沉，急忙问道：“那这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医生呢？医生都去哪了？”“我也不知道，医生给依依抽了点血，就忙着去检查了。”说完后，病房中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凝固了起来，谁都没预料到事情会变成如今这样。就在林云逸等人都陷入了沉默，不知道该说什么时，病房外一位护士突然敲了敲门进来，小声说道：“打扰一下，麻烦陈依依的家属出来一趟。”听着护士的呼唤，几人相对视了一眼后，小杨看着状态不是很好的依依妈妈说道：“大姐，你就陪着依依吧，我去问问医生现在是什么情况。”“我没事的。”只见依依妈妈摇了摇头后，便要扶着床边站了起来，有些焦急地往门口走去。小杨看到这一幕，也只好连忙起身追了出去。“林云逸，你就别跑了，在这里休息休息，顺便看一下依依。”听着小杨的话语，林云逸看了一眼躺在病床上睡着了的依依，想了想，便搬了一个椅子坐在了依依身旁。只见依依眉头微蹙，病魔的折磨使她丧失了往日的活力。“妈妈，我疼。”听着依依那无意识的呼喊，林云逸眼底带着一丝柔意，用自己的双手轻轻的按摩揉捏着她的身躯。依依似乎感受到了什么，眼皮颤了颤后，有些费力的睁开了双眼。大哥哥。看着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林云逸，依依眼底闪过轻微的差色，随后便又有一抹笑意浮了上来。见依依醒过来后，林云逸轻声说道：“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难受？”听着林云逸的细语，依依摇了摇头说道：“我没事的。”“哎，妈妈呢？妈妈去哪了？”依依打量着四周，不见自己妈妈后，有些担忧地问道。
别担心，你妈妈与胖叔有事出去了，一会就回来了。依依闻言后，眼底的光微微暗淡了一些，有些低落的说道：是因为我吗？对不起啊，大哥哥，我让你们担心了。听着依依的话语，林云逸摸了摸依依的额头，安慰道：没事的，依依，你困的话再睡一会，我在这里陪着你的。只见依依摇了摇头后，便再没有说话，而是将头转向一边，看向了窗外发着呆。过了好一会后，依依有才转过头来看着林云逸，小声说道：大哥哥，我是不是没机会和你们一起去看海了？说这句话时，依依那长长的睫毛遮盖住了他眼底的失落。林云逸闻言顿时感到自己的心颤了一颤，随后便连忙摇了摇头后，嘴角扯了扯，挤出一个笑容说道：怎么会呢？依依啊，你别乱想，好好养身体就行了，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听着林云逸安慰的话语，依依并没有吭声，而是躺在病床上看着上方的天花板，嘴角微微浮现出一个笑容。大哥哥，我能不能再听一听你唱歌？面对依依的请求，林云逸自然不会拒绝。行啊，你想听什么歌？送你一朵小红花好不好啊？只见依依眼底闪过一丝狡黠，摇了摇头说道：我想听没听过的。我怕以后就没机会听大哥哥唱歌了。看着依依这副模样，林云逸攥紧拳头，想说点什么话，但不知道怎么说，只能绷着双眼，用自己的双手握着依依那显得有些冰凉的手，点了点头。思索了几分钟后，便见林云逸看着依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用那轻柔无比的声音慢慢哼唱道：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听着林云逸那纯净自然、温柔无比而又优美的歌声，依依的嘴角也微微扬了起来，闭上了双眼。在这一刻，他仿佛感受到了自己与林云逸一起来到了海边，感受着海浪拍打着自己的脚底，感受到了那轻柔的微风吹拂着自己的脸庞。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听着林云逸的歌声，依依已然完全沉浸了进去，似乎歌词中的一切都呈现在了自己的眼前，自己身临其境般来到了那向往的大海之中，看到了那么的唯美，那么的充满画意的一幕。歌词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出来的娇柔造作，如同水出芙蓉，天然雕饰一般，一词一句都美到了极致。此时看着病床上依依的那副神情，林云逸的情绪也有些不受控制了起来，眼眶变得微红，紧紧地握着依依的小手，声音也变得带有了几分颤抖。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进天空的海底。 PS 这不会刀依依的，这要刀了属实是为了刀了。第68章都会好起来的。与此同时，医生办公室内，负责依依这边的主治医生看着神情严肃无比的小杨与依依妈妈后，深吸一口气说道：你们也不用这么紧瞪，依依下午所出现的情况并不代表她已经到了那一步了，发热和出血都属于淋血病的一些并发症。听着医生的话语，小杨也算是松了一口气。刚刚听到医生说让依依家属来一趟，还以为是不是要下达病危通知书了。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骨髓的事情还没着落吗？小杨有些着急地问道。只见主治医师闻言后顿了顿，看着两人说道：依依现在的情况只能说还没到那一步，至于骨髓的话，是我通知你们晚了点，骨髓已经联系到了捐献者了，现在已经完成了抽取以及保管，正在运往这里，应该马上就能到了。听到这里后，一直低着头的依依妈妈猛然抬起了头，眼神中带有一些期待与激动，而小杨也是眼神发光，带着喜色急忙说道：找到了，那太好了，那么什么时候可以进行移植？看着两人那激动的神情，医生叹了一口气，摇头说道：我今天喊你们过来的原因就是这个，我也是先给你们打一针预防针，就因为依依这个病的治疗情况有些不一样，淋血病的治疗不是说给你动个手术就 OK 了，这个淋血病的治疗需要入仓治疗，就是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下才能开始治疗，然后这个治疗周期很长，弄造血干细胞这些移植过程基本需要1个月左右的时间。鉴于依依目前的身体情况来看，我不敢保证她一定能坚持到出仓，所以手术能不能成功还得看过程，如果她能扛住自然没问题。当然现在依依的时间依旧紧迫，如果你们决定了，明天我这边就可以安排入仓治疗了，如果时间再拖下去的话，这个机会就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听着医生所说的情况后，依依妈妈眼里的光一下子暗淡了下来，小杨的笑容也是凝固了在了脸上。此时病房之中，林云逸有些愣神地看着病床上已经睡着了的依依。就在10分钟前，自己将大鱼唱完后，没想到依依竟然笑着说了一句：既然大海这么美，那我一定要去亲眼看一看。在那一刻，林云逸又一次被依依的那抹坚强所打动。依依她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坚毅得多。唉，想着，林云逸看着窗外，深深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咔嚓这一声，
便见小杨与依依妈妈两人回来了。看着两人的表情似乎的有些凝重后，林云逸眉头也微微皱了一下，轻轻的起身来到两人面前，小声询问道：“医生怎么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只见小杨看了看已经睡着了的依依后，摇了摇头说道：“出去说吧，给依依休息一会。大姐，你也上床歇一歇吧，这边护士也会照看依依的。”“谢谢你们了。”依依妈妈眼中含着泪点了点头。现在怎么回事？骨髓没找到吗？在楼道中。林云逸看着小杨不安地问道。“找到了，但是……”小杨将医生的原话讲了一遍后，林云逸也是感到心中有些堵塞，沉默了许久后才说道：“没事的，依依这么坚强的孩子，这几年都扛过来了，怎么会倒在这一关呢？你说是吧？”小杨闻言后长叹一口气，点了点头：“没错，我也是这样想的，不就1个月吗？依依肯定能扛过去的。依依妈妈那边也同意治疗了，应该明天就开始了。依依的坚强自己也看到了，其实在很多生死危机的时候，心智坚强的人往往能够支撑下来活下来，只有自己不放弃自己，才会有希望。对了，你也是明天开始治疗是吧？这不天色也不早了，快点休息休息，准备一下吧。”听着小杨的话语，林云逸微微颔首说道：“你也快回去吧，这几天耽搁你不少时间了。”小杨摆了摆手道：“还有我这时间不要紧。行了，我也先回去了，这边如果遇到什么事就打我电话，拜拜。”随后小杨离开了医院，林云逸也回到了自己的病房之中。“你干嘛去了？怎么陆哥哥这么晚才回来？”回到病房之中，看着张杰那担忧的眼神后，林云逸浅浅一笑说道：“没事，刚刚去看了一眼依依。”听着林云逸的话语，张杰给了一个灵眼说道：“你先照顾好自己行不行？”看着自己老姐的灵眼，林云逸摇了摇头，将依依的事情说了出来后，张杰也沉默了许久。过了一会后，便见张杰来到林云逸身边，宛如小时候一般抱着他的脑袋，柔声说道：“放心吧，依依会没事的，你也会好起来的。对了，过几天化疗结束了，你想吃点家乡菜不？我去买菜给你做一点。”“您做菜？姐，你是嫌我还不去找阎王爷报道是吧？你小子！”“错了姐，错了。”第69章后会有期。剩下的脚步越来越近，魔都的气温也是有些捉摸不定，忽冷忽热。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外界对于依依的情况也是十分的关注，甚至还引来了官方电视台的追踪报道。新闻快讯：淋血病小女孩依依在大家的帮助下，已经寻找到骨髓，现已经进入治疗阶段。本台将会持续追踪报道依依的有关消息。不少网友都通过电视台新闻的报道，透过玻璃窗看到了那正在无菌舱内进行治疗的依依。此时此刻，看到依依周围全是一些治疗仪器，一些大大小小的输液管连接在依依那娇小瘦弱的身躯上后，不少网友都感到十分的心疼。死依依要这样治疗1个月吗？看她现在的样子，我好心疼啊。这也没办法的，不过只要熬过这段时间，依依就能好起来了，加油。确实，黎明前的黑暗不总是最难熬的吗？加油，依依，你一定可以挺过来的，一定要加油啊！无数网友都在发布的新闻下面留下了自己的祝福。而就在依依接受治疗的这几天，林云逸第一次的化疗也结束了。在魔都医院其中一间高级病房中，只见已经剃光了头发的林云逸有些疲惫地躺在病床上，同样看着电视上报道的依依的消息。又在看新闻啊？你也别担心依依了，我刚刚去看了一趟陈大姐，她说依依现在的情况还算稳定，让我们不用这么担心。来，尝尝我炒的小炒肉，还有鱼蒸鸡蛋。只见张杰提着一些水果以及一桶装有饭菜的盒子走了进来，而且这些食物还都是张杰去了解过的，都有助于化疗后对于身体的补充。看着张杰将饭菜摆在了自己面前后，林云逸撑着床板坐了起来，凑上前闻了闻，笑道：“这么香，不会是你偷偷去买的快餐吧？”见林云逸还在贫嘴后，张杰哼了一声说道：“你姐我出来工作这么多年，好歹也练了一手了好吧？平常你想尝还馋不到我的手艺呢。”听着张杰的话语后，林云逸笑了笑后便拿起碗筷吃了起来。可没等林云逸吃几口，便见其脸色骤然一变，转过头就对着垃圾桶开始干呕了起来。看着林云逸的反应，张杰立马放下手中的碗筷，过去轻轻拍打着他的背部。怎么了？是不合胃口吗？听着张杰那担忧的语气，干呕完了的林云逸红着眼睛摆了摆手说道：“没事，就突然犯恶心了，化疗的一些副作用吧，继续吃吧。”说着林云逸又重新拿起碗筷吃了起来。吃完饭菜后，张杰又带着饭盒去卫生间清洗，林云逸则是有些无所事事的躺在床上发着呆。对于这个化疗怎么说呢，效果并没有达到非常完美的效果，只能让病情恶化的慢一点而已。而且林云逸还感觉聊完之后浑身都有点不舒服，
虽然自己天天躺着，但还是感觉有点异常的疲惫感，还时不时就会犯恶心，而且还要化疗4个周期，甚至更多。想想还要化疗这么久的时间，林云逸不由得感到有些心累。就在林云逸为此感到有点心烦的时候，许久未见的系统突然冒了出来：“叮咛的小可爱已上线。”听着脑海中传出来的系统音，林云逸翻了个章节同款。林眼没有搭理这个并没有什么屌用的系统，人家隔壁的系统不是一键恢复，就是各种续命，怎么到自己这里就这么拉了？抱歉宿主，本系统是个小垃圾，做不到逆天改命。听着系统的话语，林云逸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而是淡淡的问道：“那你之前不是说音乐可以治愈一切吗？”“骗我的。不完全是，因为其实你已经开始做到了，不是吗？”听着系统的这句后，林云逸愣了一下，自己做到了吗？这一刻，林云逸突然想到了依依，还想到了在自己唱歌视频下一条条暖心的评论以及回复。就在林云逸有些恍惚的时候，系统继续在自己脑海中说道：“其实系统觉得这些好的音乐应该留在这个音乐评级的世界之中，发挥他们的意义。我也理解宿主的处境，所以鉴于宿主最近的表现，奖励宿主3年寿命。在这3年期间，宿主身体与正常人无异，放心去做想做的事吧。奖励宿主前世曲库完全解锁，系统商城自行使用。最后送宿主一句话：时间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怎样使用。丁你的小可爱即将下线，我们后会有期。”话语刚落，林云逸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突然感到体内涌入一股奇怪的能量，有点暖暖的。在这股暖流掠过自己的身体后，那些化疗所产生的后遗症奇迹般的消失了，身体也不像以往那样疲劳。感受着体内的变化后，林云逸愣了一愣，皱着眉头在心中试探着呼唤道：“系统 PS 由于作者是个菜逼，前面有些点和节奏没处理好，骂的也对，系统也确实没用，所以给系统刀了，自己想要写点不一样的娱乐文，主线不围绕着选秀、歌手、综艺这样写，结果搞得啥也不是，也写得头痛。总而言之就是写的菜，没经验吧。说这么多不是要切了，后面还有2、3旅游路上的篇幅，2、3把刀子没写，现在就慢慢写着看吧。呀，都毁灭吧，我累了。”第70章天使慈善演唱会。时间再次悄悄流逝，距离林云逸的第一次化疗已经过去了近半个月。而在这段时间内，经过检查，李医生惊讶地发现，林云逸体内的病变细胞突然变得不再活跃，宛如陷入了休眠期一般。对于这种比较罕见的情况，李医生也只能将原因归结到个人体质上，毕竟人类对癌细胞这种东西也还没研究透彻，人类本体也是充满了无限的潜力，会发生什么事谁也不可能完全预料到。不过总归来说，这肯定是个好消息，既然病变细胞不再活跃，那就说明了暂时没有扩散与转移的风险。而且根据李医生的话语，林云逸现在的情况也不用住院了，正常生活就行，化疗的话到时候再来医院治疗一下，看看后续还有没有奇效就行。知道这个消息后的张杰也是十分的开心，心里压着的那块大石头也轻了几分。对此知道缘由的林云逸也没多说什么，后续化疗的事可以等找个借口糊弄过去就行。系统悄悄的走了，正如他悄悄的来一般。这几天内，林云逸也是感到内心五味杂陈，毕竟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些东西也都是系统所带来的。3年吗？3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算不上短，足够自己做很多事情了。林云逸，你那薛老师送了几登票过来，问你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就在林云逸趴在窗户上在思索什么时，张杰的声音突然从自己身后传来：“什么票？”看着林云逸那疑惑的表情，张杰便从自己的包包里掏出2登票递给了林云逸，说道：“就他上次不是说要弄什么公益演唱会吗？今天他托人送了2登票过来，问你有没有兴趣，要去的话我陪你去。”听着张杰的话语，林云逸愣了一下后，便将那2登演唱会的门票接了过来。只见门票左下方印着一个可爱的宛如小天使的女孩卡通形象，票的背景则是印着一朵朵淡红色的小花，门票的最中央则是写着天使慈善演唱会几个字，甚至在下方还有一小行有关于演唱会部分收益用于捐款的备注。一开始薛之谦说这件事的时候，自己还以为他只是有这个想法，没想到居然这么快就办了下来。也许会有人说这是在借着依依的事情作秀，是在立人设等等，但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最起码是真的去办了这件事，不是嘴上说一说而已。看着这等别出心裁的演唱会门票后，林云逸的瞳孔闪了一闪，之前系统所说的一些话突然浮现在了自己的眼前。喂，你发什么呆呢？如果实在不想去的话也没关系。看着林云逸拿着门票发愣后，张杰还以为是不是他有点不愿意去，但又担心薛之谦的面子问题而犹豫。听着张杰的话语，林云逸立马点了点头说道：“去。对了，这个演唱会什么时候开始？还有几天时间？见。”
林云逸似乎有些急促后，张杰有些疑惑地说道：“票上不写着吗？应该还有1周左右的时间吧？怎么了？”看着自己老姐的表情，林云逸耸了耸肩说道：“去都去了，那肯定得做点什么吧。我先去打个电话。”而此时此刻，薛之谦演唱会的事情也是在网上飞速流传了开来。热搜：井号薛之谦魔都慈善演唱会，井号薛之谦演唱会门票小惊喜。井号当红歌手薛之谦开办慈善演唱会，结束后会将演唱会中的个人收益用于捐赠与慈善事业。井号看着这一条条热度迅速爬升的热搜，不少网友也纷纷议论了起来。哇，芊芊终于回来魔都开演唱会了，可惜我没抢到票。楼上的魔都演唱会早就说要开了，不过这次好像提前了，还改成公益演唱会了。哎，你们注意到没有，芊芊演唱会门票的那个卡通小女孩像不像依依？你还别说，好像真是依依啊，上面还印有小红花的图案。我也注意到了，这会不会暗示会在演唱会上唱送你一朵小红花呢？这不知道了，唱别人的歌应该要版权吧？难道说薛之谦要到了？林云逸的版权？大胆一点，有没有可能林云逸也会来？他好像也在魔都。卧槽，真的吗？林哥真的会来吗？100万，林家军已经好几周无家可归了啊！不少的网友都纷纷注意到了那独特的演唱会门票上的小红花后，纷纷联想到了林云逸。要知道，自从歌友会决赛结束后，林云逸宛如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不见了。要是别人的人在拥有这样的热度后，恨不得借着这波热度疯狂的接商务，或者是上一上综艺进击娱乐圈，将这些流量变现。可林云逸却宛如失踪一般什么都没干，甚至都没开通微博、抖音这些社交账号，导致林云逸的一些铁杆粉丝也是苦恼得很。而如今看到门票上的小红花后，这些粉丝纷纷脑补会不会是在暗示什么，甚至都有一些营销号都在说这次薛之谦的演唱会林云逸会担任驻唱嘉宾，导致此次演唱会的热度再次飙升了不少。此时薛之谦工作室中，薛老师，这网上都在传这次演唱会林云逸会来助演，我们有没有必要声明或者是澄清一下？听着自己这边工作人员的话语，薛之谦思索了一下后点了点头说道：“我们等会还是发个声明吧，要不让网上越传越夸邓了。”工作人员闻言后便准备去发个微博声明一下，这种事情还是非常有必要澄清一下的，要不然到时候林云逸那边的粉丝来看这次演唱会，发现并没有林云逸后，届时造成的影响也不好。而就在薛之谦的话刚刚说完后，自己的手机铃声突然叮叮咚的响了起来，看着来电显示是林云逸后，薛之谦便也直接接通了电话。喂，林云逸啊，票你收到了吗？你想来看一看就来，不方便来也没关系，毕竟还是身体要紧。等等，你说啥？只见说着说着，薛之谦眼睛突然一瞪，惊喜中带有一丝疑虑的问道：“你确定可以吗？我这边倒是完全没问题，时间也够的，这几天我带你找乐队老师过一过就行。”好啊，好行，就算情况稳定下来了，你也要注意身体啊。行，明天见。挂完林云逸的电话后，便见薛之谦眼里也透露出一丝丝的激动，而一旁的工作人员也从两人的通话中猜到了什么，看着薛之谦问道：“薛老师，是林老师？那我们这个还发不发了？”听着工作人员的话语，薛之谦思索了一下，摇了摇头笑道：“不用管了，什么都不用发，到时候给来看演唱会的粉丝朋友们一点小惊喜吧。”第71章准备。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林云逸几乎天天都在往薛之谦那边跑，毕竟在演唱会唱歌和平时里唱歌可不一样，唱得好听不跑调只是最基本要求而已。林云逸还要与薛之谦商议一下舞台所呈现的画面效果、灯光效果与乐队老师、和声老师的一些配合等等，要在短短1周不到的时间完成这些东西，工作量还是十分巨大的。不过虽然工作量非常巨大，但是每一个工作人员对此都毫无怨言。林老师真厉害啊！对啊，没想到同一首歌经过他这么一改，意境完全不一样了，太牛逼了！我都已经在想来看演唱会的粉丝们听到这首改编版的歌曲后会是什么反应，我只能用卧槽来形容了。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小场馆内，所有工作人员都看着不远处在与乐队老师排练的林云逸，全都是一脸的敬佩。他们甚至感觉到林云逸所准备的这几首歌在这场演唱会中完美的演绎出来的话，一定会非常炸裂的。别说了，只剩3天了，我们快完成我们的任务吧。确实，一定要将这场演唱会办得漂漂亮亮，加油加油！在这一刻，没有人把这场演唱会当成一场普通的演唱会，这是一场不一样的演唱会。时光荏苒，3天的时间眨眼就过去。林云逸，今晚你就好好休息一晚吧，剩下的工作我在这边盯着就行，明晚见。听着薛之谦的话语，林云逸也没推脱，点了点头说道：“
行，你也休息早点，拜拜。好嘞。与薛之谦相互寒暄了几句后，林云逸便离开了准备演唱会的小场馆内。不过他并没有回去自己家里，而是打了个滴滴来到了魔都医院之中。你好，打扰一下，现在可以去看一看陈依依吗？只见林云逸在护士站询问了一下后，得到了值班护士的允许后，便跟着他穿过了一扇又一扇的小门，来到了一个墙面上镶有透明玻璃的小房间外。透过玻璃，林云逸可以看到依依的妈妈正在无菌舱内陪伴着治疗中的依依。由于依依的年龄太小，所以还是允许监护人在里面进行陪伴照顾。想要说什么的话，用这里的固定电话就行，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喊我。说完后，值班护士就先去一旁忙活自己的事情去了。看着无菌舱内脸色有些惨，没有什么活力的依依，林云逸也有些沉重的叹了一口气。而此时，依依妈妈也注意到了玻璃窗外的林云逸，招了招手后便指了指一旁，便示意林云逸用固定电话来说话。喂，你又来看依依了？听着依依妈妈的话，林云逸点了点头后询问道：依依她现在怎么样？还好吗？听着林云逸的询问，依依妈妈低头有些心疼的看了一眼睡着了的依依，似乎是叹了一口气后又抬起头看向林云逸，笑了笑说道：医生说情况还行，恢复的还不错，你们也不用老这样挂着。前几天那个胖胖的小哥也来看了一眼依依呢。胖胖的刘哥吗？对，就是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了，要是没你们，依依他恐怕就……看着陈大姐说着就哽咽起来后，林云逸连忙安慰道：您不用这样，毕竟我们都希望依依可以好起来。哦对了，我有个小礼物想送给依依，等会我问问看能不能送进去。说着便见林云逸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一沓演唱会的门票出来，上面还写有自己与薛之谦的祝福语。隔着玻璃窗看到这特殊的演唱会门票后，依依妈妈愣了一愣，这是什么？看着依依妈妈那疑惑的表情，林云逸笑了笑后，将明天就要开始的公益慈善演唱会的事说了出来。听完来龙去脉后，依依妈妈也是点了点笑道：好啊，如果世上的人都像你们这样的话，或许依依她也不用遭这么多罪了。没事的，现在也不晚嘛，一切都还来得及。林云逸说道。依依妈妈闻言后，眼中含着泪珠点了点头，轻轻抚摸着睡着了的依依。如果依依知道你去演唱会唱歌的话，一定会很开心的。不过现在这情况，她也离开不了这里，听不到你的歌声。在接受骨髓移植治疗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一些影响，手机、收音机等等一些设备也是没办法带进去的。对此虽然有点遗憾，但是也没办法。看着病床上的依依，林云逸摇了摇头笑道：没事的，我相信她能听到的，也一定能坚持下来的。随后生怕打扰到依依，林云逸挂断固定电话，将东西递给了值班护士后便离开了医院，回到自己家中为明天的公益演唱会做准备去了。第72章开场。第二天，本来就拥堵的魔都在薛之谦慈善演唱会的加持下更是显得水泄不通。全国各地薛之谦粉丝或者是林云逸的粉丝都来到了魔都之中，甚至为了解决交通问题以及避免交通拥堵出现一些事故，魔都官方都专门为此次演唱会开辟了一条专用的地铁、高铁线路。当然，能够让官方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场明星的演唱会，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这场演唱会的意义不同。从慈善、公益的角度上出发，这场演唱会也会给魔都提高一定程度的声誉吧，所以官方对此也是十分的重视。而网上的网友们对这次的演唱会此也是期待不已，到来魔都的一些粉丝也是纷纷拍照发送到了自己的朋友圈之中。魔都打卡，让我看看哪个倒霉蛋没抢到票。票是抢到了，这高铁票怎么都这么难抢啊？兄弟，都别说了，我是12个小时的站票到魔都的，没抢到票的兄弟们看过来，票子要罚。XDM 别信黄牛，哥们儿刚刚就被骗了。此时此刻下午2点，距离此次演唱会入场时间还有4个小时，但是放眼望去，魔都虹口体育场外已经聚拢了不少的人，互相聊着什么。伴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距离演唱会入场还有3个小时的时候，便见虹口体育场外的一条宽阔的大路上，一辆又一辆的大巴车从远方缓缓驶来。放眼望去，这些大巴车宛如一条长龙一般排序着。伴随着大巴车停稳在路边后，便见车上的所有乘客都迫不及待地从中走了下来，在其中甚至还能看到有人高举着写有林云逸的应援牌、5颜6色的应援棒。虽然说并没有得到林云逸会出场的确认消息，但是并不妨碍他们的热情。此时此刻，一些早早来到体育场外的记者、狗仔等等，看到从大巴车上下来的那浩浩荡荡的人群，也都十分的惊讶。这么早就来这么多人吗？还有3个小时才开始入场啊，这些粉丝都这么狂热吗？虽然现在的魔都还没那么热，但是在这大太阳下面晒着也不舒服。别看那全是黑压压的一片一片的人头，这还是来看此次演唱会的一部分人而已。
毕竟整个虹口体育场可是足以容纳3万多人。可即使这样，演唱会的门票依旧是千金难求。由此，大家的热情是有多么的热烈。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终于来到了下午6点。伴随着天使慈善演唱会入场的正式开始，聚集在场外的观众们纷纷携带着演唱会门票以及本人有效身份证，经过了一闪闪的安检、闸机验证人脸、证件信息一致和验通过后，才进入到了这巨大的场馆内。才进入体育场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在舞台正上方有个近乎数十米大的小天使模型，在其四周则是吊着一颗颗爱心、花朵等等一些装饰品。甚至有人还发现，在每个人的座椅上都印着一颗颗小爱心，座位上还摆放着特意为这次演唱会所准备的一些小物品。然后在舞台后方还有4块巨大的显示屏，可以提供在体育场内4个方向的观众们都能看到。对于这些细节的展现，观众们也是感到十分的惊讶。而在此刻，天色也渐渐的暗淡了下来。在距离舞台最前方的座位之中，乔装了一番的小杨观望着四周，看着场馆内那人山人海的模样，也是忍不禁感慨道：杨儿哟，这么多人！在小杨一旁的张杰也是第一次来演唱会，看到这幅场面也感到内心有点震撼。在如此庞大的人流下，入场流程经过了整整1个多小时后才堪堪结束。当然，由于人数太多，生怕发生什么意外，所以无论是薛之谦还是魔都官方，都在场内安排了不少的安保人员，以此维持现场秩序。则这保安工作还是蛮不错的。我听说这场演唱会的门票都抢疯了，而我可以免费听现场。嘿嘿，谁不是呢？还是 VIP 看台。不过话说回来，这场演唱会，林云逸真的回来吗？咦，你也是林云逸的粉丝啊？当然了，我就是看网上转，林云逸回来，所以才打点了不少关系，让上面给我安排来这边。林云逸会不会来我也不知道，毕竟人家薛之谦也没宣布什么特邀名单啊。也没事，反正薛之谦我也挺喜欢的。其实不少林云逸的粉丝也都是这么想的。虽然官方没有给出明确消息，但是来看一场老薛的演唱会，又可以听歌，又可以看小品听相声的，哪怕林云逸不来也不亏。而如果林云逸真的来了的话，那将是血赚。此时距离演唱会正式开始的时间还有10分钟，舞台上的一些灯光、音效测试都检测完毕，配合着现场的备场 BGM， 不少场内的观众们都挥舞着手中的荧光笔，宛如夜空中的繁星一般闪烁着。舞台后方的4块大屏幕也全都亮起，跟随着摄影老师的角度，将观众们的笑容纷纷投放在大屏幕上。只要画面中捕捉到来看演唱会的小情侣后，都会引起全场观众一阵阵的起哄声，伴随着众人的哄笑声，啪一下，舞台上以及体育馆内所有的灯光突然一暗，紧接着天外来物的伴奏缓缓响起，紧接着薛之谦的歌声也从中缓缓传了出来。你降落的太突然了，我刚好呢又路过了，机会难得，又主观觉得想明抢又碰不得，你带来了我的快乐，让这世界有点颜色。聚光灯下，只见薛之谦从舞台中央的升降台缓缓升起，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之中，一边唱着开场曲，一边冲观众们挥舞着手。芜湖，薛之谦，我爱你！看到薛之谦出现后，场内的观众们也非常的激动，欢呼声此起彼伏。而此时，在后台等待的林云逸看到这人声鼎沸的一幕后，瞳孔在闪烁着，内心也感到有些躁动。这就是演唱会吗？第73章，林云逸登场。其实一开始，薛之谦是打算让林云逸去开场的，毕竟林云逸的歌曲更加契合这次演唱会的主题，但无奈被林云逸拒绝了。不过好在天外来物这首歌算薛之谦的火歌之一了，用来开场热场子确实很不错。此时只见薛之谦唱完自己的开场曲后，便如同往常一般在舞台上与观众们开玩笑，随意唠了几句嗑后，便又开始了下一首歌的演唱。林云逸看着薛之谦一首一首的表演着，舞台周围那人声鼎沸的样子，也是有些微微出神，丝毫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可林老师差不多到您了，该准备一下了。工作人员的提醒将林云逸拉了回来。就到我了吗？马上了，薛老师都已经在台上唱了5、6首歌了。这么快？林云逸的眼里有些惊讶，没想到看着看着就已经过去这么久时间了。行，那走吧。说着便见林云逸离开了后台，跟随着工作人员去准备自己的入场了。此时薛之谦在舞台上已经演唱了差不多2个小时了，但丝毫没见林云逸的身影，薛之谦也没提起其他的事，导致台下的观众也有些疑惑了起来。不是说林哥会来吗？人呢？不知道啊，3个小时的演唱会都过去2个小时了，怎么林云逸还不上场？爱都说只是网上传的消息了，林哥不一定会来啊！不要吧？什么？林哥不来？不行，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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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见舞台上刚刚唱完一首歌，正在喝水的薛之谦
听着下方观众席传来的退票声后，直接被谁给呛了一下。退票？今天我又怎么了要退票？嘴也没瓢，唱歌也没忘词啊！听着薛之谦的话语，舞台下一位大嗓门的观众直接吼道：“我要林云逸！没有就退票！对对对，林云逸呢？林云逸！林云逸！林云逸！”看着观众们高呼林云逸的名字后，舞台上的薛之谦翻了个灵眼，假装不开心的说道：“喂，有没有搞错呀？你们，这是我办演唱会，来，观众朋友们和我一起喊薛之谦，薛之谦 ，you！” 听到薛之谦在高呼自己的名字后，观众们都纷纷极其配合的嘘声一片。对此，薛之谦也只是挠了挠头，讪笑道：“好啦好啦，不与你们开玩笑了。不过退票呢，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这次演唱会和我平时的演唱会不一样，这是一场公益性质的慈善演唱会。”说到正题后，薛之谦也不再嬉皮笑脸，而是极为认真的说道：“怎么说呢？就前一阵子依依的事情，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吧。在这期间，我也抽空去看了一眼小依依，隔着玻璃窗看着依依那正在接受治疗的样子，真的，我感觉到自己的心在痛。但起码似乎她恢复的还不错，这段治疗也是她必须要经历的。而那时候我想的是，依依这个小女孩，她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她得了这个病，甚至家里都没条件让她接受治疗。而幸运的是，她遇到了我们，遇到了各位帮忙转发过的观众朋友们。但是呢，也许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还有着第一个依依，第二个依依，无数个依依，而等待他们的也许就是死亡。”此时，刚刚还热烈无比的观众朋友们听着薛之谦的话语后，顿时陷入了沉默之中。因为他说的没错，依依能够及时找到骨髓，还不是因为林云逸，因为歌友会将他的事情爆料在了网络上。可其他与依依有着同样处境的人，又或者是家庭，该怎么办呢？唉。只见在场馆内其中一个座位上，台下林云逸与依依照片的那位狗仔董凯仰头看着夜空，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随后便又摸着自己怀里的那个相机，有些感慨的笑了笑。自己也算是参与者之一了吧。其实自从那天过后，特别在听到林云逸唱了一首小红花后，董凯突然感到自己内心的某一颗心弦被波动了。在那之后，突然不想继续狗仔这个行业了，毕竟自己钱也赚差不多了，而自己学的摄影专业，自己手中的相机或许可以发挥更大的用处，而不是到处偷拍明星的花絮绯闻。正如薛之谦所说，世界上也许还有无数个依依，那么自己可不可以用手中的相机，将这些同样身处于苦难中的人记录、拍摄下来，以此让社会多关注他们，给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呢？苦难不值得被歌颂，但是值得被人看到，让大家看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每个人都如同网上看的那样光鲜亮丽，那些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罢了。此时，薛之谦在舞台上继续说道：“所以这次演唱会的目的是希望让尽自己所能的关注一下四周，尽自己所能的关爱那些人，这样才能让这个越来越凉薄的社会变得温暖起来。还有最后，我希望世界和平。”好，说得好，世界和平，老薛我爱你！啪啪啪啪啪啪。薛之谦说完后，全场都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看着观众们的反应，薛之谦笑了笑说道：“好啦，我也不耽搁时间了，再说一会你们又要喊退票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歌吧。”开了句玩笑话后，砰的一声，舞台上的灯光再次暗淡了下去，显得漆黑一片。过了差不多10来秒后，一段听起来熟悉无比的旋律缓缓从中传出。听到这段旋律后，不少观众都愣了一下，瞪大双眼，一脸的不可思议。这旋律是海底，儿童节快乐呀！嗨，个人原因处理了一点事情，10号恢复更新，还有高考的各位小宝贝加油哦！第74章，这不是一般的海底，这是海底捞。哎，这前奏和海底好像啊，像个屁，就是海底的前奏好不好？也不对，这个好像和之前的海底有点不一样啊。这个旋律好像听起来更加亮一点，难道是老薛给海底版权搞来了，然后自己改编了一下？可能吧。听着熟悉感觉却又不一样的伴奏，不少观众们都来了兴趣。散落的月光穿过了云，躲着人群铺成大海的林。前2句一出，场内的观众们眼前瞬间一亮，他们听出来这2句歌词虽然与原本一模一样，但是所呈现出来的却完完全全不一样了。而这才是刚开始。下一秒，令人震撼的一幕出现了，伴随着歌声的传出，啪一声，舞台中央瞬间亮起了一道灵光，紧接着便见一道穿着一套纯灵西服的身影缓缓地从那个巨大的小天使雕像上吊着威亚从天而降。与此同时，舞台后方那个巨大的屏幕上播放出一片波涛汹涌的黑色大海的视频，伴随着照射的灯光，远远看过去，就仿佛是一位身上闪耀着万丈光芒的神明
正在慢慢的降落在那片黑海之中。哎，那是谁？老薛吗？这么快就换了套衣服了？兄弟，你耳朵不好吧？这声音分明不是老薛的吧？卧槽！看侧门的大屏幕，是林哥。什么？此时看着那4块大屏幕上的投影出的身影，正是林云逸后，全场的观众先是愣了一下，随后，真是我，林哥，林云逸，林云逸，林云逸！只见此时，全场瞬间的人瞬间面色潮红，激动无比的站起身来，高呼起林云逸的名字来。在上台前，林云逸内心还是十分紧瞪的，毕竟自己也是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场合唱歌。可是，在听到场馆内观众对自己的欢呼后，不知为何，那一阵阵的欢呼声似乎化为了一股力量，驱散了林云逸内心的紧瞪感，演唱的也更加投入了起来。往海的深处听，谁的哀鸣在指引？灵魂没入寂静，无人将你吵醒。海底这首歌是不少林云逸粉丝的入坑曲，但同时也让人不敢多听，因为这首歌原曲的曲调太丧了，宛如真的看不到丝毫光芒一般。而如今这首改编过的海底，旋律似乎亮场了许多，听起来也舒服了不少。就在众人缓缓地摇着荧光笔，脸上带着笑容，沉静地倾听着这首略微有点不一样的海底时，下一秒，林云逸的声音骤然一顿，开口唱道：你喜欢海风咸咸的气息，踩着气气的沙砾，你说人们的归处应该回大海里。听着，林云逸那将声音压低，用一种类似于呼麦饶舌的发声方式唱这一段后，全场人都情不自禁地瞪大了双眼，小小的眼睛之中充满了大大的诧异、惊喜、震撼。这是 rap！ 卧槽，林哥还会这东西，林哥真牛逼啊！还有这声线的转换也是真厉害。不过好好的一首歌加上 rap 干什么？没必要吧？我也觉得不喜欢 rap。虽然场内不少人都是林云逸的粉丝，不少人在为这短短几句不一样的唱法而感到惊讶时，也有人觉得这首歌突然加上一句 rap 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了。无论怎么样，他们都没想到真正的震惊还在后面。在这一段 rap 结束，再次回到之前主歌上的旋律时，观众们发现舞台大屏幕上投放出的那片布满乌云，看起来漆黑压抑无比的大海之中，隐隐约约仿佛要有什么东西冲出来一般。过了几秒，在经过一段短暂的间奏后，突然海底的伴奏出现一阵阵低沉却又坚定的鼓点，伴随着这伴奏旋律的改变，林云逸眼神一凝，高潮来了。散落的月光穿过了云，我们孤独的心有时候就像海底，悲伤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感同身受，眼泪没有声音，但我想抱紧你，你是重要的存在，是某人的星星。当你孤身前行，当你说被爱不过是侥幸，孩子请你别忘记，曾有温暖的声音呼喊你的姓名。你问我路会通往哪里？路通往我等你。听到这里后，观众们全都激动，震撼的瞪大双眼，浑身发颤。哪怕是之前不喜欢 rap 的，也彻底被林云逸改编的这一段给征服了，一字一句都充满了强烈的希望，充满了奋起挣扎的力量。如果说原版的这一段感觉是陷入黑暗的人坠入海底时的绝望麻木，而这一版改过词后的却给的人一种感觉，告诉绝望的人还有人爱你，这个世界上还有希望的光的救赎感。哪怕不是林云逸的粉丝，在感受到歌曲中那传达出来的那震撼人心的力量后，也纷纷愣住了。这还是海底吗？这还是那个暗黑无边的海底吗？这一刻，众人突然感到海底不再是那么的冰冷，不再是那么的黑暗。就在观众们为之震撼的时候，歌还在继续。散落的月光穿过了溜进海底，有光正在找你，他想温暖你。他说你听，有人唤你回去。当这一段歌词出现的同时，大屏幕上那片笼罩着海洋的乌云缓缓地向两边散开，一缕缕灿烂的阳光慢慢地从天空之上洒落下来，照射在海面之上，宛如一盏引路灯一般，想要指引那陷入海底之人一条回来的道路，仿佛在说回来吧孩子，我在这里。柔和的光芒在配合着林云逸那真诚的歌声，温暖了全场观众们的心。刹那间，看着舞台上的那道在聚光灯下消瘦的身影，现场的无数人直接泪崩了。他真的太温柔了。 PS 海底改编凤凰传奇第75章相爱相杀的老薛与薛粉。卧槽，这简直绝了，林哥这一开口就是绝杀啊。林云逸 YYDS 封神，这一版海底直接封神。所有的人无论是不是林云逸的粉丝，都被这一首不一样的海底给惊艳到了。再配合上那无与伦比的舞台效果，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心灵在震撼。原版的海底听起来有多么的压抑，那这一版就有多么的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所有的孤独与死寂都被林云逸的歌声所驱散。而与此同时，在后台观看林云逸表演的薛之谦也是满眼的欣赏之色。虽然早在彩排的时候自己就已经听过了这首不一样的海底，
但是如今配合上舞台灯光，大屏幕上的视频所呈现出来的效果，依旧让自己感到震撼不已。总爱对凉薄的人扯着笑脸，岸上人们脸上都挂着明暗。人间岁岁年年，谁敢说如烟？此时，林云逸还在用自己那真挚无比的歌声演绎着这首希望之歌，而全场的观众们也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上的林云逸。而就当不少人才刚刚从林云逸的那段惊艳的 rap 回过神时，没曾想，最后的大高潮来了。只见林云逸微微顿了一下，看着舞台下那密密麻麻的荧光棒，嘴角微微上扬后，一手拿着话筒，一手蹬开臂膀，深吸一口气唱道：来不及来不及，你曾笑着哭泣，来不及来不及，也要唱给你听。春日雨下蝉鸣，明天是个好天气，秋风起，雪花轻，海底看不见四季。伴随着这段高潮的天降梵音，大屏幕上的那片乌云已完全散开，耀眼的太阳就高高的挂在天空之上，而原本那片黑暗死寂无比的大海，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蔚蓝无比，栩栩生辉，充满了生命力。而此时此刻，林云逸最后一个音落入尾声后，场馆内并没有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而是陷入了一片寂静。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几乎所有人都保持着一个嘴巴微瞪，有些愣神的表情。春日雨下蝉鸣，明天是个好天气，秋风起，雪花轻，海底看不见四季。几乎在场内的人都被这短短的几句新词给震撼到了。那四季中独特而又优美景色瞬间充斥在众人的脑海之中，繁花盛开，鸟语花香，这样的世界多美。原版唱的是陨落，而这一版却有一种凤凰涅槃重生，就像是拉住了陷入绝望的人，带着他一起涅槃的感觉。这一刻，林云逸似乎化成了一道光，一道希望之光。这道光也许并没有很耀眼，但是可以让所有人都能够看到，能够顺着这道微弱的寻找到从海底回到岸上的道路。这首歌是拯救，虽然唱的是来不及，但是在众人耳朵里听到的却是来得及，一切都来得及。此时，舞台上的林云逸看着台下一片寂静后，也是愣了一下。可下一秒后，如同浪潮一般的欢呼声顿时响彻整个场馆。林云逸，林云逸，林云逸！我操，这改编的太牛逼了吧！一首海底是治愈，一首海底是治愈啊！谁说人间不值得？封神，直接封神！我爱你，林云逸！看着舞台下观众们对于自己的欢呼，林云逸笑了一下，内心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海底是自己所唱的第一首歌，当时的自己也正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想要挣扎却不知怎么挣脱。可慢慢的来到现在，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转变。正如一句话所说，每个人都有2次生命，当他意识到只有1次的时候，第2次生命就开始了。而这首海底也算是对过去自己的一次正式告别吧。此时此刻，演唱已经完毕许久，可台下的掌声、呐喊声依旧不断。面对这一幕，林云逸愣了一下后才反应过来，对着台下的无数观众们挥了挥自己的手，表示回应。就在这时候，薛之谦也走上了舞台，看着台下的观众打趣道：哇，你们这些人可真偏心啊，这可是我的主场哎，我的主场懂不懂？刚刚我上台怎么没这么多的掌声和欢呼声？你们还是我的粉丝吗？来跟着我一起念薛之谦，薛之谦。看着薛之谦那有些滑稽的东西，台下的观众们哄堂一笑后，丝毫不给面子的继续喊起来。林云逸看到这一幕，薛之谦也是无奈的翻了个林眼。好啦好啦，开玩笑啦，先回归正题，让我们的林云逸说2句吧。看着薛之谦递过来的话筒后，林云逸愣了一下后，有些局促的接过话筒后顿了几秒，才开口说道：大家好，我是林云逸。只见林云逸做了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后就默了下文。看到这一幕后，薛之谦也愣了一下，怎么就不说话了？而后再发现林云逸的一只手在捏着自己的衣角后变明了。这唱完之后看到这么多人紧瞪了是吧？不过也可以理解，毕竟这一场演唱会的人数早就破万了，面对这么多人第一次上台不紧瞪才怪呢。看着似乎要有点冷场后，薛之谦便想接过话筒当一当林云逸的嘴替时，没曾想台下的观众却再次欢腾起来。林云逸，林云逸，林云逸，薛之谦，这一届观众这么给面子吗？怎么自己就没这种待遇？我不要面子的吗？假粉，都是自己的假粉。当然这也是开玩笑的了，自己的粉丝是个什么德行自己也知道。待观众的欢呼声停下来后，薛之谦便又拿来了一个话筒，看着林云逸笑道：看得出来我们的林老师似乎有点紧瞪，其实我第一次大舞台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有一个解决方法很实用。听着薛之谦的话语，林云逸有些不解地看着他，
随后薛之谦也没卖关子，瞅了一眼下面的观众后笑道：“很简单，就把观众朋友们当空气就行，实在无视不了，就把他们当成猪、牛、动物就行，这样就不紧瞪了。观众，我把你当偶像，你给我当牛马了，退票，退票，退票。”第76章演唱会新歌首唱。看着老薛与粉丝们相爱相杀的场面，一旁的林云逸也是微微笑了一下，顿时感觉轻松了不少。随后便见老薛与粉丝们又互相调侃了几句后，便继续说道：“好啦好啦，不和你们一般见识了，回归正题。刚刚我们的林云逸演唱的这首全新版本的《海底》，大家喜不喜欢？”说着，老薛便将手中的话筒伸向前方，台下的观众也是纷纷扯着嗓子大声喊道：“喜欢！林云逸，我爱你！老公，老公！”这要是女粉喊的，可以勉强理解，毕竟娱乐圈嘛。可薛之谦眼睁睁看到这声老公是舞台下的一位男粉喊的，喊的还是如此的撕心裂肺，如此的真挚。这届都粉丝都这么疯狂的吗？而薛之谦也是打了个哈哈后继续说道：“说实话，不仅仅你们喜欢，就连我一个自问在歌坛混迹了数十年，经历过这么多舞台的人，都从来没感受到一首歌能够这么的穿透人心。也许只有经历过真正低谷的人，才能够领悟到救赎的伟大与感动。林云逸这首歌改编的真的改编进了我心里。”看着薛之谦那真诚的眼神，林云逸知道他说的这些话并不是场面话。不过不知道林云逸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比如为什么会想要改编一首这样的海底出来呢？而且好像我听说你演唱的第一首歌也是海底吧？面对薛之谦抛过来的话题，林云逸拿着话筒短暂的思索了一会后开口说道：“我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只能说这段时间让我经历了很多吧，也看到了很多曾经未曾看到的东西。而最主要的原因呢，治愈版海底确实有点负能量了。大家在歌曲下面的评论我也都一条条的看了，发现不少人都说感到自己很累，坚持不下去，甚至活不下去，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怎么活。看到这些评论后，我心情也很沉重。我也知道这些压力不是大家自己的原因，而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悲哀，这也许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是自己去感受其中的幸福与辛苦，无论和平庸等等。也许活着本身很艰难，但也正因如此它才具有深刻的意义。所以我希望这首不一样的海底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点力量，带来一点坚持下去的力量。谢谢。虽然林云逸的声音并不高昂，甚至还显得有点低沉，但是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却不停地在台下观众们的耳畔回荡着，甚至有种震耳欲聋的感觉。只见舞台下的观众们沉默了一会后，又是一阵阵如同潮水一般的掌声在场馆内响起，而一旁的薛之谦也是点了点头，又一次拍了拍林云逸的肩头笑道：“生活嘛，笑一笑就好了。只要我们大家不认怂，生活就没办法撂倒我们。如果大家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可以想想我们的依依小朋友啊，他的坚强与坚毅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吧。据我所知，小依依的恢复情况可是很不错的哦。”一旁的林云逸闻言后也是赞同的点了点头。没错，依依现在的情况还不错，最艰难的那一段时间他也挺过来了。在这里我也代替依依感谢各位之前帮忙转发依依的情况，谢谢大家。说着，林云逸也认真地对着前方鞠了一个躬。而舞台下之前帮助过依依转发动态，又或者是提供了一定经济帮助的人，听到这个好消息后，心里也是一喜。虽然新闻上也有告知依依的消息，但论真实性应该比不上林云逸的亲口所说吧。随后，薛之谦看了一眼时间后，又开口说道：“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林云逸来参演这次演唱会也很不容易，所以我也不多废话，耽搁大家的时间了。再唠下去，演唱会超时又要罚我款了。接下来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就让我们交给林云逸。”薛之谦话音刚落，全场的观众朋友们又一次沸腾了起来。什么？林云逸还有一首歌？卧槽，早说啊！我看时间差不多后，都准备走了。林云逸，林云逸，林云逸！看着舞台下方那恐怖的欢呼声，薛之谦笑着拍了拍一旁林云逸的肩头，眨了眨眼睛说道：“还有哦，接下来林云逸演唱的这首歌可是新歌哦。”砰！说完这句话后，舞台上的灯光瞬间熄灭，变得漆黑一片。而薛之谦也趁着这个时候悄悄地退了下去，将舞台留给林云逸。而此时此刻，台下的观众们却是愣住了。哎，刚刚老薛说什么？不知道，刚刚太吵了，没听清。我听到一点，好像说是什么新歌。新歌？什么新歌？好像是林云逸的新歌。真的假的？虽然说在看到林云逸上台时，就有不少人想着今天会不会有林云逸的新歌听，毕竟自从歌友会开始的时候，林云逸的每一次登台带来的都是新歌，
而坐在前排的小杨眼里也是一惊，转头看着一旁的张杰，好奇地问道：“哎，林云逸真的还有新歌吗？还是说我听错了？”一旁的张杰闻言后则是摇了摇头说道：“我也不清楚，不过应该是有吧。我最近也看到他闲着的时候在音谱上写着什么，不过我也不懂音乐，也看不懂。”听着张杰这么说，小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就在台下的观众们都交头接耳的讨论时，舞台上的林云逸却微微笑了一下，随后那富有磁性的声音便从舞台上传了出来：“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接下来一首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送给你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PS 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原唱中岛美嘉。这歌中文版或者改词版挺多的，评论区自行推荐。个人感觉杨墨一认路的算中文填词唱的还行的，林志炫热狗那版也不错。理性听歌第77章，又是治愈神曲，真是新歌。听着林云逸刚刚的话语，一时间全场躁动，期待不已。要知道自从林云逸出道以来，他所创作的新歌就没让众人失望过，因为他所带来的每一首歌曲不仅仅旋律好听撩人，歌词也都算得上上乘之作。我的天，林云逸这家伙又有新歌了，能够这场演唱听到林哥的新歌首唱，简直是血赚。还好刚刚没提前退场，我也曾想过一了百了，听着歌名就感觉这歌有点意思啊。新粉还在有点意思，老粉已经准备好纸巾了。卧槽，刚刚还敌我是不是哭早了？嘘，别说话了，开始了。就在观众们还在期待不已的讨论着的时候，一阵阵优美无比清扬琴声缓缓响起，仅仅是前奏就瞬间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刚刚还在议论纷纷的粉丝们纷纷安静了下来，闭上双眼安静的聆听着。很快简短的前奏结束，林云逸那温柔磁性的声音缓缓出现。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在听到海鸥哀鸣的时候，浮沉在浪花之间无边无际的漂流，请把我不堪的时光带走。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在看到杏花盛开的时候，裹着斑驳的春光在树荫地下睡着，能否化作尘埃，就此不问缘由。这歌词绝了，再配合上那舒缓而又低沉的音调，一下子就把舞台下方的观众们带入了歌曲的情绪之中。歌词中出现的海鸥、浪花等等，仿佛就是看见那些景色，就像是自己无意义在这些地方闲逛，想将伤心的过往丢去，希望寻求生活的意义。但是只有残旧凄凉的景色，因为心中只存在悲观和无力感，不知道自己的心应该何处安放。不少林云逸的老粉丝听到这歌词的一瞬间就明，这首歌写的似乎也是林云逸他自己的经历与感悟吧，因为他们在前面这几句歌词中看到了熟悉的感觉，有点类似于林云逸之前那几首作品那种充满绝望、看不到希望的压抑的感觉。又是一首治愈歌曲吗？就在这时，突然伴随着鼓点的加入，副歌之前的铺垫开始到来。旧单车渐渐生锈，漆黑灯塔被废弃的港口，一个人站在清冷的街头，想出发却不知该往哪走。昨天的影子依旧在今天残留，现在不想改变就别奢望以后。我都知道。可是啊，听到这里后，不少人的眼眶已经开始微微泛红。虽然歌词中写的不是人，只是一些简单的事物，可是台下的观众们都在这些事物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旧单车之所以会生锈，是因为无人使用，是因为被抛弃。灯塔的作用是指引方向，漆黑的灯塔也就代表了失去了方向，而港口所代表的就是每个人心中的温柔乡。而更加戳人心灵的则是后面的两句，我知道，可是对啊，其实低落的人比谁都更想积极向上，更想让自己空虚的心被填满，也知道自己必须做出改变，但是在陷入一种抑郁低迷的状况时，迈出一步对他们来说是很艰难的。其实那些他们道理也都知道，可能比任何人都要知道，可难的就是难在这最后面的可是啊！敢问谁不想要好好生活呢？听到这里后，一瞬间不少观众整个人都起了鸡皮疙瘩，因为歌词之中的字里行间无疑不再表达那种昏暗孤寂的感觉，果然是治愈类型的。此时此刻，在那句宛如质疑又或者想要获得答案的可是结束后，整首歌的高潮到来了。只见林云逸眼睛微闭，双手紧紧地握住话筒，深吸了一口气后，用尽自己的全力充满了感情地唱道：我曾经也想过这一了百了，被掏空的心已经无力承受，蜷缩在灰暗角落，沉在回忆里哭朽。梦醒之后还有什么可以挽留？第一段副歌结束，舞台下的观众们没有丝毫反应与欢呼声，因为他们已经完完全全地沉浸在了其中。震撼人心的歌词，再加上林云逸充满感情的演唱，将这首歌演绎得淋漓尽致。梦醒之后还有什么可以挽留？后台的薛之谦呆呆地看着前方的林云逸，嘴里低喃着。他想到了曾经刚出道的自己，在一首歌爆火后，本以为迎接自己的将是辉煌的前途，
以为自己的才华将会被大众所认知，可没想到是歌是爆火了，大街小巷都在播放，可也就仅此而已。等待自己的并不是辉煌大道，反而是陷入了近乎10年的沉沦与不被人所知。蓦然知道，他为了重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的听到、认可所付出了什么。毫无疑问，林云逸的这首歌也唱进去了他的心里。其实不仅仅是老薛，舞台下方的观众们的情绪也被波动，也纷纷想到了自己。其实每个人总会有那么一段最难熬、最黑暗的时光，对自己、对生活、对世界充满了失望和敌意，对自己无法原谅，否定自己，怀疑自己，对生活失去信心，对世界充满着愤怒。为何被社会毒打的总是自己？为何没人能来理解和帮助自己？等等，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候，还会产生出以自杀来结束、来逃避这一切的念头。可那个人没有过这样的念头呢？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总要经历的，没有办法避免与逃避，只能勇敢的去面对。此时此刻，一切比较感性的观众已经拿出了纸巾擦拭着眼角残留的泪水。其实很多人听歌听哭，并不是因为歌曲本身，而是因为通过歌曲的旋律、歌词联想到了自己，这是一种来自于灵魂的共鸣。而林云逸也继续演唱着，虽然歌词没有重复，但是所描绘的意境与前面一样，让人感到有点抑郁。看着舞台上的那道身影，不少观众都在内心感叹道：林云逸是懂治愈的。 PS 翻版还是没原版有感觉，但也只能这样了，见谅吧。第78章，不是治愈，是治愈。与此同时，林云逸那优美的歌声还在继续。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忽然看见你那明媚的微笑，原来总想着结束，没能把命运看透，只是因为没找到坚持的理由。唱到这里时，观众们突然发现歌曲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不再像之前那样悲哀，仿佛有什么东西要呼之欲出一般。而就在这时，这首歌也来到了最后的副歌阶段。我曾经也想过这一了百了，在没能和你相遇的时候，能有你这样的人存在于这个世界，悄悄唤醒我沉睡心底的喜悦。能有你这样的人存在于我的心间，让我开始有些期待这个世界。至此，曲终。这一首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再一次震惊了全场的观众们。特别是最后这段副歌的转折，唱出了一种向死而生的希望感。在唱前面的时候，林云逸的唱腔之中有一种绝望的嘶吼感，有一种对生命的呐喊与礼赞。可是唱到最后一句本应该是情绪最高潮的爆发点时，林云逸的声音却反而慢慢平缓了下来，让人感到心中似乎掠过了一丝暖意，就仿佛是一片被野火掠过的燎原迎来了春雨，一抹希望的种子在慢慢发芽。这是一个希望的开端。而这首歌的本意并不是治愈，而是在治愈啊。虽然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伴舞的点缀，舞台的灯光也并不华丽，只有一束简简单单的灵光照射在林云逸身上，但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布局，更加突出了林云逸在演唱这首歌曲时的真挚。好！就在众人还沉浸在这首歌曲的情绪中之时，一声嘹亮的嚎打断了大家的情绪。紧接着，掌声响起。这次的掌声比之前的任意一次都要响亮，都要持久，因为这次的掌声不仅是在为林云逸所带来这首惊艳的作品所鼓掌，同时还在为勇敢与生活兑现的自己所鼓掌。面对舞台下方粉丝们热烈无比的掌声，林云逸没有说话，就这样静静地站在舞台中央。过了许久后，掌声渐渐消散，林云逸拿起麦克风咽了一下口水后，才缓缓开口说道：谢谢大家。这首歌送给在座的每一个人，希望大家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都不要独自沉沦下去，也许光明就在前方等着你。也希望这首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力量吧。在经过林云逸简单的发言后，薛之谦也重新回到了舞台上。说得不错，唱得真的太好了。说实话，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大喽，你们说是不是啊？是。林云逸的新歌好不好听啊？好听。老薛一边上前搂住林云逸，一边熟练无比的与观众们的互动着。听着台下那整齐无比的回应声，老薛笑了笑，继续说道：那么今天听得开不开心啊？开心。那么今天我们的演唱到这里就结束了好不好？好，等等，不好，这才几点，怎么就结束了？对啊，我还没听过瘾呢。不行，再来一首，要不就退票。对，退票。看着有些人又带起了退票节奏后，老薛也是有点无奈的说道：大哥大姐们，我们演唱会现在已经超时了，再唱下去的话我就要赔钱了。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这次演唱会是一次公益慈善演唱会，大家的门票钱都会用于公益慈善事业，这我本来就不赚钱，你们还忍心看我赔钱进去啊？忍心？听着观众们的回应，老薛捂着胸口做出一副心痛的模样。看到这一幕的林云逸也是笑了笑。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演唱会时间过得这么快吗？2个半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
自己才感觉来了1个小时左右。只见薛之谦深呼了一口气后，脸色一正，回归正常道：“好了好了，不闹了，咱们这毕竟还是签了合同的，超时时间长了影响也不好，你们说是不是？”听着老薛那认真的话语，舞台下的粉丝也不闹了。不过就这样结束了，总感觉有点不甘，特别是对于林云逸，好不容易能够听一次现场，这才唱了2首，总有一种没听够的感觉。而就在这时，突然有位观众大声喊道：“再来一首小红花好不好？”听到这句后，不少观众眼前一亮。对啊，既然这是公益慈善演唱会，怎么能缺了送你一朵小红花这首歌呢？于是全场的歌迷跟着喊了起来：“对啊，再来一个小红花，小红花，小红花，来一个！”听着粉丝们的呼喊，薛之谦的眼里也闪过一丝犹豫。如果就这样结束了，好像确实少了点什么。算了，超时就超时了吧，反正自己演唱会又不是没超时过，不就赔点钱吗？想着，薛之谦便看了一眼林云逸，用眼神询问着林云逸的意见。一旁的林云逸见状后也是点了点头，看着薛之谦笑了笑说道：“我都行，这最后一首歌要不我们俩一起唱？”只见薛之谦长叹一口气，又摇头笑着说道：“哎，真拿你们没办法，那就来一个吧，最后一个，等会唱完了可别起哄喽。”看到薛之谦答应不立马结束演唱会后，场馆内的观众们纷纷欢呼了起来。随后便见薛之谦与乐队老师说了一声后，便来到了林云逸身边，准备2人一起合唱这首歌，给这场演唱会一个圆满的结局。而全场的观众们也是很给面子，纷纷呼喊起了老薛与林云逸2人的名字。于是在观众们的呼喊声之中，送你一朵小红花，那熟悉无比的前奏也缓缓响了起来。送你一朵小红花，会唱的朋友们跟着一起来，送你一朵小红花。与此同时，魔都医院之中，第79章尾声，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芽。只见在医院中的隔离室中，小依依也在轻轻哼唱着这首歌，而一旁的依依妈妈则是在用消毒毛巾，正在帮依依小小心翼翼地擦拭着身体。听着依依那带着童音的哼唱，依依妈妈笑了笑问道：“感觉怎么了依依？有没有感到什么不舒服的？”听着妈妈的话语，依依不假思索地摇了摇头说道：“没有不舒服，我感觉比之前已经好多了。”虽然依依说是这么说，但其实这治疗过程还是挺难受的，毕竟每天都要注入不同的药液，服用一些药剂，对于身体的消耗还是蛮大的。而依依妈妈闻言后，眼里闪过一丝心疼，捏着依依的小手没有说话。而就在这时，隔离舱内的通讯机突然响了起来：“刘依依的妈妈，请您出来一趟，赵主任找你。”听着通讯机里传出那护士的呼喊声后，依依妈妈皱了皱眉头，眼里闪过一丝疑惑。这位赵主任就是负责依依治疗的主治医师，听说是国内磷化病这方面的专家。不过这几天这赵主任都从来没找过自己，就算来隔离舱内，也只是简单的看一眼依依的情况就离开了。哪怕自己询问他依依的情况，他也只是有点含糊的点头说情况还行，还要继续看看。而如今突然找自己，不会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吧？看着眼前的依依，依依妈妈的心里突然紧瞪了起来。依依，你乖乖的睡一会，医生找妈妈，妈妈出去一会就回来好不好啊？听着妈妈的话语，依依乖巧的点了点头，嗯了一声。随后依依妈妈把被子给依依盖好后，便走出了隔离舱，顺着医院的走道来到了一个医师办公室之中。刘依依的家属是吧？请坐，稍等我一会。坐在办公电脑前的赵主任抬头看了一眼，招呼了一下后，便先忙碌着手中的事。依依妈妈见状也没多说什么，找了个空位，有些忐忑的等待着。过了差不多1分钟左右后，便见赵主任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揉了揉眼睛后，便一边在桌面上翻找着什么，一边对着依依妈妈说道：“刘依依妈妈啊，今天喊你过来是要和你说一下这个你孩子的情况。嗨，他现在……”说着说着，便见赵主任突然顿了一下，拿着手中翻出来的一扽化验单简单的扫视着，而依依妈妈则是有些焦急的追问道：“依依，他现在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希望？”看着依依妈妈的那副模样，正在重新检查化验单的赵主任微微一笑说道：“您先别急，我过来就说这个事情的。”随后便一边看着化验单上的数据，一边开口说道：“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呢，你孩子的造血干细胞已经基本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数值，虽然还是比较低，但起码达到了标准线。然后这几天骨髓重塑的情况也很不错，差不多再过1周，你女儿就可以出舱，然后转移到普通病房，再观察一段时间就行了。总而言之就是手术很成功，接下来已经基本没什么生命危险了。”听着医生的话语，依依妈妈愣了一下，眼里闪过一抹欣喜、激动，嘴唇微微有些颤抖着。真的？看着依依妈妈那瞬间变得通红的眼眶，赵主任也是笑着点了点头说道：“我这怎么可能会骗你？这就是今天刚刚送过来的依依的单子，你看一眼就知道了吗？”依依妈妈双手颤抖着接过赵医生递过来的单子，
眼眶也已经变得湿润无比。虽然说他看不懂化验单上面的一些医用名词与专业数据，但是他明林依依真的已经脱离危险了，手术真的成功了。在这一刻，依依的妈妈嘴角控制不住的往上扬，同时泪水也从那通红的眼眶中涌了出来。数年来压在自己心里那沉重而又坚硬无比的荒山，终于在这一刻瓦解。与此同时，依依妈妈心里的情绪也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述。看着眼前的医生，喉头滚动了一下，想要说点感谢的话语，却因为哽咽久久无法说出口来。看着这一幕，赵医生起身给依依妈妈接了一杯水后，开口说道：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也能理解你这段时间的感受，不过现在也总算是熬出头了。我听照顾你们的小刘说，这段时间你都没怎么睡觉，这可不行，可别到时候孩子好了，你身子又垮了。这几天就好好休息休息吧，依依那边我会让小刘多关照关照的。听着赵医生的话语，依依妈妈一边欣喜的哭泣着，一边连连点头，从喉咙挤出一声井号34，井号34。与此同时，足球场内演唱会也渐渐接近了尾声。送你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看着舞台下方的数万位观众们，一边轻声跟着伴奏合唱着，一边挥舞着手中的红色荧光棒，远远看过去，宛如一片艳红的花海，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一般。而更加美丽的，则是每一位观众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每个人都笑的是那么的开心，那么的温柔，笑得如同花朵一般。在今天的这场演唱会中，所有观众都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感，而这缕暖意则是来源于舞台上那道消瘦的身影。一首治愈版海底，一首我也曾想过一了百了，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无论哪一首，都在慰藉着自己那早已千疮百孔的心灵；无论哪一首，都如同一缕灿烂无比的阳光，温暖了那寂寥的心灵；无论哪一首，都给人带来了一颗希望的种子。甚至整首歌都结束了，伴奏都已经消失了，舞台下的观众们还沉浸在这片暖意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地唱着最后一句歌词。看到这一幕，舞台的老薛内心也是十分的动容。自己开的演唱会没有几百场，也有大几十场了，但是没有一场能有今天这样的感觉。想着，老薛偷偷地看了一眼正在挥舞着手臂，陪着观众们一起重复的林云逸，眼里微微浮现出一抹敬意。能够创作出这种撼动心灵的歌曲的人，值得尊敬。P.S. 英英本以为断更这么久人应该都走完了，没想到还有不少人在追感动，坏了胸们，泪目了。之前突然失踪，确实有点不礼貌了，在这里给各位大大们道个歉，下次失踪一定通知，开玩笑了。第80章，演唱会结束，老薛的综艺邀请。最后的最后，即使大家内心有多么的不舍，但最终还是迎来了散场。看着台下观众们那依依不舍的表情，薛之谦脸上挂着笑容，挥舞着自己的手说道：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演唱会真的要到此为止了，我相信今晚一定让大家很难忘吧。难忘？为什么难忘呢？是因为我呢，还是因为……只见薛之谦说着说着，突然将麦克风递了出去，而观众们也十分会意地喊道：林云逸！听着观众们那整整齐齐的答复，一旁的林云逸也是挥舞着双手回应着大家，与大家告别。好啦好啦，大家都早点回去，好好休息，睡个好觉。回去的路上记得要注意安全。再见了各位。伴随着薛之谦的话语落下，舞台上的聚光灯熄灭，场馆四周的照明灯亮起来后，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们便催促着观众们离场。哎，我还没听够啊，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对呀对呀，我今天就是冲林哥来的，这才唱了3首，根本不够啊。也行了，起码听到了林哥的新歌。也对哦，要是林云逸能自己开一次演唱会就好了。离场的观众们无疑不再讨论着林云逸，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在未来的有一天，在这场演唱会中，大家所合唱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被称为了最震撼人心的万人大合唱之一。无数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旋律时，都会怀念起那晚那道在舞台上消瘦无比，却如同太阳一般耀眼的那道身影。夜深，演唱会结束后，林云逸几人并没有回去，而是约上了小杨，与乐队老师几人一起找了个不错的餐厅，一边吃着晚饭，一边闲聊着。老林121，你今天太牛逼了！你在舞台上没感觉到，我坐在下面感觉后面的观众都快疯了，喊你名字差点给我耳朵喊裂开来。还有你那首新歌，绝，太绝了！现在才真的觉得我的歌友会能有你，真是我刘某的荣幸啊！话不多说，我敬你一个。只见小杨明显是有点喝高了，一手搂着林云逸，一手就抄起杯子，将里面的酒水一饮而尽。一旁的几人闻言也是微微点了点头，因为林云逸目前的这几首作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可以说是上乘之作，甚至就连在林云逸另一边的薛之谦闻言后，也是开口称赞道：这说真的，你是我这几年来看到过写歌唯一一位能够写进我心里的人，而且你这写歌速度我都羡慕了，这才多久就搞出来快10首歌，而且质量都还这么高，这太厉害了。听着薛之谦的话语，周围的几位乐队老师也才反应了过来，对啊，
这才多久时间，怎么能写出这么多歌的？这林云逸不会真是一个音乐天才吧？林云逸见众人用那种看怪物的眼神看自己后，则是想了个理由解释道：其实有一些歌的旋律是我以前想到的，然后就记录了下来，再加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后有感而发，就将词曲也填了上去，完善了一下。听着林云逸的话语，众人也都没有怀疑的点了点头。毕竟做音乐的都知道，灵感这东西对于创作来说很重要。有的时候你没灵感，给你1年都写不出一首好歌，可如果灵感来了，可能几10分钟就能搞出一首不错的歌曲来。这种事情是不好说的。再加上林云逸身上所发生的事，薛之谦多多少少也知道点，可能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歌曲吧。想到这里后，正在吃着牛排的小杨突然抬头看了一眼林云逸，犹豫了一会后才开口问道：对了，林云逸，就是你最近怎么样了？这几天忙着补时长，我也没时间来看看你。听着小杨的话语，薛之谦也看向了林云逸。虽然两人在一起共事了几天，但关于病情的事，林云逸也没说起过，自己也不太好多问。最近，只见林云逸也将一块牛排塞进嘴里后，一边吃一边摆了摆手说道：我最近挺好的，过段时间就准备出院了。哦，过段时间就出院了，那挺好啊。没事就好，不过还是要注意，多多休息。听着林云逸的话语，几人先是一惊，随后又是一喜，连连举杯祝福道。因为虽然他们都知道林云逸是得了癌症，但是并不清楚是早期还是晚期，只知道是得了这个病。但如今既然说过段时间就能出院了，那就说明应该是能够治好的那种。而且再加上这几天看林云逸状态不错，所以薛之谦等人也没怀疑他的话语。想到这里后，薛之谦也是打心底里为林云逸感到高兴。毕竟如果这样的音乐人死在绝症下，那简直是老天爷不开眼，天妒英才啊。在得知这个喜讯后，几人也是高高兴兴的喝了起来。本来林云逸也是要一起喝的，但最终在老薛、小杨两人的强烈阻止下，硬是将林云逸杯子里的啤酒换成了冰红茶，让林云逸以茶代酒等病彻底好了，再痛痛快快的喝一场。时间缓缓过去，酒过3巡后，这场简单的饭局也要结束了。在将要离开的时候，薛之谦则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看着林云逸开口询问道：哎，对了，林云逸，你后面有什么打算没？就是出院后。听着薛之谦的话语，林云逸眉头微微一皱，摇了摇头，有些疑惑的说道：有一点吧。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吗？只见薛之谦想了一下后，笑了笑说道：也没什么大事，就是下半年我有个应赠，要去当导师，听说投资力度还挺大的，想问问有没有兴趣去参加一下。虽然你去的话可能只能以选手、学员的身份，但是这个综艺应该会挺火的，对你后面的发展会有不错的帮助。说到这里的时候，老薛其实是有点说不出口的。毕竟林云逸的实力自己也见到了，这样的实力别说当学员了，当导师都是绰绰有余。但是没办法，要混娱乐圈不仅仅要看实力，更要看背景和人脉。听着薛之谦的话语，林云逸沉默了一下后摇头说道：谢谢了，不过我还是再想想吧。见林云逸这样说后，老薛也是点了点头。也行，反正下半年才开始录，等你出院了以后再说吧。其实林云逸也明这是老薛想要用他的资源帮助自己一把，但是自己也有自己的安排，这些事还是等以后再说吧。PS， 嗨，其实是我没想好怎么写，再想想吧。第81章热议。时间转瞬而逝，距离那场令人震撼的天使慈善演唱会已经过去了1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不少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大家关注的小依依成功出舱，已经转入了普通病房进行着疗养以及观察。看着新闻上报道依依平安后，不少曾经帮助过依依的人感到心里一喜，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不仅仅如此，依依身上所经历的事甚至惊动了官方。官方不仅仅发布通知，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甚至还下达了死命令，一定要严查惩治那些披着慈善事业却做着丧尽天良的事情一些公司，必须要保证这些捐款都落实在需要帮助的人手上。不过对于官方发布的这个消息，有人对此大力支持，也有部分人保持观望态度，毕竟说归说，能不能真正做到这一步还得看实际表现。但总而言之，依依的事情也算是得到了圆满完美的结局。而第二件事就是天使慈善演唱会毫无疑问登上了热搜榜第1，而且还是持续霸榜了整整1个星期。在这几天，不少网友刷到演唱会中林云逸所演唱时的片段后，无论是他的粉丝还是路人，都被林云逸的歌声所折服。就连之前那些在网上吐槽林云逸的海底太过于压抑的人，在听到演唱会中改编版海底后，也纷纷闭上了嘴巴。而在听到林云逸的新歌我也曾想过一了百了后，更是让人感到仿佛在无边际的黑暗中看到了一束光一般，温暖着自己，被称之为治愈神曲。最后
大家所一起合唱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更是让网友们看得泪目无比，甚至不少网友都羡慕无比那天到达现场的观众们。可恶，没抢到这场演唱会的票，太可惜了。别说了，我都后悔死了。这首海底改编的太成功了，特别是那句春日雨夏蝉鸣，明天是个给我鸡皮疙瘩唱出来了。我觉得林云逸新歌更绝，感觉又是一首可以封神的曲子。我是更喜欢最后的万人大合唱环节，太感动了。而更加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林云逸被官方点名了，当然不是点名拆缝纫机，而是点名表扬。井号官方一台，井号送你一朵小红花，娓娓动听，暖人心弦，为创作者林云逸点赞。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夸赞，但其中的含金量却十足无比。官方发布这条消息后，也瞬间迎来了无数林云逸粉丝的围观点赞。点名表演，林哥牛逼！破音，兄弟们，你们说林哥有没有机会上春晚？AWC， 对哦，官方都点名表扬了，上春晚还会晚吗？就算林云逸不上，林云逸的歌应该能上吧？死对啊，要不要顶上去，让官方看到？兄弟们，理智一点，慢慢来，别乱带节奏，小心给林哥招黑。也对，上春晚这种事情也不是说上就能上的吧？在官方发文表扬后，华国癌症关爱协会也跟着发文，先是赞美了林云逸一番后，还想要将《送你一朵小红花》列为会歌，但似乎因为没联系上林云逸而没了后续。但无论怎么样，这段时间内林云逸的话题量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甚至比之前他参加歌友会的时候都要高出不少。可是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在这种流量的曝光下，林云逸失踪了。当然不是说真的失踪了，而是在获得这波庞大的流量下，林云逸依旧没有开通什么微博之类的账号。在这1个月内，甚至据说有不少娱乐公司想要签约林云逸，也有媒体想要采访他，可无论如何都没联系上他。对此，一些新粉则是感到奇怪不已，在这种流量爆炸的情况下，不应该多多露面，参加一些娱乐综艺吗？哎呀，好不容易粉上林云逸小哥哥，怎么这儿也没个微博、抖音账号？对啊，我还寻思关注一下呢，是不是火得太突然，还没来得及注册？看着这些疑惑的新粉，林云逸的老粉则是猜到了什么，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后，给这些新粉解释了起来。爱心来的吧？林哥又消失了，应该去治病去了。治病？什么意思？你之前没刷到过吗？你多搜搜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希望林哥没事，能够早日康复吧。于是，一些新粉纷纷去考古林云逸，发现是怎么一回事后，纷纷感到心里一颤。这网上的消息都是真的吗？不是营销号乱剪的吧？兄弟，是真的。突然更难受了，这么好这么有才的一个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哎，怪不得能写出这样的歌曲。不过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先进，发现的早应该还是能治的。希望林云逸能够早日康复吧。确实，就让林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吧，可能等他好了就会回来了。没错，虽然说是这么说，但其实不缺乏一些比较疯狂的粉丝。在得知林云逸在住院养病，还通过以前的消息得知林云逸是在魔都医院后，居然亲自去魔都医院中想要寻找林云逸。不过无论怎么寻找，都没能在医院中找到林云逸的身影，因为早在几天前，林云逸就已经离开了魔都。夜深，江海省一栋老小区外，一辆黄色的出租停在了小区门口。靓仔，到地方了，车费50。50是吧？扫过去了，多谢了师傅。好嘞，东西别忘拿了，靓仔。说着，便见穿着一件淡薄的林衬衫，戴着一顶鸭舌帽的林云逸从出租车上走了下来，手中还提着一袋水果和一小箱好酒，站在小区门口外，眼神复杂无比地看着前方的那栋楼房。唉，只见林云逸伫立了许久，叹了一口气后，便提着东西缓缓地走了进去。第82章回家。进入小区后，来到自己的家门口后，林云逸又一次停下了脚步。这里便是他的老家，而回家本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可是此时此刻，看着那有些锈迹的铁门，他只感到心里有点被堵住了一样。原因无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现在的这个情况。虽然说自己的父母并不关注网上娱乐圈内的一些事情，但万一就知道了呢？毕竟现在网络传播的这么快。可如果要是他们早知道了，一定会早就来回打电话给自己，问问自己的情况了吧。而且其实一开始自己说想要回家，张杰是万般阻止的，说是自己治疗的好好的，效果还不错，怎么就突然要回去了？而林云逸只能扯了个谎，说是想要回去待一段时间，化疗的话在家那边也可以化疗。对此，张杰还以为是林云逸是不是要跟家里人说这件事了，犹豫了许久后才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想着，林云逸也是犹豫了许久后才走上前去，敲响了那扇铁门。没一会，
便听到屋内传来一阵呼喊：“谁呀？来了！等一会老林，快去开门！”屋内的声音才刚刚落下，便听到吱一声，家门打开后，就见戴着一副老花镜，头发中夹杂着一点鳞发的中年男子将头探了出来，看着自己父亲那熟悉无比的面孔出现在眼前后，林云逸的嘴唇颤抖了一下，随后便喉头微微滚动了一下，吐出一句：“爸！”在看到林云逸的一瞬间，老林的瞳孔很明显的缩了一缩，愣了一下，随后下一秒，便见其眼神中爆发出一抹惊喜，嘴角瞬间咧开，笑得开心无比。逸逸，你回来了。随后便上下端详了一下，还没等林云逸来得及说话，便自顾自的继续说道：“你这孩子2年了才舍得回来看看，回家就回家了，还提什么东西啊？”听着老林的话语，林云逸笑了笑说道：“你不是喜欢喝点吗？这是我找朋友弄来的一箱茅台，品质挺好的。”老林闻言后也是有些欣慰的笑了笑，毕竟自己也没什么爱好，最大的喜爱就是这1-2口小酒了。而就在这时，在厨房中忙碌着的林云逸妈妈听到门外的动静后，眉头一皱，放声问道：“谁呀？老林，隔壁老魏吗？”“什么老魏？是咱儿子回来了。”林妈听到老林的话语后也是愣了一下，随后也是立马放下手中的事，立马往外头赶去。“真的假的？逸逸回来了？呀，你这孩子怎么回来了也不说一声？”在看到走进屋内的林云逸后，林妈也是高兴的不得了，立马走了过来，馊了，在外面都瘦了。感受这老林与自己母亲的那一声声寒暄与慰问，林云逸顿时感到心里异常的温暖无比。可刚想要开口说什么时，又一次被林妈堵住了嘴。“哎，你还没吃饭吧？你这还挺会挑时候回来，我和老林也没吃，你等着我再去弄几道菜。”一旁的老林也是插嘴说道：“对了，这不刚好前天老魏送了一条鱼吗？直接煲个汤呗，还有冰箱里那块牛肉也一块弄了。”“行行行。”看着老妈又急匆匆的去厨房忙碌了起来后，林云逸看着老爸有些疑惑道：“这都快8点了，你们还没吃饭啊？”只见两人走到客厅中坐下后，老林笑了笑说道：“我和你妈在家都是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做饭吃，毕竟2个人吃饭随便弄弄就成了，有的时候吃得早，有的时候吃得晚点。”林云逸闻言后也是点了点头，随后两人便你一句我一句的聊着。在聊天的过程中，老林似乎并不知道林云逸的事也没聊，林云逸的工作上的事情甚至都没问。林云逸怎么突然回来了，反而是聊一些什么国际形势、国家走向之类的。就这样聊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林妈便做好了饭菜，端到了饭桌上。“来，先吃着，鱼汤得再煲一会才入味，真香啊！这汤你也快坐着吃呗，妈。”“行嘞。”随后一家3口围坐在餐桌四周，一边吃饭一边聊了起来。“来来来，多吃一点，看看你在外面都瘦成什么样子了。”“是啊，多吃点。”吃着吃着，老林突然抬头看了一眼，林云逸问道：“哎，对了，你姐呢？她没跟你一起回来啊？”听着老林的话语，林云逸则是眉头微微一皱，怎么听这语气，他们好像知道前段时间张杰与在自己在一起，难道自己老姐已经说了什么了吗？可感觉又不太像。PS 码字附件中见谅，找到感觉了就多更点吧，感谢各位读者大大的支持哦。第83章，活出一个值得自己铭记的人生。于是林云逸思索了一会后，便反问道：“老姐啊，他公司那边有事就回去了。”“哎，老妈，你们怎么知道老姐来找过我？”话音落下，便见林妈眼睛一斜，淋了给林云逸一眼说道：“我们怎么知道？咋了？不允许我们知道啊？井号34，还有你小子遇到什么事都不吭不响的。井号34，还想瞒你妈我多久啊？”“瞒？”听着自己老妈的语气，林云逸的心猛地颤了一下，他真的早就知道了。想到这里后，林云逸攥紧拳头，抿了抿嘴唇，正准备说点什么时，没曾想林妈突然加了给林云逸一块肉，继续说道：“要不是前些日子跳广场舞的时候，那些舞伴说我家出了个大明星，都上演唱会了，我还真不知道你小子居然不上班，偷偷的去混什么娱乐圈了。”“演唱会？娱乐圈？”听到这里后，林云逸愣了一下，也反应了过来，难不成老妈所说瞒着他的事原来是这件事？一时间林云逸的瞳孔闪了一闪，在心中暗自叹了一口气，也不知道自己是该为没被发现而高兴，还是说其他什么。“咋了？不开心了？”“逸逸啊，我也只是说2句，你真的想要干什么，我和你爸都还是支持的。其实啊，只要你喜欢就行，当明星也没啥不好的嘛，听说挺赚钱的嘞。”看着以为是不是说了自己2句后不开心的老妈，林云逸挤出一个笑容，摇头说道：“没有不开心嘛，只是之前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嘛，而且我这也不算什么明星，刚好有个朋友带了我一下而已。”
听这林云逸的话语，林妈则也是笑了笑后，兴致勃勃地说道：“老林啊，你别说，逸还真出息了。那叫啥演唱会是吧？好多人在喊我们儿子的名字呢，唱起歌来还怪好听的，就是这发型不好看，怎么弄了个光头？你看看，你看看。”说着，林妈就要拿出手机将演唱会的视频给老林看。一旁的林云逸则是用复杂无比眼神看着老妈与老爸。如今看来，好像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患病的事情，只是刷到前几日的演唱会有自己。这也能理解，毕竟说到底，林云逸的情况也就歌友会的那群粉丝了解一点。虽然当时说闹得大，但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罢了，转头就被别的热搜所覆盖下去了，没闹到什么全民皆知的地步。毕竟也许到现在为止，有人听过林云逸的歌，但其实还并不知道林云逸是谁，更别说了解他的情况了。其实林云逸也不是有意瞒着，而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说出这一切，能拖就先拖着吧。想到这里后，林云逸也是有些无奈的笑着叹了一口气。随后老妈还问了林云逸怎么突然写歌唱歌了，林云逸便也是找了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搪塞了过去。晚饭过后，林云逸他妈出去跳广场舞了，家里的林云逸与老林则是开了一瓶茅台，坐在阳台上吹着夜风闲聊着。你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老林抿了一口后随意的问道。待多久？我也不知道，待着看吧。怎么，我打扰你们老夫老妻的二人世界了？林云逸开了一句玩笑话。而老林也只是摇头笑了笑。既然回来了，就多待在家一段时间吧，你妈挺念叨你的，而且在外面这2年你吃了不少苦吧？听到这句话后，林云逸有些错愕的看着老林，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这样说。看着林云逸的反应，老林拿起小酒杯与林云逸碰了一下后，喝了一小口，继续说道：瘦了这么多，眼眶都凹进去了，我能看不出来吗？以前的你话不多，但不会叹这么多气的。而且刚刚吃饭的时候，我看你是有什么话想说吗？看老林转头看向自己后，林云逸与之对视了一眼后，便低着头沉默了。而老林见状后也没催促什么，而是自顾自地说道：你呀，从小就比较自立，所以对你想干什么，我们也不会太过于干涉。但是在外面就算你再忙，也要多注意身体，好好吃饭。还有啊，你要混啥娱乐圈，虽然我不反对，但是哪些人能交，哪些人不能交，你要看清楚。违法犯纪的事情也别掺和。听着平日里话也并不多的老林那关心的唠叨后，听着听着，林云逸的眼睛突然变得有些湿润了起来。也许以前听他说这些话，自己只会感到不耐烦或者是敷衍的点头，但是如今心里却有些堵得慌。而老林就这样唠叨了差不多数十分钟后，才堪堪停了下来，看了一眼林云逸后便没有再说话了。两人就这样在夜空所笼罩的天台上静静地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后，林云逸突然开口说道：爸，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你们怎么办？只闻林云逸的声音沙哑中还带着一点哽咽。只见一旁老林在听到这句似乎有些不明所以的话语后，拿着杯子手突然颤了一颤，随后便转头看着林云逸。林云逸察觉到了自己父亲的目光，但始终不敢去看他脸上此刻的表情。气氛在这一刻突然有些凝固住了。而林云逸也似乎有些后悔刚刚所说的话，立马咳了2下，抬头看了一眼老林，笑了笑说道：哎，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我最近写了几首歌嘛，底下就有不少患有抑郁症，不少坚持不下去的粉丝留言，然后我就会想，如果有一天我会不会也变成这样，好像娱乐圈就有不少人得了抑郁症就那啥的。就在林云逸的语气变得有些语无伦次，甚至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来缓解刚刚那句话带来的凝固气氛时，老林突然点了一支烟后，将自己手掌放在了林云逸的肩头上，抬头看着眼前的夜空，沉默了许久，一支烟燃尽了后才开口说道：你演唱会的那些歌我也听了，很不错。老爸也不知道在外面这些年你怎么了，可能也帮不了你什么，但是无论如何，家就在这里，如果感到孤单了或者什么就给我们多打电话，我和你老妈也会陪着你。而且你们这种搞创作的确实内心会有很多情感，如果实在感到压抑了，那就多出去走走，出去旅游，看看世界，累了就回家待一待，把握住你每一刻的精彩生活。至于你之前说的离开，其实总有一天你都将会离开这个世界，既然都会离开，那就活出一个值得你自己铭记的人生。毕竟人嘛。这一夜林云逸与老林聊了很久很久，不过过了那晚后，无论是林云逸还是老林都没有再提起那一夜所聊的事。而林云逸也不清楚老爸他是不是已经从自己的话中猜到了什么。第84章节哀。林云逸走好。林云逸2个星期的时间过去，在这段时间内，林云逸虽然没有做什么事，但是又一次上了热搜。
至于上热搜的原因，则是他的歌曲终于正式在网易云上线了。井号热搜，林云逸歌曲正式上线网易云，暖阳3部曲，送你一朵井号。井号热搜，震惊！林云逸歌曲上线1小时，总播放量突破1000万。井号热搜，林云逸，林神。伴随着各种层出不穷的热搜上榜，网易云林云逸歌曲的播放量也是成倍的往上增长，甚至直接霸榜了网易云热歌榜的前10。只要是林云逸所唱的歌，每一首都榜上有名。而其中播放最多的，毫无疑问就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海底改编版紧随其后。第3首则是那天那晚唱哭了无数人的一荤一素。不少粉丝看到这霸榜的名场面，更是疯狂无比。等了几个月的歌终于正式上线了，我爱你，林云逸。终于不用拖动视频进度条来听歌了。WC 全部歌都上榜了，这还是第一次在圈内见到吧。林云逸，林神。虽然林云逸的歌上线了，引起了一波滔天巨浪，可是仿佛这件事与林云逸没有丝毫关系一般，没见他有过任何的回应或者是宣传。对此，粉丝们只能理解成林云逸还在养身体，没时间关注这些吧，说不定过段时间还能听到他的新歌。可无论如何，令粉丝们想不到的是，那个男人失踪了。时光飞逝，半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这段时间内，娱乐圈依旧活跃无比，不知是不是受到了林云逸的影响，不少质量不错的新歌都层出不穷，宛如内娱活了过来一般，不像以前那样宛如一趟死水。可无论如何，不少人都感觉缺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林云逸。在半年前，不少网友都以为林云逸只是去养病了，过段时间就能重新看到他的身影，再不济也能听到他的新歌吧。可没曾想，这一等就是半年之久，并且还不知道还要继续等多久。林云逸就宛如真的失踪退圈了一般，在网上寻找不到他的任何踪迹，甚至就连老薛参加的新节目《我是好声音》，不少网友知道林云逸与老薛关系不错，都以为林云逸会不会去参加一下这个节目露个脸，可结果依旧令网友感到失望。这个节目的名单之中并没有林云逸。林云逸，你好狠心，让我们千万百家军无家可归。林云逸，你到底在哪？林哥，你这次真的很过分，到底怎么样出来吱一声啊？是啊，怎么就这么不吭不响的失踪半年？再怎么说也要给我们这些粉丝留个信啊！林哥，你就算骗我们也不能骗一啊！你之前不是说了陪一起去海边玩吗？怎么小杨发的海边照片没有你？你们说林哥会不会被雪藏了？雪藏个屁！林哥都没有签约娱乐公司，全靠自己的才华火起来了，怎么可能被雪藏？看着半年都没认音讯的林云逸，无论是老粉还是从演唱会开始粉起，林云逸的粉丝都开始急了起来。好好的一个大活人，怎么说失踪就失踪了？就算要退圈不唱歌，起码也得给粉丝们一个交代吧。而就在不少粉丝为此感到焦急的时候，一条令人想到不到热搜突然登顶。井号热搜1，节哀歌手林云逸，愿你一路走好，蜡烛蜡烛蜡烛。看到这条热搜的一瞬间，所有林云逸粉丝都愣住了。这什么意思啊？不是，这什么鬼啊？骗人的吧？好像是真的。上面图片有医院的病危通知单，上面名字就是林云逸。点进去的一看，确实有一邓病危通知书的照片，上面的名字也确实是林云逸。一时间，无数人都感到内心猛然一颤，有点不愿意相信这一切。此时此刻，正在录制节目的薛之谦也被工作人员告知了这个消息后，同样愣了一下，随后眉头微微一皱。谁说的？工作人员闻言摇了摇头说道：不知道，网上有人给病危通知书照片发出来了。看着工作人员手机上的图片，薛之谦深吸一口气后，连忙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发了一条消息出去。虽然工作人员不知道薛之谦是在联系谁，但是可以从他那有些颤抖的手可以看出，他此刻的心情并不平静。不过过了几分钟后，只闻老薛的手机叮咚一声，下一秒就见薛之谦那紧瞪的情绪瞬间瓦解，表现出一丝无语，自顾自地嘀咕道：现在这网上的人这么喜欢造谣吗？真以为造谣不犯法？随后又看向工作人员抱歉道：不好意思啊，咱们继续录吧。而与此同时，小杨的直播间也一样，看着弹幕上都在发送林哥一路走好的字样，小杨同样的愣住了，随后便也低头捣鼓起了手机。然后过了几分钟后，便见小杨重新抬起了头，眼神之中夹杂着几分愤怒，看着摄像头说道：朋友们先停一停，别刷屏了。不是，网上这图片谁发的？在这里乱搞人呢是吧？听着小杨的话语，不少弹幕疑惑道：什么意思啊？图片热搜里发的呀，怎么就乱搞人了？会不会是刷屏影响到骚猪开直播了？不是说骚猪和林云逸关系不错吗？如今林哥走了，来着大家一起那啥一下，骚猪就不高兴了。
看着弹幕里似乎有人曲解了自己的意思后，小杨也没多墨迹，直接猛吸了一口电子烟，在直播间说道：“捏妈，网上那消息是假的，真是尼玛什么谣都乱造吧，吓我一跳都。各位担心林云逸的朋友们别急，林云逸没有事，他还好好的呢。”虽然看着小杨不像是在说假话，但还是有一些观众有些迟疑的说道：“造谣的吗？不会吧？”“是啊，毕竟林哥都半年没出现了，会不会真的没治好？”之前有粉丝去医院里找过林云逸，却发现林哥早就离开医院了。当初不是说林哥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去陪家人了吗？对啊。看着一些观众们还在怀疑后，小杨也直接将自己与林云逸的聊天记录放了出来。看到聊天记录后，不少观众也终于相信了，这消息还真是造谣的。最后的最后，这条造谣的热搜消息是以造谣者被挖出来，直接被警方抓获而宣布结束。至于造谣者呢，似乎只是一个小年轻，想要蹭一波热度，然后再借着这波热度开个直播去带货。对此，网友们也都愤怒不已，纷纷要求警方必须重判这个造谣者。而当事人林云逸在家看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后，也是有些哭笑不得，自己这是提前体验了一把全网送行。PS 后面就开始旅游篇了，谢谢各位读者大大的小礼物哦。第85章启程。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特别是在如今这个互联网时代，由于每天发生的事太多，每天接触的事太多，导致人们对于这些信息有些应接不暇。距离上次林云逸被造谣去世的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一开始在一些短视频媒体上还能经常刷到有关于林云逸唱歌、林云逸演唱会的视频，而如今曾经一时轰动全网的林云逸也彻彻底底的销声匿迹。他仿佛只是昙花一现一般，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没了他的踪迹，仿佛他真的被人给忘记了一般。其实不然，即使在这整整2年的时间中，林云逸就算没出现在大众眼前，但他的歌曲却早就传遍了大街小巷，甚至直到今天都还能在热歌榜前10之列看到林云逸的歌曲。而一些林云逸的铁粉则是纷纷活跃在了歌曲的评论区中。不会吧，都1年半了，不会还有人在听这首歌吧？考古打卡星号1，林哥是不是被骗去嘎腰子了吧？还活着的话吱一声，渣男！就这样抛下爱你的粉丝不管了是吧？爱没了，林哥这1年多都没听到什么好听的歌了，确实想念。林神的 DNN 加天，爱那个男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此时此刻，江海省某个高档餐厅礼堂内，各位来宾、各位家人们，欢迎你们能够来参加杨康先生与张杰女士的婚礼。我是主持人吴天，欢迎各位的如约而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请允许我多说2句。其实，当你遇上一个彼此赏心悦目的人，就像看见美丽的彩虹一样，美不胜收。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此时，在礼堂内其中一个位置上，只见林云逸穿着一身修身的西服，嘴角挂着一丝和煦的微笑。今天是自己老姐的婚礼，只不过这时候，林云逸的形象与2年前完全不一样。刚刚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林云逸可以说林静静的留着个短发，看起来还有点小帅。而如今的林云逸则是留起了一脸的络腮胡，头发也养长了不少，扎起了一个小辫，脸上的肉也多了起来。不过看起来并不油腻，反而有一种艺术家的潇洒感。反正与之前那副病秧子样完全是2种气质。只见主持人继续在舞台上说着不期而遇4个字，让我们对于未来、对生活充满了想象。因为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生命中那些只属于你的人会如同彩虹一般出现在你的世界里。就比如我们今天的主角张杰女士与杨康先生。现在让我们有请今天的2位新人，大家掌声响起。伴随着主持人的话语落下，外面噼里啪啦至一阵阵充斥着喜悦的鞭炮声响起，婚礼进行曲的音乐也开始播放了起来。紧闭的礼堂大门也突然打开，随后便见穿着一身银色婚纱的张杰牵着他爱人手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看着自己老姐脸上那幸福的微笑，林云逸也是为他鼓着掌，表达自己的祝福。其实一开始林云逸打算给自己的老姐弄一场华丽无比的婚礼，毕竟自己那几首歌赚了不少钱，可最后还是被张杰给拒绝了，说不喜欢弄得太夸邓，不说简简单单就弄个平常一点婚礼就行。但即使这样，林云逸还是亲自给张杰挑选了一套价值不菲的婚纱，毕竟能够亲眼看到自己的老姐结婚，嫁给了一个还不错的人后，也算是免去了一项牵挂。婚礼的进程十分顺利，也很热闹。一直到了下午，张杰的朋友与男方那边的朋友都还没散去，为2人所庆祝着。而林云逸却没在其中，而是待在外面，坐在石墩上抽着烟。你怎么不进去陪陪你姐？舍不得呀。林云逸头微微一偏，
是自己的老爸过来了。舍不得，有点吧。林云逸若有所思地回了一句：爱你老姐结婚，我与你老妈心中的大石头也算是放下一块了。倒是你小子怎么还不开窍？听着一旁老爸的话语，林云逸眼神闪了闪，没有说话。过了许久后，林云逸突然起身，转头看着自己老爸说道：爸，我准备过2天出去一段时间。出去一段时间？老林有些诧异，但也并没有多问什么，而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出去透透风也好。虽然说你是在家写歌，但什么音乐幕后，但也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这2年以来，林云逸也没闲着，一边用这段时间来陪伴父母，一边则是化身为了音乐幕后人，将记忆里的不少歌曲写了下来。毕竟就如系统所说，前世一些不错的歌还是值得留下来的。以自己的情况，肯定留不下来这么多作品，于是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成系统的愿望吧。如今自己也已经陪了家人将近2年的时间了，虽然说心中还是有些不舍，但是还是得离开。毕竟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的值得，不仔细看看再走的话，那未免也太遗憾了。3天后，与父母、老姐一一道了个别后，林云逸便背着一个旅游包，一把吉他，踏上了自己最后的旅途。PS 肯定有些事逻辑没解释清楚，但影响不大，就这样吧。第86章前往滇南。3天后，呜呜，哐当哐当哐当，一列自向南开的火车正在铁轨上缓缓行驶着。在其中一节车厢中，坐在软座上，林云逸依靠着窗户，歪着头，有点悠闲惬意地看着窗外的风景。这趟从林云逸老家江海驶出，目的地是滇南的火车差不多要行驶25小时左右。而之所以要去滇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无非就是听说那个地方气候不错，景色也很优美，是个旅游的好地方而已。于是林云逸便来了。至于为什么选择坐火车呢？虽然说自己也可以选择坐飞机或者是动车前往滇南，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未免也有点太过于无趣了。毕竟有时候旅游带来的乐趣并不仅仅只是看到美丽景色的那一瞬，而更重要的是在旅游途中遇上的一些人或事。就正如一句话说的一样，火车是超前开的，终点是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窗外的风景。家人们，女大学生特种兵极速旅游挑战第2弹，这次带家人们挑战3天时间，吃遍滇南。我们的第一站就是被誉为春城的昆都，有本地的宝宝可以推荐一下好玩、好吃的地方哦。此时已经行驶了2个小时的火车，经停在了某个小城市的站点上。正在自己位置上看着窗外，等待着火车启动时，突然被不远处的动静所吸引。抬眼一看，便见不远处一位背着一个大旅行包，看起来还有些许青涩挂在脸上的女大学生，正举着一个自拍杆，似乎是在直播之类的。3天游遍滇南，这有点夸动了吧？就在林云逸为之诧异的时候，这位女大学背着大包来到了林云逸面前，看了一眼林云逸以及旁边那空着的座位后，低喃道：“08大叔，这是您的包吗？麻烦一下，我放一下东西。”大叔听着女孩的称呼，林云逸愣了一下，随后便摸了摸自己的胡须，现在自己这副造型确实看上去年纪挺大的。哦，不好意思啊。林云逸微微笑了一下后，便将自己放在旁边的座位的背包拿了起来，放在了自己脚下。而女孩也是将自己的行李放在了上面的行李栏后，便坐在了林云逸一旁的座位上，举着自拍杆继续说道：“哎呦，累死我了！宝宝们，你还真别说，现在这绿皮火车也没你们说的那么不堪嘛，都挺干净的，也没什么怪味啊，就是这座位有点窄了。”只见女大学生拿着手机对着四周照了一下，她说的也没错，现在的绿皮火车也不像以前那样又脏又乱，整体看上去还是挺干净整洁的，只不过人多的话确实会有点挤。而一旁的林云逸稍稍瞟了一眼这位女孩的手机，发现她直播间的人数还不少，也有近1000人在观看，大小算个还不错的旅游博主应该是。不过林云逸也只是看了一眼，并没有与之多交谈之类的，瞟了一眼后便眼睛微闭，等待着火车的启动。这趟终点为滇南的火车在这个小城市中经停也没多久，差不多过了10分钟左右，等乘客都等车完毕后，便鸣着悠扬的汽笛声缓缓地向远方驶去。 PS 嗨嗨，狗作者明天就回家了，没被俊子毒死，本来说玩3天，结果出去玩嗨了，跑版纳玩了一趟，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回家就继续更新了。第87章，那可太遗憾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林云逸有些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本来说是闭眼养神，可没曾想怎么闭着就睡着了。醒过来后，林云逸微微揉了揉太阳穴，打量了一下四周，却发现自己的正对面不知何时又上来了2名乘客。由于林云逸也没选座位啥的，所以就被自动安排到了一个2排座位面对面，中间就只有一个桌板隔着的座位上了。只见此时在对面那2位看起来有30岁左右的男子，似乎与在自己一旁的那位女大学生还挺聊得来的。厉害呀，小山，居然一个人去了那么多地方。嘿嘿，没有，哎，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整天就知道待在学校里，放假了也不会想着出去走走玩一玩。对啊，早知道现在这样，不如当年上大学时放假多出去走一走了。听着两位男子的话语，小山则是笑了笑说道：其实我主要是下学期让实习没什么课，然后我寻思实习也没什么意思，学的这个专业也挺一般的，于是就干脆一边旅游一边尝试做点短视频之类的，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对了，因为我恰好要弄点旅游路上的视频素材，我录一录，你们介意吗？听着小山的话语，两位男子先是点了点头，没事没事，短视频嘛，我们懂。随后又摇头叹气道：爱话又说回来，我是真羡慕你们这些年轻人的，自由自在的，想去旅游就去旅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啊，我和你莫大哥可没这么自由哦。看着两位男子的表情，小山眨了眨眼睛，有点好奇的问道：听两位老大哥的话，难道你们出来玩一趟挺不容易的？小山话音刚落，便见其中一位男子耸了耸肩说道：我们都成家了，哪有这么多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唉。另外一位男子也是赞同的点了点头。小山则是眨了眨眼睛，有些好奇的说道：你们都结婚了呀？那嫂子没和你们一起啊？嗨，所以说你年轻嘛，出来玩带个母老虎，那还玩个屁哦。对啊，而且我家那位管得老严了，说不定都不给我出来玩这一趟。听着两位的话语，小山做出一副我懂了的表情。妻管严啊，那没事了。哎，既然阿姨管得这么严，那你们怎么跑出来的？听到这里后，两位男子相视一笑，其中那位叫老莫的男子说道：实不相瞒，其实在上这趟车之前，我和他才刚下班，正准备买菜回家去呢。然后老杜，也就是这家伙，突然发我个消息，问我想不想玩点刺激的。当时我一听，刺激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脑子一热，迷迷糊糊的就答应了，然后就跟着这家伙稀里糊涂的上了这趟车。哎，要早知道这刺激的是说去旅游的话，我就给我媳妇也带上了，如今也来不及了，那可太遗憾了。虽然老莫摇着头，嘴上说着太遗憾了，可一旁的林云逸分明看到这家伙的眼睛在发光啊，这是在遗憾没带上自个的媳妇吗？一旁老莫的朋友老杜翻了个灵眼，也是毫不留情的拆穿道：得了吧，还遗憾你这家伙从上车到现在乐的嘴角就没下来过。现在你媳妇和我媳妇都不在，咱哥俩也终于可以好好呼吸呼吸这久违的自由味道了。看着这兄弟两人，小山也是乐呵呵的笑道：好家伙，两位大哥这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啊，这到时候回去了不怕馊子让你们跪搓衣板啊？嗨，到时候回去再说呗，主打的就是一手先斩后奏。嘿嘿，我倒是不怕跪搓衣板，我跪的是榴莲。哈哈哈哈！听着这三人的唠嗑，一旁的林云逸也是轻笑了两声，没想到这两位已经成家了的男子还挺有意思的。而这时，一旁的小山也发现了在偷笑的林云逸，转过头来看了一眼：哎，大叔，你睡醒了？是不是我们说话有点太大声，吵到你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在对面的老莫与老杜也以为是不是自己几人唠嗑吵到林云逸了，连连抱歉道。看到这客气无比的几人，林云逸也摆了摆手笑道：没有没有，我刚刚只是眯着了，你们继续聊，不打扰的。老莫几人见林云逸这样说后便点了点头，而小山则是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来了一堆瓜子、薯片之类的零食放在了桌子上，准备边吃边聊，还邀请了林云逸一起。林云逸见状也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这时塞了一嘴薯片的小山又看向了老杜两人问道：哎，对了，杜大哥，你怎么会突然想得起要去旅途一趟呢？而且就这么匆匆忙忙的就拉着莫大哥上车了？老杜闻言后眼里闪过一丝疲惫说道：哎，其实我和老莫早就想去旅游一趟了，甚至在咱俩上大学的时候就说等毕业要去拉萨玩一趟，去看看那美如画一般的景色。可是等到毕业了，就忙于找工作，给旅游的事情拉下了。后面我们俩又约着说先工作一段时间，攒点钱了再去舒服舒服的玩一趟。可是工作了几年后，家里就催着结婚，攒的钱也都用了。结婚后我俩又说再等一等，等家里都安稳了再去玩一玩。结果就这样一等再等，一拖再拖，直到昨天上班的时候，我刷到一条视频，上面写了一段话，叫什么？我想想，说是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这话听得我啊一下子感到热血沸腾，仿佛一下子回到大学的时候了。于是就直接拉上老莫，不再犹豫，也不等一等了，直接买票干去拉萨。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这话确实听着挺让人热血的。可是只见林云逸微微皱了皱眉头，一旁的小山也是眯着眼睛看着两人。你们是要去拉萨旅游？对啊，拉萨，怎么了？老莫疑惑的点了点头，丝毫没注意到一旁的老杜的神情似乎有点不对劲。这趟火车似乎是通滇南的。老莫，第88章，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看着老莫那副懵逼的表情，老杜挠着后脑勺讪笑道：嘿嘿，忘记和你说了，直达拉萨的车票没买上。
当时我看票的时候只有这一班了，我当时就寻思，这管他到哪，先上车了再说。而且如今来都来了，不如咱们直接从滇南玩到拉萨，岂不是更美滋滋？听着老杜的解释，老莫有些无语的耸了耸肩。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呗。一旁的小山也是看着老莫开口说道：对啊，来都来了，去哪旅游不都一样吗？滇南好玩的地方不少呢。老莫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说的也对，那就去滇南看一看吧。哎，对了，这位小哥也是去滇南旅游的吗？只见老莫突然看向林云逸问道，小山与老杜也将目光看向了林云逸。这一路上三人算是聊得半熟了，林云逸则是根本没说几句话，一直在旁边听着。林云逸闻言后也没回避什么，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在家待了一段时间，打算出来多看看。出来看看挺好的，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不会也是跑出来躲母老虎的吧？哈哈哈哈，没有，我还没结婚呢。就在林云逸与老莫两人交谈的时候，正在吃小零食，小山却发现了什么，突然盯着林云逸，眼里带有一丝惊喜的说道：宜大叔，这是你吉他吗？只见小山指着自己作为一旁的吉他套问道：哦，是我的，怎么了？你会弹？见林云逸点头后，小山双眼放大的看着林云逸，说出一句看起来很没脑子的话语。林云逸也是被这话给逗笑了。我不会弹的话，带个这玩意上路干啥？装饰品啊！这我不是这意思。一旁的老杜两人也看着小山，纷纷打趣道：哈哈，谁家正常人不会弹吉他，还背着个吉他到处跑啊？对啊，而且我看小哥这副艺术家造型，不会是个搞音乐的吧？可能是个艺术家。哎，对了，小哥，你是干啥的？听着两人的话语，林云逸也没隐瞒什么，点了点头说道：你们猜的差不多，我平时就写歌什么的，搞点音乐之类的。这不没啥灵感，就出来旅游，找找灵感嘛。林云逸话语刚落，便见那有点憨厚的老莫凑了过来，盯着林云逸嘀咕道：俺弟乖乖写歌，搞音乐，难不成你是个大明星？不过俺咋没在电视上看过你嘞？看着老莫那副样子，一旁的老杜一把将他给拉了回来。去，谁说搞音乐搞艺术就非得上电视当大明星？说不定只是小哥不愿意抛头露面，喜欢安安心心搞作品呢。虽然嘴上是这么说，但老杜的心里却以为林云逸可能是属于那种18线的小歌手，但大家都是出来玩的，这种话说出来了，难免会让人家脸上挂不住面，于是就说了一套比较入耳的说辞。一旁的林云逸看着两人的表情后，摆了摆手，丝毫不在意的说道：我也不是什么明星，就自己乱写着玩的。哦。与此同时，小山也在一旁打量着林云逸，咂舌说道：啧，没想到你还真是搞艺术的。话说你写过什么歌？要不要我帮你宣传，让我粉丝支持你的创作？林云逸闻言后连忙摇头说道：这不用了，我就写着自己玩的。看着林云逸那副态度，小山也只好就此作罢。虽然他也挺好奇林云逸写过什么歌，但人家不愿意说，自己也不好多追究。但过了一小会后，小山突然想到了什么，眼珠子一转看向林云逸，询问道：哎，对了，大叔，那个既然你会吉他的话，要不来一曲，咱们一起在火车上合唱一个，为我们的这趟旅途助个兴。助个兴？林云逸眉头微微一皱，这不太好吧？这节车厢上有不少人在休息呢。听着林云逸的担忧，小山站起来看了一圈后又坐下说道：哎呀，没事的，我刚刚看了一眼，大家要不就是在闲聊，要么就是低头玩手机的，应该没事的。而且你不觉得我们这节车厢太沉闷了吗？这不得来一曲调动气氛？快点！听着小山的话语，林云逸抱着手中的吉他箱，微微转头看向了窗外。只见火车两旁的山川湖泊是那么的美丽，心情也格外的放松。来一首吗？林云逸低喃了一声。没过多久后，在小山以及老杜两人期待的眼神下，林云逸将吉他从吉他盒里拿了出来。那就来一个吧，等我调一下音。芜湖好爷，不急大叔，你慢慢调，我们等你。就在林云逸拿出吉他调音的时候，小山也拿出了手机，准备记录下这一刻。与此同时，就在林云逸几人四周的几位乘客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后，也将好奇的目光投了过来。待林云逸调好吉他的音准后，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前奏，只闻一阵阵富有磁性、低沉而又动听的歌声突然传了出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但林云逸唱出第一句后，那修长的手指也开始在吉他上拨动了起来，听着那平和中又带有一丝躁动感的旋律，这诱耳的旋律一瞬间就吸引住了小山几人的注意力。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伴随林云逸的演唱，
一旁小山的表情从一开始的期待变成了震惊，甚至就连零食都忘记吃了，就这样叼着半片薯片在嘴边，瞪大双眼的看着眼前的林云逸，内心只有2个字：卧槽！歌曲《蓝莲花》，原唱许巍。PS 那啥，声明，这个小山只是纯推这一段剧情的工具人，不会发展搞什么暧昧啥的，就纯工具人。感谢各位读者大大的支持爱心。第89章，你管这叫写着玩？我勒个亲娘嘞！这是什么歌？此时此刻，不仅仅是小山，一旁的老杜老莫兄弟2人也是一脸的震撼。仅仅简单无比的4句歌词，再配合上林云逸那沙哑而又充满故事的声线，一字一句都直敲2人的灵魂深处。这是什么歌？只见老莫咽了咽口水，看着老杜，而老杜也只能是摇了摇头。之前林云逸说他会写歌，难不成这首歌是他写的？虽然2人心里很好奇，但现在很明显不是问的时候。此时伴随着窗户外飞速掠过的风景，林云逸弹着吉他，眉头微微皱着，眼睛一眯，继续唱着。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啊！在一段高音过后，便是一段漫长而又优美的吉他伴奏。林云逸唱这首歌没有使用过多的技巧，唱出来显得率性而又自然，特别是在最后的高音时，听起来有一种振奋直冲云霄般的力量，听得小山头皮发麻，鸡皮疙瘩翻一身。而一旁的老杜老莫2人也是十分的激动，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俩似乎回到了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当年的自己是那般的意气风发，高谈阔论的讨论着自己的未来，自己的梦想。可何曾及时，自己却宛如变了一个人一般，甚至就连一趟小小的旅游都一拖再拖，拖到了现在才出发。只见老莫眼神恍惚了一下，看着老杜咽了咽口水说道：老杜，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出都出来了，要不咱出趟国耍一耍，泰国柬埔寨啥的。你这翅膀怎么突然硬了？还出国，到时候被你家那位知道了不得榴莲跪烂啊！而且我可不敢去那边，我可不想丢腰子啊！开玩笑。而与此同时，不仅仅是小山3人，在这节车厢的乘客也被林云逸的歌声给吸引了过来，纷纷站起身来，用好奇的目光寻找着这阵充满自由气息歌声的源头。卧槽，这是什么歌？有点意思，这歌词简直唱出了我的心声啊！感觉一开口，我就好像已经到达那片自由的天堂了。其中，隔壁坐一位头发已经开始变秃的男子，正双眼泛红的看着正在弹吉他的林云逸。这首歌真的完完全全的扎进了自己心里。身为程序员的他，年纪轻轻，一头秀发却早已满目疮痍，每天的工作枯燥无比，不是敲代码就是敲代码，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过着眼就能看到头的日子。可是他也有过梦想啊，自己学习这一行为了不是敲代码，他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游戏开发师啊。可是如今的他已有了房，也快要结婚了，如果贸然的辞职去搞什么游戏开发的话，家里人肯定不会同意。于是挣扎于梦想与现实的他，只能先选择请假一段时间，通过旅游来散散心心，问问自己的内心，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就在今天，就在这节车厢内，他似乎找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只见男子那看向林云逸的眼神逐渐从迷茫变为的坚定，嘴里跟着林云逸所唱的旋律小声的哼唱着。此时在经过一段间奏后，林云逸也完全的沉醉在了音乐的这片海洋之中，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啊。而由于这首歌的旋律十分简单，基本上是听了一遍就能哼出来，导致不少乘客在发现正在演唱的林云逸后，也纷纷挥舞着双手跟着林云逸一起哼唱了起来。特别是每段结尾的那一句蓝莲花，唱出来后简直是感觉心情舒畅，特别是在这种火车上，唱到这一句后，心中的那种感觉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蓝莲花呀，啪啪啪啪啪，伴随着最后一句高亢的高音渐渐落下，整节车厢的乘客纷纷为林云逸鼓起了掌声。好，唱得好啊，芜湖好。听着周围人的掌声，林云逸也是起身表示感谢，打扰各位了，不好意思。嗨，没事，要不再来一个？不来了。与四周几个别比较社牛的乘客互相寒暄了一下后，林云逸便又坐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而屁股还没坐稳，就见一旁的小山直接凑了过来，瞪大双眼盯着林云逸，惊呼道：卧槽，厉害啊，大叔，这首歌叫什么？我怎么没听过？看着小山以及老杜2人那好奇的眼神，林云逸挠了挠后脑勺笑道：这首歌叫蓝莲花，我自己写着玩的，还没正式发布过呢。写着玩的？你管这叫写着玩？面对林云逸的凡尔赛发言，
小山直接甩了个灵眼，随后又有点小心翼翼地问道：“哎，对了，大叔，就是刚刚你唱歌的那个片段我能不能发布到网上去啊？”面对小山的请求，林云逸思索了一下后点头说道：“你想发就发吧，只不过记得给我打个马赛克，要不然怪麻烦的。”虽然说现在的林云逸与2年前形象不一样了，但是整体的五官又没变，难免会被一些细心的铁粉给认出来。如果认出来了，自己这趟旅途可能就没那么轻松了。毕竟如今饭圈有些粉丝的狂热，简直可以用疯狂2字来形容。听着林云逸的话语，小山连连点头，并且心里对林云逸又高看了一眼。以自己对互联网短视频的了解，今天唱歌这一幕发到网上去，这首歌绝对会引起不小的波澜与热度，而他却让自己打马赛克，这肯定是一位只想安心搞创作的良心音乐人。点赞。随后的时间，小山就用笔记本在剪辑刚刚的唱歌视频以及一些素材，而林云逸则是与老杜老莫2人在闲聊着。第90章，去大理，去大理。哐当哐当哐当，火车还在继续往前行驶着，天色也渐渐暗淡了下来。只见此时的林云逸正紧皱着眉头，用拳头捶着自己的后腰。虽然说这坐火车去旅游确实别有一番风味，但坐久了属实是有点难顶。别的不说，仅仅是这腰就坐得挺难受的。还好自己买的是软座，如果是硬座的话，只会更加难受。哎，这个给你垫一会，会舒服一点。只见一旁的小山似乎注意到了林云逸坐得有点难受，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小的垫枕递了过去。啊，不用，你垫就行。林云逸摇了摇手拒绝道。可小山还是强塞了过来。哎，客气啥，我自己垫着一个了。一看就是火车坐的少，没经验。嗨，谢谢了。林云逸将垫枕抵在后腰上后，确实舒服了不少。而小山似乎也弄完了手上的事，将电脑收起来后靠在椅子上看着林云逸闲聊道：“对了，你来滇南准备去哪玩啊？是去大理，还是丽江，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面对小山的问题，林云逸看着窗外沉思了一会后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井号34，不知道。你出来玩也不做攻略啊？难不成是和老莫哥他们一样说走就走？”井号34，林云逸突然沉默了。虽然说旅游的事自己早就想好了，但是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简单来说就是去到哪算啊？旅途的一切都充满了未知与惊喜，这算是佛系旅游。但话又说回来，总不能真这样漫无目的的旅游吧？想着便见林云逸看向一旁的小山，笑了笑说道：“主要是我也不知道该去哪。你身为一个旅游博主，应该对滇南做过攻略吧？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小山闻言后翻了个灵眼说道：“我也是第一次来滇南，乃不知道什么地方很值得去。不过我觉得有个地方应该挺适合你的。”什么地方？林云逸有点好奇地看着小山。只见小山上下扫视了一下林云逸后开口说道：“大理。”大理。林云逸先是诧异了一下，随后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道：“大理我倒是听说过，听说那里有个洱海，还有一个大理古城是吧？不过为什么要说那个地方适合我？”看着林云逸那疑惑的表情，小山也没卖关子，直接介绍道：“第一，大理的风景挺不错的，就比如你说的洱海之类的，但其实归根结底，滇南哪里的风景都不错，无论去哪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优美风景，所以这个先不谈。第二，就是我听说不少喜欢民谣的人都在那边旅途居住，你恰好也是搞音乐的，应该会喜欢那里的氛围。”听到这里后，林云逸微微点了点头，紧接着便见小山突然神秘地笑了一下，有点贼兮兮地看着林云逸说道：“第三呢，我先问问你有没有对象？”对象？没有啊，怎么了？林云逸耸了耸肩说道：“没有，那大理可就太适合你了。”哎呀，第三就是艳遇啊，大理的艳遇可不输丽江，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儿海月的风花雪月，不得体验体验。看着小山那越说越来劲的样子，林云逸也是有些无奈的笑了笑。艳遇，什么是艳遇呢？是一见钟情，还是见色起意，还只是双方各有所需？自己好像并不需要。还是就在林云逸沉思的时候，一旁的小山则是继续兴致勃勃地说道：“其实要不是我的时间有点仓促，我也想去大理玩一玩。我听我同学说，在那里的人好像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文艺范的可以在洱海畔放空，在人文地理留下的古迹中陶冶情操，喜欢运动的可以在山海之间徒步骑行，喜欢吃的也可以品尝到各民族不同的风味美食。在我印象里，大理就是一个代表自由与浪漫的城市。反正你不知道去哪的话，去大理准没错。要还是不确定的话，其他地方我也给你介绍介绍，我攻略做的挺多的。”接下来的时间，小山就给林云逸介绍着自己准备的滇南旅游攻略，老莫与老杜2人也在一旁饶有兴趣的听着。一直到了夜深，大家也都累了，几人才靠着椅子慢慢睡去。第二天清晨，太阳才微微升起。
伴随着火车那悠长无比的汽笛声响起，行驶了一整天的火车也终于来到了终点站，缓缓地停下。车上的乘客们也纷纷拿好自己的行李，走出了车站。终于到了。小山背着自己的大背包，一脸兴奋地走下了车厢。俺的乖乖，这还好只是到滇南，要是到拉萨，我怀疑我已经死火车上了。我也是，我勒个老腰哟。只见下车后的老莫老杜则是一脸痛苦地摸着自己的后腰。这不经常坐火车的人确实有点不适应。呼喂，你还别说，这滇南的空气确实挺好啊，吸一口神清气爽。确实，你看看这天蓝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久没看到过这么蓝的天了，不知道应该是小时候了吧。此时被挤到了最后面的林云逸则是背着一个旅游包，一把吉他，一边揉着脑袋，一边从车厢上缓缓地走了下来。也不知道是坐车坐久了，还是说不适应这里的海拔有点高反，林云逸感觉自己的头有点昏昏的。嗨，大叔，这里。见小山在不远处摇着手招呼道。林云逸见状后便走了过去。怎么说，要不要先在昆都待一会，一起吃个饭？小山看着三人问道。老莫与老杜点了点头说道，可以，我们刚刚买了后天从滇南到拉萨的票，打算先在滇南适应这海拔，再去拉萨。好嘞，那你呢？小山又看向了林云逸。面对几人的邀请，林云逸则是摇头婉拒道，我就不吃了，下一班车1小时后就发了。下一班车？你要去哪？小山、老莫等人都一脸好奇地看着林云逸。只见林云逸微微一笑后轻声说道，去大理。哦，赶着去大理啊，那可惜了。是啊，我还说我们4个相逢一场是个缘分，好好的一起吃顿饭呢。就在老莫与老杜为不能一起吃个饭再走而感到惋惜的时候，小山则是一脸贱兮兮的样子，用一副我懂的神情看着林云逸打趣道，嘿嘿嘿，还是心动了吧？去吧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到地方更要注意安全，毕竟男孩只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哦，嘿嘿嘿。随后林云逸又与3人互相寒暄了几句后，便往反方向的换乘入口走了进去。哎呀，可惜了，不能吃个饭再走。对啊，我还想再让这小哥唱一个啥来着，蓝莲花呢。对了，小山，咱们互留个联系方式吧，说不定以后有机会一起旅游。好啊。就在小山准备拿出手机时，突然愣了一下，随后便见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一边立马转头，一边大声喊道，大叔，等等，留个。只见小山转过身想要喊住林云逸时，却发现林云逸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第91章。而此时此刻，昆都某个小饭馆内，哎呀，这人怎么走这么快？至于这么着急吗？看着小山那一副惋惜的模样，一旁的老杜笑了笑，开口说道，哎，没事没事，说不定以后有缘还会再见呢。对啊，以后说不定能在电视上看到这小哥呢，那首蓝莲花我感觉会火的。我也是这样觉得的。哎，对了，小山，你不是录了个视频吗？能不能发我一个？我忘记录了。我真的太喜欢小哥写的这首歌了。行，不过等我去借个充电宝吧，昨天剪视频给手机和带的充电宝的电都用完了。随后小山便起身去前台拿充电宝去了。可不知为何，过了好久都不见去借充电宝的小山回来后，老杜老莫2人感到有点奇怪。哎，借个充电宝借这么久，似不会是出事了吧？毕竟这边靠近边境还是有点危险的。走，出去看看。说着，老杜老莫2人便有点焦急地走出饭馆的包厢。可出去一看，便见小山正拿着自己的手机站在前台一动不动，仿佛愣住了一般。小山，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看小山神情似乎有点不对劲后，2人急忙上前去询问了起来。可就当2人以为是不是出什么事后，只见小山咽了咽口水，眼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说道，我们好像火了。啊？火了？什么意思啊？看着有点懵逼的老杜与老莫，同样在懵逼状态的小山把自己的手机递到了2人面前。只见手机上抖音界面上有一条视频，而这条视频则正是小山昨天剪辑发布的一些在火车上的 vlog 视频。小山的特种兵旅游，哎，这不就是你的账号吗？等等，我操，200万点赞！我勒个亲娘嘞，发生什么了？当看到小山昨天才发布的短视频居然拥有这么多的点赞后，2人一时间也傻眼了。只见小山发布的这条视频不仅仅有近乎200万的点赞，转发量也达到了惊人的数十万，这也太夸瞪了，到底发生了什么？看着2人那副惊骇的模样，小山也是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好像是因为大叔的那一首歌蓝莲花，你们自己看吧。说着，小山便点开了自己视频的评论区。我操，这又是什么神仙歌曲？怎么没搜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多美好的词啊！听到这首歌，不知为何，我突然有一种想要骑着我的28大杠去西藏的冲动。哎，我也好久没旅行了，西藏的攻略做了无数次，可每次都因为别的事给耽误了。兄弟们，我准备明天就出发了，青春没有售价，花呗干到拉萨。嗨，
我本来想要自首的，突然觉得不是那么累了，决定再跑2年。秀儿，这歌声充满了故事啊，是那位大佬唱的，怎么给打马赛克了呢？看到评论区内不少人似乎都是被林云逸的这首歌而来的后，老莫2人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会火了。毕竟这样听起来令人感到自由无比的歌曲都不火的话，简直是天理难容啊。而几人不知道的是，何止是视频火了，甚至还上了抖音热搜，不少官方的文旅号发布的视频都用上了这段音乐。井号热搜一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井号热搜2制一首蓝莲花，词值318。井号热搜3，蓝莲花是否唤起了你埋藏在心底的那抹自由？井号西藏文旅蓝莲花，欢迎各位前来拉萨旅游，扎西德勒。井号滇南文旅蓝莲花。在这股巨大无比的流量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都看到了这条在火车上演唱蓝莲花的视频，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林云逸的歌声所触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是一句多有力量的话。一趟旅游，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些话也许被无数人挂在了嘴边，可却从来没有踏出过第一步。也许困住这一步的是工作、学习，又或者是生活中的琐事，其他。可真的是这些东西困住了你，耽搁了你一次又一次的旅游计划吗？也许并不是的，因为只要心中的信念足够坚定，没有什么牢笼会困住一只向往自由的鸟。此时此刻，某家小公司的办公室内，一位戴着眼镜的男子看着手机中的视频，眼中闪烁着光芒，攥紧了拳头。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每天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去跑业务、拉客户，那和死了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不干了。想着，便见男子立马打开手机，在公司的 WX 工作群中发了一条信息后，便脱下了身上的西服，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办公室。叮咚叮咚，只见这家公司正在上班的员工们听到了工作群中的提示音后，以为是不是有什么重要消息，纷纷放下了手中的工作，打开 WX 看了一眼。可下一秒，所有人都懵逼了，不是什么情况？这尼玛，我们员工还没辞职去追寻自由，你 TM 一个老板先跑了，关键的是你跑了，谁给我们找饭吃啊？小皮一下。而此时，林云逸还不知道，因为自己在火车上的一首歌将会引起一场全网的辞职热潮。与此同时，昆都火车站之中，丁旅客朋友们请注意，由昆都开往大理方向的 G 星号次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 G 星号次列车的旅客尽快到星号号检票口检票进站。旅客朋友们请注意。只见林云逸在高铁站等待了没多久后，前往大理的动车便已经到达。而林云逸也起身微微伸了个懒腰后，便背起自己的行囊，登上了这趟前往大理的列车。第92章，古色古香的淳朴小城。差不多1个多小时后，丁先生们、女生们，列车即将到达大理站，请下车的旅客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这位先生，请你醒一醒，已经到站了，这位先生。只见林云逸身旁一位乘务员小姐姐微微弯腰呼唤着睡着了的林云逸。也许是之前的火车坐得太过于劳累，又或许是因为这高铁的商务座躺着挺舒服的，导致林云逸才上车没多久就迷着了。而在听到身旁的呼唤后，林云逸也悠悠地醒了过来，揉了揉眼睛。到了吗？先生，已经到站了，这是您的行李，祝您旅途愉快。看着乘务员将自己的行李与吉他都递过来后，林云逸一边接了过来，一边转头看着乘务员微微笑了一下。谢谢。说完后便拿起行囊起身离开了这里。而林云逸并没有发现，在自己的离开时，那位乘务员一直盯着自己，眼里流露出一丝疑惑，小声的低喃了一句：哎，这笑容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哪看过呢？小姨，别傻站着了，快来收拾一下。哦，来了。此时此刻，下了车之后的林云逸懒洋洋的伸了一个懒腰，只见明媚的太阳高挂在蓝如明镜一般的天空上，照在身上感到暖洋洋的，时不时还有一股和煦的微风拂过。踏入这座城市的一瞬间，不知为何，林云逸便感到心里有一种悠闲惬意的感觉。彩云团的人看过来，到这里集合，别走丢了。博旅团的人来这里，这才刚刚走出车站，便可以看到不少旅游团的导游举着旗子召集着旅游团的旅客。很明显，大理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而自行旅游的林云逸自然没报名什么旅游团之类的，而是出了高铁站后，林云逸便招手上了一辆出租。你好，客哪点？上了出租后，一位戴着墨镜的中年司机说着一口方言问道。听着司机的话语，林云逸想了想后开口说道：师傅，你有没有推荐的民宿？要环境好一点的。由于这一天一直都在坐车，导致林云逸也有些劳累了，而且又不是很赶时间，于是林云逸打算先舒舒服服的休息一天后，再好好的感受大理的风土人情。民宿。听着林云逸的话语，司机顿了一下，随后便转头看着林云逸，
用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询问道：“你是来这里旅游的？”“哎，小伙子，要我说来我们这里玩，没必要花费那个钱住什么民宿，随便花个100来块住个酒店就行。民宿那家伙老坑了，特别现在快要到旅游的旺季了，那价格随便一晚上就400、500往上了。现在挣钱也不容易，没必要花那个冤枉钱。”听着司机的话语，林云逸也是笑了笑，摇头说道：“没事的，来都来了，总得去看一看吧。”说完后，便见司机摇头叹了一口气：“年轻人啊，算了，民宿的话基本都开在古城那边，我直接载你过去吧。井号34，行，谢谢了，井号34。”说着，师傅便一脚油门载着林云逸行驶在有些狭窄的行道上，向着古城的方向驶去。在车上，林云逸透过车窗打量着这个自己从未来过的城市，发现这座小城市虽然没有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宽广的行道、一座座的高架，但却有着属于它独特的味道，半城馨香，半城秀美。远处的苍山顶上覆盖着一层皑皑林雪，与蓝天上的林云融为了一体。路过海边时，还能看到一只只水鸟自由地在湖面上盘旋转。这一座水乡氤氲的小城，真的如同一幅优美的山水画一般，令人流连忘返。路上车辆的喇叭声、小摊贩的叫卖声也许也很吵杂，可这种喧嚣与吵杂完全不会令人感到心烦，反而有一种小时候老家的那种烟火气一般，令人感到心安。生活节奏也慢得令人感到很舒适，甚至于慵懒。怪不得有些人会选择来这种地方养老，如果自己没事的话，大概也会选择来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安安稳稳地度过自己的余生吧。从车站到古城的路程并不长，差不多20分钟左右后便到达了目的地。只见林云逸付了车费下了车后，便看到了那显得古朴而又庄重的城门大楼，一条由青石铺成的小道从城中蜿蜒而出，门口还有一些装扮成西游人物的人在与游客合影拍照。而林云逸也并没有在门口多做停留，迈步往古城内走去。由于是正午时刻，导致此时的古城内并没有多少游客，显得有一丝幽静。行走在青石铺成的小路，身旁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溪缓缓流淌，看着街道两旁那古色古香的民居小楼房，形形色色的各种店铺，林云逸顿时感到了那种浓郁的温馨古朴的民族风味。而至于民宿的话，那更是走一会就能看一家。每一家民宿的木门前都会摆有一个小黑板，小黑板上除了一些可可爱爱的手绘画，还会配有一些优美的对联，如翠竹穿云古茂劲，清风徐来游人愁，山水倾城，古韵清新，苍沙洱海间，古城越千年，等等等等。由于每一家民宿看起来都充满了那种离家小院的味道，都挺不错，导致林云逸一下子有点选择困难症，不知道该选啥了。在这座不小的古城中闲逛了整整半小时后，林云逸也是有点顶不住了，看到不远处正好有一家民宿后，便径直走过去，打算先看一看再说。走过去后，只见这家民宿的院门前有一个由石头堆砌起来的阶梯，旁边则是种有一些花花草草，院门上方则是挂着一个看起来有点岁月的木牌，上面写有音韵小院4字。木牌下方则是还有一行小小的对联：山连河水碧氤氲，歌绕古城朱婉转。只见林云逸小声的念了一遍后，便也不再纠结了，背着行李便走了进去。PS 感谢各位读者大大的支持，免费的小礼物送一送啦，谢谢。第93章，你的脸上写满了故事。迈过院门后，出现在眼前则是一个优美的前院，院子中央有一座流淌着水流的假山，四周的土壤上则是种有一些紫竹、花花草草，还有一些种植在油漆石堆砌起来的石台上的多肉，一株株都看起来肥硕无比。不仅如此，在其中东南方向的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凉亭，里面摆着一凳茶桌，在凉亭旁还有一个秋千以及一个小吊床。不过很明显，这个小吊床并不是给人准备的，因为有一只看起来眉清目秀的大金毛正趴在上面，眼睛微闭，懒洋洋地晒着太阳。而此时大金毛似乎察觉到了林云逸走了进来，睁开眼睛瞅了一眼林云逸后，居然仰起了自己的脑袋，往旁边前台也就是客厅的方向点了点，好像是在示意林云逸过去一般。看到大金毛这无比灵性的样子，林云逸也是笑了笑，随后便顺着小路走往客厅的方向走去。走进客厅内，便见沙发、桌子等等一些独特的木质家具一应俱全。不过前方一个类似于吉他形状的柜台后，并没有看到有人在。有人吗？老板，办住宿有人吗？林云逸微微呼唤了2声后，并没有人答应。难道老板不在？就在。林云逸不知道这里的老板去哪时，门外的金毛突然走了进来，冲着林云逸又点了2下头后，眼里似乎带有一丝无奈的往客厅角落的一处暗门内走去。是去喊这里的老板了吗？虽然不知道自己猜测的对不对，但来都来了，那就等一会吧。随后林云逸便在客厅内闲逛了起来。只见这里客厅右手边墙壁上似乎是一面五线谱，上面有一些人为画出来的小音符，而左侧则是一面照片墙。不过比较特殊的是，
这些照片并不是一些旅客的风景照，而是一些类似于乐队、音乐人与这家民宿的合照。而就在林云逸想要看看能不能在这些照片中找到这家民宿的主人时，一道声音突然从自己身后传来，这些都是来这里住过的一些民谣歌手、乐队。听到身后突然传来的动静，林云逸转身一看，便见一位披着一头秀发的大汉出现在自己眼前。只见这位大汉看起来似乎有30多岁，留着一头充满艺术的长发，体态显得有些魁梧。大汉看着林云逸笑了笑后，继续用手指着上面其中一邓照片说道：这邓上面的是赵磊，那时候他还没火起来呢。这邓是某某，这里是 Triple X。 听着老板那似乎有点像是在炫耀的语气，林云逸笑了笑说道：不愧是于老板，果然名不虚传啊。大汉闻言后愣了一下，看着林云逸疑惑道：你听说过我的故事？不，你的脸上写满了故事。于老板，开玩笑开玩笑，这不这邓照片上的横幅写着吗？祝于老板生日快乐。林云逸指着一邓大合照说道，而在合照正中央的正是这位大汉。听着林云逸的话语，于老板也是笑了笑后伸出自己的右手，哈哈，小哥说话挺幽默的，不过我确实就是这里的老板，免贵姓于，于红。小哥是要来住宿吗？要不要我先带你看看房？行，带我去看看吧。走吧，行李先放在这里就行。两人随意客套了2句后，于红便带着林云逸上了3楼。一边走，于老板还一般唠唠叨叨的说道：要我说，小哥你来的还挺是时候，要再晚个一段时间，要是到了旅游季，这住宿的地方可不好找，到时候不仅仅住处不好找，房价可都要贵上不少。到了这里你看看吧，这间我这里最好的房间了，开窗就能看到古城全貌，后面就是苍山，你先进去看看吧。301。看着自己的房间号，林云逸点了点头。等于老板打开房门，林云逸走进去后顿时感到眼前一亮。整个房间似乎是由某种木头装修的，还有一些雕刻，墙壁上则是挂着一些绣画，看起来简约但并不单一，而且闻起来还有一股草木的清香味。而这里的床是一凳很大的圆床，看起来就非常的柔软，沙发、电视机等一切家具也都有。侧边淡蓝色的窗帘上绣有一些优美的花纹，拉开窗帘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古城。而另外一侧则是一面超大的落地窗，可以透过玻璃窗看到整个苍山全貌。来到床边，只见床的一侧挂着一个爱心形状的小木牌，上面写着一些警示语。而这间房间还配有一个不小的天台，上面有着一把遮阳伞、一些木椅木桌，还有一把太爷椅，整体看下来都挺不错的。随后林云逸便转头看着于老板问道：这间多少钱一晚？这间是我这里最大的一间了，所以会贵点，388一晚。说完后，老板似乎想到了什么，又连忙补充道：当然其他的房间也很不错，只是小一点，不过你一个人住的话也很大了。那些房间的话188、288一晚，要不要再去看看？听着于老板的话语，林云逸思索了一下后摇了摇头说道：不用了，就这吧。虽然388对于住宿来说确实有一点点贵，但如果说是这种环境还不错的民宿来说也不算贵。来都来了，那就该花花该玩玩，开心就好。 PS 嗨嗨，这个作者确实短但卑微，作者也很无奈，写到这里是真写的很卡，毕竟不是写参加个什么综艺然后震惊啥的一条流水线就写下来了，其实就是狗作者懒。虽然大理这个篇章脑子里有很多东西要写，但那些东西都是一些很零碎的片段，想要比较流畅的串联起来还是要费点时间的，就是狗作者懒。第94章于老板的猜疑。在林云逸确定入住后，于老板便十分热情地将他的行李从楼下提了上来。对了，那啥得麻烦你和我下去一趟，还得给你办入住手续了。入住手续？林云逸有些疑惑，在自己还以为民宿这种不需要办一些手续呢。看着林云逸那有些诧异的目光，于老板笑了笑说道：我们这可是正规民宿，有些手续该弄还是得弄。我们这里不像某些民宿，晚上还会偷偷来塞给你小卡片，乱得很。小卡片？嘿嘿，当然，林云逸对于小卡片这种东西可不感兴趣，因为一般来说小卡片上的质量一般，都不太行可哈哈。随后林云逸与老板一边聊天一边走下了楼。哎，对了，我看你背着一个吉他，你也挺喜欢音乐的。只见于老板一边弄着电脑的操作系统，一边抬眼看了一眼。林云逸问道：林云逸也是耸了耸肩，有些平淡的说道：平时喜欢随便写点东西，自己唱着玩。林云逸话语刚落，便见于老板眉挑了挑后笑道：会写歌？那可以啊，我这里你可来对了。毕竟在我这里住的大多都是一些喜欢搞音乐的朋友，不过现在他们都出去玩了，有机会我带你认识认识，一起交流交流。而且在这里住，你想唱就唱，房间隔音效果都是杠杠的，不用怕打扰其他人。对了，麻烦身份证给我一下。于老板一边操作着入住系统，一边开口说道。林云逸闻言后便将自己的身份证递了过去。说实话，这里的气氛对于你写歌搞创作还是挺有帮助的，说不定某个瞬间你灵光一闪，
就能写出一首大火的歌。哎，你是要住几天？先住个3天吧。好，等一会马上办好了。就在林云逸等待着办理入住时，可突然，下一秒，我靠！只闻于老板突然惊呼了一声，紧接着便猛地抬起头，看向了林云逸。怎么了？于老板的反应给林云逸也吓一跳。只见于老板也没说话，而是低头看了看手中的身份证，又抬头看了看林云逸，眼里带有几分不可相信，又带有几分期许的开口试探道：“你是？”林云逸面对于老板的疑惑，早有准备的。林云逸则是笑了笑，摆手说道：“我怎么可能是那个林云逸吗？恰巧撞名了。每次别人听到我这个名字，也都是你这种反应。对了，入住弄好了没有？”面对林云逸的说辞，于老板眼里明显的流露出一抹怀疑。不过由于林云逸的身份证上的照片是以前高中时期的样子，而现在则是一副大胡茬、长头发的模样，所以于老板只是眯着眼睛端详了林云逸一阵后，便笑了笑，摆手说道：“哎，抱歉，我还以为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入住已经弄好了，这个是房间钥匙。”说着，于老板便将房间的钥匙与身份证一同递给了林云逸。“好的，麻烦了。”只见林云逸接过钥匙和自己的身份证后，便转身上了3楼。于老板则是在前台拧着眉头盯着林云逸的背影，瞳孔在闪烁着。只见回到房间的林云逸就简简单单的冲洗了一下后，便躺在了床上。本来他想的是躺着刷会手机，稍微休息一会就出去吃一个午饭，可没曾想，这才躺下去1分钟都没有，一阵阵轻微的呼噜声便响了起来。也许是这2天的路程确实让人很疲惫，又或是大理真的让人感到十分的轻松安逸，导致林云逸再次睁开双眼时，已经是傍晚时分。此时此刻，夕阳西下，那嫣红的光芒将天上的凌云也照得通红，有些阳光则是透过云彩的缝隙，呈现出分散瓣的形状，晕染着一层美丽的光辉，照射在古城之上。在这一刻，这缕缕美丽的光辉似乎给整座古城披上了一层迷幻的光纱，显得异常美丽且充满了魅力。此时此刻，站在阳台上的林云逸手中捧着一壶散发着清香的普洱茶，吹着舒适的洱海风，欣赏着这艳丽的一刻。在这一瞬间，林云逸突然在想，如果不是自己的身体原因的话，也许自己也就不会萌生出旅游的念头，那是不是就会错过这一幕这一刻？而且这还仅仅只是自己的第一站罢了。想着想着，眼看自己的思绪越飘越远，林云逸立马摇了摇头，甩开了脑中的一些有的没的，随后便转身回到了房间里，随意收拾了一下，便向楼下走去。休息也休息了，现在趁着凉快，也是该好好的逛一逛这座充满魅力的千年古城了。PS 感谢各位读者大大的小礼物，感谢爱你们哟。第95章，占卜的女孩。又要出去逛逛啊，小哥。来到1楼时，只见正在摆弄着一把吉他的于老板抬头看了过来。趁着现在挺凉快的，出去逛一逛。听着林云逸的话语，于老板点了点头说道：确实，临天这大太阳照得逛着太热了，而且晚上的古城不仅凉快，而且还更热闹一点。哦对了，你晚上有空吗？晚上应该没什么事吧？怎么？林云逸有点疑惑的看着于老板。也没什么事，要是晚上没事干的话，可以来山草树屋这家酒馆一起喝点。这酒馆也是我开的，就在南门那边，大伙一起玩一玩，认识认识。山草树屋，面对于老板的邀请，林云逸也没拒绝，点了点头笑道：行，晚上没什么事的话，我过来。好嘞，不打扰你逛古城了，晚上再见。拜。打了个招呼后，林云逸便悠闲无比地走出了民宿。此时此刻，虽然是傍晚时分，但整个古城的街道却十分的热闹，游客的嬉笑声，买家的叫卖声数不胜数，还有一些穿着民族特色服饰的小姐姐、小哥哥站在街头与旅客们拍照合影，而且街上形形色色的小吃也是层出不穷。其中，林云逸就买了一个当地的特色食品，叫什么烤乳扇，吃起来有一股奶香味，还不错，但这股味道，林云逸还是有点不适应，吃不习惯。这里除了小吃不少外，摆的地摊也是形形色色，在各种各样的摊位上总会出现一件让你眼前一亮的小商品，如一些木质的小手链、亮闪闪的项链等等一些小商品。不过说是说小商品，瞅一眼价格还真不便宜，基本50上百这样了。还好林云逸是个男生，如果是女孩子来逛的话，可能一条街逛下来钱包就能逛空了。林云逸就这样独自无所事事的闲逛着。您好，需要占卜吗？请问需要占卜吗？街边一位穿着一身黑纱长裙，戴着一瞪面纱遮住了大半瞪脸的小姐姐，盘腿坐在一块四方布后，手中拿着一副塔罗牌，礼貌地询问着来来往往的旅客。不过奇怪的是，这位女子身旁似乎还摆着一个拐杖。占卜？
林云逸转头看了一眼，只见这位女孩身前有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卜卦、占卜，你要的答案都在这里。姓氏解读15元，面相解读25，占卜38。这价格说实话也不算很贵，但是这些无疑不就是算命先生那一套说辞吗？这占卜卜卦啥的，也许对于小孩来说都有点幼稚了，但对于自己这种26、7的成年人却刚刚合适。想着，林云逸便来到了他面前。您好，需要占卜吗？女孩看着林云逸，仅露出的一只眼睛弯成月牙状，微笑着问道：准吗？林云逸挑眉说道：准不准，占卜完你不就知道了。说着，便见女孩转过身，从身后的一个背包里拿出一个凳子让林云逸坐下。林云逸见状后也是笑了笑，没多说什么就坐下了。那我们就开始了，现在请你闭上双眼，在心里想自己想要问的事情，等我说好了再睁开眼。林云逸闻言后也乖乖的听话，将眼睛闭好，等待着。随后便听到一阵阵低喃声传入自己耳中，这位女孩似乎是在念叨着什么一般。好了，可以睁开眼睛了。过了差不多1分钟左右，林云逸睁开了双眼，便见前方的黑布上出现了4组牌，摆在自己眼前。现在请选一组牌，你要的答案就在里面。听着女孩的话语，林云逸看着眼前的牌组，思索了一会后，指向了第2组说道：这个吧。好的。说着，便见女孩将第2组的4瞪牌翻开来。只见这4瞪牌中有一瞪上面似乎是一个魔术师，有一瞪上面有点像一个法师的法杖，剩下的2瞪则是看不懂是什么东西。这代表什么意思啊？看着这4瞪牌，林云逸有些好奇的疑问道：这第1瞪魔术师牌代表着发展潜力，说明你现在在做到事情进展还是比较顺利，但可能中途会出现一些意外，并没有按照你心中预想的样子去发展。这第2瞪牌是权杖，代表了冲突，不过不会让任何人受到伤害，只是你自己的内心心态受到了影响。第3瞪是，总而言之，这组牌给出的暗示就是最终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你不用感到焦虑，因为这个过程中你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你刚刚心里想的应该是有关于结果之类的吧？怎么样，还行吧？听着女孩占卜出来的结果，林云逸眼里出现一抹诧异。又可以啊，挺不错的，38是吧？要不要再算算别的？给你打个对折。听着女孩的话语，林云逸摆了摆手笑道：我还有点事，等下次有机会的话再来你算吧，扫过去了。拜拜。拜拜。说完后，林云逸便起身与女孩礼貌地客气了一句后，便离开了这个占卜摊。说实话，在刚刚占卜的时候，其实林云逸心里什么都没想，纯纯的大脑在放空罢了。因为在那一瞬间，自己还真想不出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但不过不得不说，这占卜中所代表的暗示或者隐喻还真有点意思的。毕竟无论是占卜还是算命，其实不管灵不灵，信不信，大家喜欢的只是他给你的建议和让你慢慢变更好的感觉罢了。离开女孩的占卜摊后，林云逸便继续在这满目尽视、临墙青瓦建筑的古巷街道上闲逛着，顺路还买了一份春鸡爪，香香辣辣的，还挺好吃的。书接上回，在那阵脚之上，有人高喊一声：吕布，休要猖狂！阉人邓飞到了。就在林云逸吃着鸡爪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高亢嘹亮的声音。走过去一看，哟呵，只见在一家小小的图书店前的大树下，一位穿着林不一的说书人正坐在一个小4方桌面前，正在手舞足蹈、声情并茂地说着书，为书店拉客。听内容应该讲的三国，而在他周围还围着不少人，听到精彩的地方都会一起鼓掌叫好。看到一幕，林云逸也是极为感兴趣。虽然三国的故事自己也都知道，但是自己看与这种说书人讲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就这样看了好一会后，林云逸才转身离开这里。就这样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天色也早已晚暗了下来。这时候的古城也变得灯火通明，看起来也更加的热闹。而一连逛了数个小时的林云逸此时也有些劳累了，于是便寻找起下午于老板所说的酒馆来，打算过去看一看，歇一歇。第96章，这是随便唱唱。根据着于老板所说的方位，林云逸向南走了差不多10来分钟后，便看到了于老板所说的山草酒馆。只见酒馆外围着一排木栅栏，栅栏内则是种着一些花花草草，在木门上方的牌匾两边则是挂着2盏灯笼，而酒馆外则是有一个布牌，上面写着：欢迎来到山草酒馆，这里既有故事又有酒，今日演出乐队暂无，自由场。是这里吗？林云逸低喃了一句后便走了进去。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茫。才走进去，一阵熟悉无比的旋律从中传来。抬头一看，只见在酒馆的中心的一个小高台上，一位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弹着吉他，用沙哑嘶吼的声音一脸陶醉地演唱着林云逸的消愁。
四周三三两两的客人一边小酌着杯中酒，一边听着歌，也有的在和朋友聊着天。整个酒馆的装修都是以那种偏复古的实木为基调，显得十分的温馨，氛围也十分的轻松。哈喽，这里。就在林云逸在酒馆内闲逛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似乎是在喊自己后，转头一看，便见在酒馆一角中，那一脸大胡子的壮汉于洪正热情无比的在对着自己招手，在他身边还有2位看起来30多岁的男子。只见于洪看到林云逸后，便立马走过来，一把搂着林云逸的肩头说道：“这小酒馆怎么样？在我这里就纯喝酒听听歌聊聊天，想唱歌就上去唱，没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样挺好的。不过你又开民宿又开酒吧的，忙得过来吗？”“嘿嘿嘿，民宿大黄帮我看着呢，不用管。”“大黄？那条金毛？”听着于洪的话语，林云逸顿时有点想笑，都这么随意的吗？走走走，一起喝点。于洪说着便拉着林云逸来到一个木桌面前，随后便指着其中一个留着一头卷长发的哥们说道：“介绍一下，这是樊城，是个鼓手，这位是周青，是个贝斯手，都是一起玩音乐认识的朋友。”听着于洪的介绍，林云逸微笑着与2人点了点头示意。而就在于洪准备介绍林云逸时，却顿了一下，过了几秒后才说道：“这是林老师来这里玩几天？”“林老师？”只见樊城与周青听到这个称呼后，眼神闪了一下。毕竟老师这个词可不是随便用的，特别是在这个圈子来说，喊对方老师，要么是有背景，要么是有作品有实力。那这林老师是？其实不仅仅是他们疑惑，林云逸都有点意外。虽然说这于老板人挺热情，也很客气，但是再客气也不至于才认识第一天就这样称呼自己吧。就在几人各怀心思时，于洪在一旁说道：“来来来，坐坐坐。你要喝点啤的还是其他的什么？我喊人给你调一杯。”听着于洪的话语，林云逸摆了摆手：“不用了，就喝啤的吧。”随后林云逸就一边喝酒一边听着他们聊些闲嗑。“哎，你们都是这里的本地人吗？”喝着喝着，林云逸突然有点好奇的看着几人问道。因为在聊天的时候，林云逸发现3人说的都是普通话，而不是这里的方言。听着林云逸的话语，一旁于洪笑了笑说道：“我不是本地的，这老周和老赵是这里的人。”“哦，那你现在是在这里定居了？”听着林云逸的话语，于洪喝了一口酒后摇头说道：“定居不算吧，只是感觉待在这里挺不错的，就一直待了下来，以后会在哪也都不确定。”“哦，那你们是一个乐队吗？听你们说还有演出什么的？”林云逸突然看向一旁的于洪问道，因为刚刚自己听到他们在聊一些演唱的事，所以有点好奇。听着林云逸的疑问，于洪则是摆了摆手笑道：“也算不上什么正规乐队，就只是大家志同道合，玩着玩着就玩在一块了。所谓的演出，其实就是旅居在这里的一些热爱音乐的人会时不时的搞的一些聚会，我们也会去参加玩一玩。音乐聚会吗？这样的氛围确实挺不错的。”林云逸微微点了点头。“哎，对了，你有没有兴趣上去唱一唱？我这里的设备都还不错的。”而就在这时，于洪突然看着林云逸说道，眼里还有一抹莫名的光芒。只见林云逸还没说话，一旁的周青2人就开始起哄道：“哎，是啊，于哥不是说林老师经常写歌吗？我们也经常写点小玩意，要不交流交流？要伴奏的话，我们给您和或者给您放音频也行。来一个来一个。”周青2人的眼神中有一股看戏的味道，当然并不是那种有敌意的看戏，而是想看看这位林老师到底是什么成分那种。而此时此刻，或许是林云逸喝的有点微醺，又或许受到了这里氛围的影响，自己也挺想随意唱一唱的。既然有兴趣，那就唱。于是林云逸便点了点头说道：“行啊，那就随便唱唱吧。爽快，要不要帮你调调音，音色弄湿一点或者干一点？”“也不用了，倒是你这有没有吉他？我的在住处了。嗨，这玩意儿好办。”说着，很快于洪就拿来一把挺不错的吉他递给了林云逸。林云逸也没什么不好意思或者是害羞什么的，直接来到了小高台上，找来一个椅子坐在了麦克风前，也没多说什么闲话，坐在麦前低着头摸索了一下和弦后，便眯着眼睛皱着眉头，开始拨动起手中吉他，缓缓地唱道：“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然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听着林云逸那带有满颗粒感而又充满故事的嗓音后，周青与樊城都是惊了一下。这是随便唱唱？2人也都是玩音乐玩的有些年头了，林云逸一开口，2人便知道这人是真有实力的那种。而更加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首歌自己并没有听过，是他写的。歌曲《去大理》，作词作曲郝云。第97章，故事理想远方。就在周青2人感到惊讶的时候，一旁的于洪则是一脸激动地看着前方的林云逸。
他绝对就是林云逸，2年前的那个林云逸，错不了。虽然现在的林云逸外貌改变有点大，气质也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但是在唱歌时的那副神态以及一些习惯的小动作是绝对不会变。比如杰哥唱高音喜欢下腰，薛哥唱歌手停不住，多动症一样。而林云逸则是唱慢歌会习惯歪头，眉头微皱，眼睛微闭，一种半死不活的投入态。哎，管他的，反正是一模一样，是一模一样。其实在一开始看到林云逸的时候，于红就觉得有一点眼熟，于是就想着接触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个林云逸，所以才想着约他来酒吧一起玩一玩。没想到还真被自己猜对了。不过似乎全场也就于红认了出来，但也可以理解，毕竟林云逸又不是那种天王级火了10来年的人物，是个人都认识，再加上其实大多人也只是听过林云逸的唱的那几首歌罢了。而且要不是自己看到了林云逸身份证上的名字，说不定都不会往这方面想，毕竟销声匿迹的2年真的是太久了。没曾想自己居然在这里遇到了失踪了这么久的林云逸，这真是太走运了。就在于红暗自激动的时候，台上的林云逸则是继续用那平缓的声音娓娓诉说着。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此时此刻，酒馆内不少的人都被林云逸的歌声所吸引，纷纷有些好奇地看了过去，有的则是将手机掏了出来，记录这一刻。这首民谣有点意思啊。一开始的歌声显得似乎有些迷茫、颓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一样。可是后面一句去大理，一下子就将这种颓废、迷茫感给驱逐了，仿佛拨云见日一般。一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幕幕的画面，再配上这醇厚的酒香，不少正在喝酒的朋友完完全全地沉浸在了这首令人心情平缓的歌谣之中。此时在酒馆的另一个角落，只见之前那位给林云逸占卜的女孩不知何时也来到这里，似乎是在给角落那一桌的客人占卜。不过此刻因为林云逸那桌人也顾不得占卜啥的了，专注着听歌，而女孩也放下了手中的塔罗牌，有点诧异的看着不远处的林云逸。只见在大家沉浸在这美妙无比的一刻时，突然林云逸头微微歪了一下，眉头紧锁，声音骤然拔高了几个调，唱道：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这首歌无论词还是曲都很简单，没有任何华丽修饰。而林云逸也没有嘶吼的呐喊，没有高亢的高音，这样用那平淡单一的吉他音伴随着自己那充满故事感的唱腔，用这么一首简简单单歌谣，将此时山草酒馆内的所有人都唱了进去。不少人都听吃了，甚至曲子结束后，不少人都眉头微微一皱，这就没了？怎么没了？对啊，再唱一回呗，小哥，这歌太有感觉了，再来一遍呗。看着大伙的邀请，林云逸连忙摆了摆手，笑着说道：我也就随意唱2句，不打扰大家了，你们继续喝，你们继续。说着林云逸便拿着吉他走了下去。酒馆内的人见状后纷纷叹了一口气，没有再多起哄说什么，毕竟人家唱是人家的自由，不唱也是人家的自由，就是感觉有点可惜。而还有的人则是直接拿出手机来搜索林云逸刚刚所唱歌曲的歌词，可却发现根本搜不到这首歌，则不愧是林老师啊，这民谣也能写得这么好。才刚刚下来，就看到于红起身鼓着掌称赞了起来。听着于红的话语，再结合他之前的一些表现，林云逸眼睛微微一眯，也猜到于红肯定是猜到什么了。但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不是什么事情都会抬到明面上说的。于是林云逸也就点了点头，笑道：哎，没有，随便写的，做。这林云逸话音刚落，便见周青喝了一口酒，看着林云逸说道：哎呀，林老师您就别谦虚了，我自己也写过一点小民谣，和您这根本比不了啊。你这随便写都写得这么好，我绞尽脑汁写的却是一坨大便啊。一旁的樊城也是摇头叹道：林老师这首歌确实绝啊，词简单而又不简单，句句都很戳心，都在说我自己一样啊。听着两人的话语，林云逸也是拿起一杯酒笑道：哎，别这么说，其实写歌嘛，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特别对于民谣来说，写的不就是你想写的东西吗？唱的不就是故事、理想、远方吗？来，大伙喝一个，则故事、理想、远方。林老师说得好，喝一个。为了这一句话，我吹一个。来，四人碰杯一饮而尽后，于红又看着林云逸，笑呵呵地问道：对了，林老师，你刚刚唱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就叫《去大理》。林云逸一边说，一边夹了一块拍黄瓜，稍微压了压。去大理好啊，不过我猜这首歌应该是你来大理之前写的吧？听着于红的话语，林云逸眉头微微一挑。为什么这么说？看着
林云逸那有些疑惑的表情，于红则是摆出一副正经的样子说道：“因为海边没有爱情，也没有小妹妹会对你眉目传情，只有古城里的阿娘们会对你展颜一笑，要你买她的鞭头五彩绳。”林云逸，哈哈哈哈哈！第98章，顶不住，根本顶不住。开玩笑，开玩笑。该说不说，咦，林老师这副造型在这里挺受小姑娘欢迎的。这副造型，林云逸闻言后摸了摸自己的胡茬，摇头笑了笑，没有说话。可下一秒，就听到自己耳边传来一阵热气：“帅哥，刚刚是你上去唱歌吗？唱得真好，介不介意认识一下，一起过去玩玩？”转头一看，便见一位穿着艳丽的女子不知何时来到林云逸身旁，用一双媚眸直勾勾地盯着林云逸。看到这一幕，林云逸一下子就愣住了，然后向于红等人发出了求助的眼神信号。可没曾想，于红这几个人居然一个都不出来说点什么，用一副吃瓜看戏的眼神笑眯眯地看着林云逸。哎呀，别害羞嘛，小哥哥，你刚刚不是还唱吗？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面对小姐姐那仿佛要吃了自己的眼神，简直都要拉丝了。林云逸便连连摆手婉拒了一通。最后小姐姐见没戏后，也只拿起了一杯酒，有些遗憾地说道：“好吧，那喝一杯总行吧。”不好意思啊。林云逸也拿起一杯啤酒，与他碰了一个杯后一饮而尽。随后小姐姐叹了一口气后，便回去到了自己的那桌上。啧，还是林老师魅力大呀，爱人家都看不上我们这种老汉子。只见于红也看着林云逸，笑呵呵地调侃道：“怎么就拒绝了呢？林老师，说不定这就是爱情的到来呢。”听着于红的话语，林云逸翻了，灵眼说道：“爱情又不是一夜情，你没看到他那副眼神，顶不住，根本顶不住。我也不年轻了，经不起折腾了。”听着林云逸的话语，几人似乎想到什么，也都是笑了笑。确实不年轻了呀。不过话又说回来，刚刚你唱的那首歌，如果是来了大理之后，那可能写出来的感觉就不是那样。于红喝了一口酒后，有点意味深长地说道。看着林云逸那好奇的眼神，于红也并没有急着解释，而是缓缓地说道：“等会11点以后带你去人民路看看凌晨的大理，你也许就懂了。那时候的大理既现实又虚幻。”林云逸闻言后点了点头，没有多问什么。随后几人便一边喝酒至一边唠嗑，差不多11点半的时候，于红便起身喊道：“小韩，过来一下。”“哎，来了。”听着这有些熟悉的声音，林云逸回头一看，便见之前在古城街上给自己占卜，面纱遮住半边脸的女孩有些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怎么了，于大哥？我带朋友出去逛逛，你帮看着点，等会2点给门关了。”说着，于红便将酒馆的钥匙拿了出来，递给了女孩。“哦，对了，过会你记得把酒吧的音乐关一下，客人声音太大的话就稍微提醒他们一下。有事打我电话，我先出去一趟。”说完后，于红便看着林云逸说道：“走吧，出去逛一逛。”林云逸与那个女孩对视了一眼，微微颔首，笑了一下示意后，便跟着于红走了出去。此时此刻，虽然已经是深夜，但古城内却依旧很热闹。只见街道两边的店铺都早已关门，可是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各样的小摊贩占据了行道的两旁，有拿着民族服饰在街道中央叫卖的阿娘，有正在拍夜景的摄影师，有举着手机在直播的主播等等等等。而最多的则是小摊贩，只见他们可以说是几个垫子、一把吉他，也可以是一块布和一扽明信片，就成了一个小摊位。相比临天下午的游客成群，似乎这时候的古城才是真正的古城。哎，对了，刚刚那女孩是谁？你女儿？林云逸突然看着于红问道。只见于红闻言后，嘴角扯了扯。女孩？小韩？我没这么老吧，而且我都没结婚呢，哪来的女儿？她可以说是我在这里认的一个小妹吧。怎么了？林云逸耸了耸肩，摇头说道：“没怎么，只是下午闲逛的时候遇到了她，还帮我占卜了一下。”优质，那还挺碰巧的。于红眼里闪过一丝诧异，随后便摇头叹道：“其实这个小姑娘挺可怜的，她以前好像是出过一点事腿便瘸了，导致在这边混生计也不好混，没什么人愿意雇她。前段时间被我在我那个酒吧看到她搞什么占卜，碰到了好几次后，了解了一下情况，我就把她留了下来。平时就帮我看看民宿、酒吧，帮忙打理打理这样。哦，你人还挺不错的嘛。”听着林云逸的话语，于红摇头笑了笑说道：“我们这种搞音乐的不就是感性吗？看不得这些。当然我做的只是一些小事。林老师，您才是真的让人感到敬佩啊。”听着于红的话，林云逸也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两人就这样在热热闹闹的古城夜巷里走了差不多10来分钟后，便听到不远处前方传来一阵阵的歌声、欢笑声、嬉闹声。第99章，逃避与乌托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只见不远处街边
有一群各色各样的青年正围坐成一圈，四周则是摆满了酒瓶，中间的人弹奏着吉他，身旁的人一同合唱着林云逸在火车上所唱的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显得格外的快乐。而且这样的场面还不少，基本上走个10来步就能看到一圈围在一起的文艺青年，他们有人畅饮，有人高歌，也有喝多了的人在笑着哭。即使互不认识，即使来自天涯海角，但都不妨碍大家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走，过去坐一坐。还没等林云逸说什么，就被于红拉了过去，找了一块空的地方就坐了下来。哟，于哥来了，您酒馆关门了？只见那位刚刚在弹蓝莲花的男子看到于红后，立马起身递了2瓶啤酒过来，带朋友过来逛逛，你们玩你们的，不用管我们。好嘞。随后男子又继续弹唱了起来，听起来似乎还是一首自己的原创，旋律听起来十分的舒适平缓。海那边是海，山那边是山，你的那边春光明媚，我这边。听着男子那沙哑的民谣嗓，林云逸眼里闪过一丝惊讶，或者高手在民间啊，写得不错啊。虽然可能算不上十分的惊艳，但是好听还是挺好听的，总比一些爱豆厉害。看着林云逸那惊讶的表情，于红将手中的酒打开后说道：他叫王潇，挺厉害的，要不是以前那档事，他现在说不定也挺有名的。林云逸疑惑地看了于红一眼，只见于红喝了一口酒说道：他以前参加了一个唱歌比赛节目，只要前10就可以被公司签约扶持，当时他实力也挺强的，比实力的话前3不在话下。后面简单来说吧，就是节目组搞黑幕被搞了，他知道后不服气，做了一些傻事，导致没有公司签他，后来就来到了这里一直待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这里可以忘记一切。林云逸闻言后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后，突然问道：那他忘了吗？于红愣了一下后，看了看男子身旁那围成了一圈的空酒瓶，摇头笑道：谁知道呢。随后两人听了一首歌，与王潇互相客套了一番后，便起身继续闲逛了起来。感觉怎么样？这里的氛围我不敢说全国独一份，但还是比较少见的。于红一手提溜着一瓶从王潇那里顺来的啤酒，一手掐着一根烟，看着林云逸：我感觉挺不错的，挺喜欢这种洒脱自由自在的氛围，甚至感觉这里的每一个都挺开心挺幸福的，就在林云逸想要形容，却想不起那个词怎么说时，于红笑了笑说道：就像人们口中所说的乌托邦是吧？乌托邦？林云逸笑了笑没有说话，而于红则是喝了一大口啤酒，摇头叹息道：要这里真的是乌托邦就好了。你如果在这里住久了，就会发现其实这里的自由与洒脱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每一个来到这里并且沉迷于其中的人，其实都是在逃避着什么。虚假的洒脱让这里成为了部分年轻人放纵、厌世、懒惰、滥情甚至是堕落的地方。所以这只是想要逃避摆烂的人们围聚在一起形成的乌托邦罢了。在这里待得越久，就越找不到自己。所以与其说是自由浪漫，不如说是灵魂深处的迷茫和无处安放。你说是不是？听着于红说的这一大段话，再看了看周边那群笑得无比大声、喝酒喝得摇摇晃晃的青年们，林云逸耸了耸肩，笑着说道：生活这么难，有这么一个可以逃避的地方也挺好的，不是吗？林云逸说完后，于红深吸一口气后点了点头。对了，你是为什么来大理的呢？还在这里住了这么久，也是逃避什么？听着林云逸的话语，于红将手中的半瓶啤酒一饮而尽后，摇头笑道：因为一个女人。女人？只见林云逸眼里闪过一丝光芒，那种有瓜可吃的那种光芒，就这样看着于红，等待着他的下文。看着林云逸那似乎在发光的眼睛，于红顿时感到头顶飞过一群乌云。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就是我10年前来这里旅游，遇到一个姑娘，然后谈了一段时间，不过那时候因为我要去追寻那所谓的音乐梦，然后就提出了分手。然后呢，就分了。她不同意，我就自己背上吉他就走了，然后音乐梦也没追成。回到这里后，她也消失了，找不到了。是不是感觉我挺傻逼的？哈哈。听着于红那轻描淡写的语气，林云逸笑了笑说道：谁年轻没傻逼过呢？也对，哈哈哈哈。虽然于红没明说为什么这10年一直住在这里，但是也给出了答案。但有的时候也许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那你呢？我弟林神怎么突然消失了这么长时间？要不是在这里碰到你了，我都以为是不是得罪什么人被雪藏了，而且一开始我还差点没认出来。于红点了一根烟后，看着林云逸有点好奇地问道。听着于红那明牌的话语，林云逸也是笑了笑后说道：没什么事，就只是想要歇一段时间，多出来看看罢了。于红闻言后还以为是不是。林云逸觉得自己火得太突然了，一时间没准备好，于是便点了点了说道：也对，沉淀沉淀是好事，毕竟你这么火，少不了一些娱乐公司商业合作找你，到时候都没机会好好静下来写歌。
时间也不早了，先回去歇息吧。走吧。在回去的路上，两人还遇到一个喝醉了站在居民住房的墙边尿尿的男子。于红看到后上去就呵斥了一声，吓走了男子，然后有点无奈地说道：爱说实话，这有部分人在这里找自由放纵什么的都行，但就是素质有点低了，喝醉了到处乱尿乱吐，甚至大晚上凌晨4、5点了还在唱歌，有时候是真的觉得挺吵的。林云逸闻言后则是摇头笑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也许他们有时候做的是不好，但也是他们这里才有这种别样的氛围，也许就是这些好与不好才变成了现在的大理吧，则有点道理。最后两人回到民宿已经是凌晨2点了，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可能也是有点累，再加上今天酒喝的也不少，林云逸早都懒得冲一下，直接往床上一躺腿一蹬。哎，您猜怎么着？睡着啦。PS 最近生活上的一些琐事，状态不是很好，更新更烂了，所以各位大大要养书的先养书吧，养忘了的话咱们有缘再见啊！哈哈哈哈！芜湖第100章 A。 时间来到凌晨，一位刚刚加完班回到家中，头发凌乱的男子正乐呵呵的左腿搭在右腿上，侧躺在床上刷着抖音。在这一刻，也许是不少人最为放松的时候，就在男子看完上一条一位长腿妹妹的跳舞短视频，大拇指微微往上一滑，准备刷完这最后一条就睡觉时，一阵安静柔和的吉他声悠悠地传了出来。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听着这充满颗粒感的歌声，男子上一秒还因为在看长腿妹妹而傻笑，下一秒就骤然收起了露出的2颗大门牙。这到点了，该熠了，想着便起身点了一根烟，看着视频中那位在有些昏暗的灯光下演唱的男子，男子微微皱起了眉头，瞳孔在微微颤动着，自己好像真的好久好久没笑过了。虽然刚刚在笑，但是那种快乐只是暂时的，一闪而过的。既然不快乐，也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去大理？听着这首歌，男子苦笑着摇了摇头。最近是怎么了？一下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的，一下又是去大理的。虽然听着这首歌，自己内心也在向往着远方的风景，但也仅仅只是向往一下，在脑海里意淫一下罢了，总不可能真的辞职就去旅游，毕竟自己还要生活呢。在听完这首歌后，男子摇头叹了一口气，将手中的烟头掐灭后便关了灯，躺回床上闭上了眼睛。时间1分1秒过去，差不多过了1个多小时后，本该睡着的男子突然猛地一睁眼，操！去大理！与此同时，不少在短视频网站上听到这首歌的人纷纷都被其吸引，搜索起大理了。看着网络上视频上对于大理的形容，更是让不少内心对这个地方充满了美好的幻想与期望，则有机会一定要去大理好好玩一趟。是啊，在大理生活一定会很不错吧。哎，我本来今年要去的，可惜被其他事耽搁了，明年一定要去。我想等有点钱了，去那里开一家小青吧。可能大理会让你们失望，但不管怎么样，还是欢迎你们哦。伴随着视频被越来越多的人点赞、讨论，甚至一度让大理这个词成为了热词。而大理这个词也不断挑拨着不少人内心中那一抹逃离的欲望。而正在熟睡的林云逸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一路上无意中唱的歌曲将会在不久引起一阵又一阵的旅游热潮。时间来到第2天，本来今天于红打算带林云逸去洱海、苍山、蝴蝶泉之类的景点玩一玩的，但无奈天公不作美，昏暗的天空中下起了绵绵细雨，很明显并不适合出行。于是林云逸也就趁着这个天气，干脆窝在屋里舒舒服服的睡到了2点多才起来。哼哼哼哼哼哼。起床后，林云逸一边哼着小曲，一边随意洗漱了一下后，便提着自己的吉他来到了天台上。今日无事勾栏，嗨嗨，小唱怡情一会。看着绵绵细雨从灰蒙蒙的天空中飘落下来，笼罩在这座古城之上。青石路上的积水倒映出了道路两旁的街道，铺面仿佛将整个小镇都颠倒了过来一般。感受着微风徐来，绵云细雨，一时间林云逸有种格外的轻松惬意感，随后便坐在椅子上，面带一丝惬意的微笑，似乎想到了唱一首什么歌给自己听听后，林云逸的手指便在吉他上轻轻拨动着，传出一阵优美轻快的旋律，随意的哼唱了起来。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虽然林云逸的歌声不大，但由于四周很安静，于是林云逸的歌声伴随着小雨的滴答声，缓缓地从楼上传了下来。只见在楼下的那条大金毛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从自己的小窝里探出了一个脑袋，往楼上的天台看了一眼后，汪汪汪，咧着嘴角摇着尾巴，仿佛是在附和着什么，叫唤了2声。与此同时，正在楼下拿着拖把打扫着卫生的小韩察觉到楼上传来那若隐若现优美的歌声后，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眼眸里闪过一丝新奇，安安静静的侧耳聆听着。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唱着我们心头的。林哥，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青春在风中飘着，则不愧是林神啊，这么早就起来开嗓了。只见于红散乱着头发，揉着2个黑眼圈从自己的房间中走了出来，很明显也是刚刚才睡醒。不早了，都2点了，于大哥。2点。听着小韩的提醒，于红有点发懵的看了一眼手机，确实2点多了。自己刚刚起来看窗外有点黑，还以为才7、8点呢。哎，又睡过头了。小韩啊，帮我沏杯茶送上去给。说着说着，于红突然顿了一下，不着痕迹的扫了一眼小韩有些微瘸的腿后，摆了摆手说道：算了，你歇一会吧，这几天没啥人，也不用打扫这么勤。等会我出去一趟，有客人来你就招待一下。说着就从前台拿出一包好茶，准备泡好了给林云逸送上去时，小韩却来到面前说道：没事的，于大哥，你有事就先去忙吧，茶这些我来弄就行，我这上楼下楼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听着小韩的话语，于红犹豫了一下后点了点头。那行吧，你慢一点，等会你上去的时候和你林哥帮我打个招呼。说着于红顺手拿了一把雨伞，急冲冲的走了出去。于红离开后，小韩看了一眼楼上，随后便立马去准备茶具去了。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就在林云逸高展歌喉，沉浸在此时此刻的轻松惬意之时，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咚咚咚咚咚咚。PS 歌曲小情歌，歌手于丁密、吴青峰。第101章闲聊。请进，门没锁。听到动静的林云逸顿了一顿后，冲着房门外说了一声后，咔嚓吱一声，便见小韩端着一盘茶具打开了房门，随后便看到不远处在阳台上的林云逸后，眼睛弯成一个月牙状，笑着礼貌地询问道：林先生，于哥他有点事出去了，让我上来给您沏点热茶，没打扰到您吧？看着来人是小韩后，林云逸先是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便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哦，没打扰，麻烦你了。说着便见小韩有些跛行的来到了林云逸身旁，将茶具摆在了小石桌上后，拉来了一个插排，插上了热水壶，等待着水烧开。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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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一会便见烧水壶的壶嘴上飘出了一缕林烟。在这段时间里，小韩乖巧地坐在一旁，水开了便用热水冲刷着茶杯与茶叶。林云逸则是一边随意地挑动着琴弦，一边有些奇怪打量着小韩。只见他与昨晚一样，穿着一套厚实的长袖长裙，额头上戴着一串美丽的头饰，头饰上固定了一层黑色的面纱，遮住了其半边脸。而就在这时，正在沏茶的小韩也微微抬了一下眼，当看到林云逸在注视自己后，眨了眨那颗清澈的眼眸，有些疑惑地说道：林先生，怎么了？林云逸见状后也是笑了笑，坦言道：没事，只是有点好奇，你是这里的少数民族吗？小韩闻言后，眼里闪过一丝诧异。您怎么知道的？看你这打扮有点独特。林云逸用手比划了一下自己的脸说道。听着林云逸的话语，小韩的眼里似乎出现一抹复杂的情绪，随后便挤出一个笑容，摇了摇头说道：这不是我们民族服饰，只是我喜欢这样打扮。哦，挺好看的。林云逸点了点头说道。听着林云逸的赞美，小韩的眼中出现一抹喜意，不过很快又暗淡了下去，紧接着又似乎是要转移话题一般，将沏好的茶水倒在林云逸的杯子上递了过去。这是于大哥珍藏的一饼好茶，请林先生尝一尝，小心烫。话语刚落，只见林云逸才端起茶杯，便有一股茶叶的清香味扑面而来。随后林云逸稍微吹了吹后，轻轻地品了一口，妙啊，确实挺不错的，要我自己泡还真泡不出这种味道。毕竟一壶好茶看的不仅仅是茶叶好不好，还得看沏茶人的手艺怎么样。听着林云逸的夸赞，小韩也是笑道：泡茶也是我和于大哥学的，于大哥沏的茶是我喝过最好喝的，然后我就跟着学了一点皮毛。于红林云逸眼睛瞪了一下，没想到于红这看起来糙老汉一个居然还有这手艺。而小韩似乎也是看到了林云逸的诧异，嘿嘿地笑了一下后说道：别看于大哥平日里懒懒散散很随意，其实他会的东西很多的。确实。林云逸认同地点了点头。昨晚在与于红聊天的时候，自己也得知酒馆与民宿中的一些装饰品、工艺品都是他自己亲手做的。你一直都生活在这古城里吗？林云逸喝了一口茶后问道。小韩闻言后摇了摇头：我也是近2年才来这里的。你不是本地的？看着林云逸那疑惑的表情，小韩摇了摇头说道：我老家是在大理周边的一个小山村里，我只是出来古城找点事做，毕竟村子里也没什么事，年轻人也都出去了。哦，
林云逸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后，便没有再问什么。对了，林先生，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小韩将茶水满上后，突然抬头看着林云逸问了一句：“你说，就是刚刚您唱的什么歌啊？好好听啊，听起来有种很放松、很惬意的感觉。”看着小韩那好奇的眼神，林云逸轻轻地笑了一下，说道：“刚刚唱的呀，叫《小情歌》。”小情歌，怪不得听着有点甜甜的。小韩小声低喃了一句：“甜吗？”林云逸笑了笑，没有说话。小情歌自己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感觉的确是甜美纯真，如同年少时候的恋情，但后来听多了，又会觉得淡淡的哀伤。但不管怎样，这首歌确实挺好听的，在前世也算是林云逸喜欢的歌曲之一了。这首歌也是您写的吗？听着小韩的话语，林云逸摸了摸鼻子，点了点头。下一秒，便见小韩一脸惊讶与崇拜地看着林云逸。哇，好厉害！您昨天在酒馆中唱的那首去大理也超好听的。不过，林先生，您这么厉害，怎么不去参加音乐综艺呢？您一定会火的。听着小韩的话语，林云逸愣了一下，看来于红并没告诉他自己是谁啊，这样挺好的。随后，林云逸耸了耸肩，笑道：“音赠什么的太麻烦了，没那兴趣。当一个自由自在的音乐人不好吗？写自己想写的歌，唱自己想唱的声音，让值得的人听到我们的歌声，不就行了吗？”听着林云逸的话语，小韩皱了皱眉，点头说道：“也对，我听于哥他们说，现在的什么音乐综艺都黑得要死。”林云逸闻言后没有否认，毕竟就在不久前，老薛参加华夏好歌声当导师的时候，给自己发过一条消息。老薛挖色，林云逸，还好你没来参加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太刺激了。您猜怎么着，这椅子会自己转？哎，好神气哦！对此，就可以知道这些节目的黑幕到底有多离谱，根本是无法想象的那种。而小韩则是继续说道：“而且好像王哥也就是因为在一个音乐比赛里得罪了人，导致他变成现在这样，真的是太可恨了那些人。”王哥，应该是昨天遇到的那位叫王潇的原创音乐人吧？看着小韩那副有点愤愤不平的样子，林云逸笑了笑，转移话题道：“看来你和这里的音乐人都挺熟吗？”“也不是熟，都是于哥的朋友，他们经常会一起唱歌交流什么的，我就会在一旁听他们唱歌。我也挺喜欢这种氛围的，就感觉在不同的音乐里，我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听到不一样的故事。”看着小韩的眼神似乎有点飘忽，林云逸正准备说点什么时，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从屋外传来。第102章古镇音乐节。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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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韩，老林，有人吗？听着从屋外传来于红那大嗓门的声音后，林云逸也是屋内回应道：“进来吧，门没锁。”话音刚落，咔嚓吱一声，便见于红一把推开房门，有些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回来了，处理什么事去了？这么急？看着径直走过的于红，林云逸开口问了一句。小韩则是拿来一个杯子，给于红也倒了一杯茶水。急倒是不急，就是有点突然。于红一边拖来一把木椅坐下，一边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后看着林云逸继续说道：“之前我不是说过在这里会时不时弄一个自行举办参加的音乐聚会吗？刚刚出去就是弄这事去了。”音乐聚会？林云逸挑了挑眉，而一旁的小韩闻言后眉头微微一皱，有些疑惑地问道：“一聚会？这一般不是在年前的活动吗？怎么今年准备的这么早？这才7月份啊！”看着小韩疑惑的表情，于红揉着太阳穴，有些无奈地说道：“所以我才说有点突然吗？而且这次不太一样，刚刚出去是文旅局我一个朋友老赵联系我的，让我组织看看能不能在下周日弄一个古镇音乐节出来。”文旅局？古镇音乐节？这下不仅仅小韩疑惑，就连林云逸也有点纳闷。按照于红的说法，之前他们这样玩也就是一些原创音乐人自娱自乐的聚会，而这怎么会给文旅局的人招来了？看着不解的两人，于红也没藏着掖着，喝了一口茶水后说道：“不知道前几天有首歌你听过没有？就那首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就这首歌你应该听过吧？”看着于红那副认真无比的样子，林云逸有点莫名的想笑，于是便用手卡着自己的脸颊，将脸上的笑憋了回去，点了点头：“好像听过，我好像也听到过这首歌，不过这和让于哥你组织音乐节有什么关系？”小韩歪着脑袋，这两件事有必然的联系吗？老赵说因为那首歌现在全网都掀起了一次旅游热潮，甚至连续好几天旅游都成为了各大平台的热词，再加上最近旅游季也快要到了，所以老赵他可能是想要让我们以唱歌的形式来宣传大理吧，展现这里的风花雪月风土人情。说到这里后，于红还瞅了一眼林云逸，撇了撇嘴说道：“这古镇音乐节的事跟你也有点关系。”我？林云逸有些诧异，只见于红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昨晚你在我那里唱的那首歌叫《去大理》是吧？被人发在短视频网站上也火了，不少网友的说听了这首歌后恨不得立马来大理这个地方体验体验。
文旅局的人也听到了这首歌，感觉效果挺不错的，所以才决定用音乐节的形式来宣传。你说和你有没有关系？听着于红的话，林云逸也顿时有点哭笑不得，摆了摆手说道：“这也算是一件好事，促进你们这里的旅游发展吗？不是，是确实是个好事，就是时间有点紧，还得我去联系人。”于红叹了一口气后，目光看向了远方。我看你在这里人脉挺广的，拉几个人来参加，问题肯定不大。而且今天不才周一吗？还有5天时间，来得及的。面对林云逸的话语，于红默默地点了点头。可下一秒，只见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一般，眼中骤然爆发出一缕金光，猛地看了一眼林云逸，随后又看向了一旁的小韩，说道：“小韩，你先去休息一会，这里我来收拾就行。我和你林哥哥说一点事情。”小韩见状后也没多问什么，便离开了屋内。随后便见于红一边拿起茶壶给林云逸倒水，一边开口笑道：“那啥，林老师，您在这应该可以多玩几天的吧？”听于红那话，林云逸笑了笑说道：“我看情况吧。”怎么了？于红也是嘿嘿一笑，直接说道：“我想有没有机会您也来跟我们一块玩一玩？如果这个音乐节你能出场的话，那大家一定会十分惊喜的。”果然，面对于红的邀请，林云逸轻轻地抿了一口茶，没有说话。按照自己心里预定的行程，差不多在大理玩个几天，就准备去其他地方看看。毕竟这滇南的美景可不少。看着林云逸没有说话，于红吸了一口气后继续说道：“这音乐节不是还有5天吗？这段时间我们还可以在这周边玩一玩。当然，其实我也是有一点私心的。你也知道，我也是个林粉，当年听你唱的那几首歌呀，真的是给我感动坏了，感觉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音乐人。从那以后，我就认定了做音乐就应该向您学习，您就是我的偶像啊。只不过后来不知为何您就没了音讯，如今好不容易碰到真人了，我就想有没有机会，有没有荣幸与您林老师合作一下。当然，如果不方便的话，那就当我没说这些。”说完后，于红便用一双真挚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林云逸。被这么一个老汉子用深情的眼神看着，林云逸只感觉自己鸡皮疙瘩都要冒出来了，顶不住，这是真顶不住啊！待于红说完，过了好几秒后，林云逸拿起茶水一饮而尽后，轻笑了一下，打趣道：“有没有出场费？”于红闻言后，先是愣了一下，随后眼神中爆发出一抹狂喜。这是答应了。第103章，被黑暗吞噬的人。真的有？当然有。你说个数。只要不是太那啥，我应该都能谈下来。这次的音乐节活动本就是大理文旅局为了推广大理旅游而举办的，如今自己邀请到了林云逸这位曾经在网络上话题拉满的音乐人来给这次节目撑撑场面，想必官方也是十分乐意的。看着于红那副认真样子，林云逸摇头失笑道：“算了算了，我开玩笑的，反正最近也没什么事，一起去玩玩也许。”听着林云逸的话语，于红却有点不乐意了：“这可不行，你能答应来参加这次活动就已经很给面子了，我怎么还可能让您林出力呢？这事我待会就去谈一谈，一定让你满意。”说着，于红便不给林云逸回绝的机会，笑眯眯地拿起茶水，一边倒一边说道：“说实话，这次能够与林老师合作，真的是我的荣幸。”没有。于红又突然说道：“对了，林老师，本来说中午带你去尝尝这边的特色酸辣鱼，结果被这事耽搁了，待会下午我们再去吃吧。然后小韩这孩子才18，还小，刚刚如果有什么招待不周的，谅解一下。”听着于红的话，林云逸有点诧异：“哦，他才18？”看着林云逸的那副表情，于红眼睛一眯说道：“咋，不会你对人家小女孩有意思？我可把她当我妹妹，你别告诉我。”见于红这样说，林云逸摆了摆手笑道：“怎么可能，我只是有点惊讶，刚刚和她聊天就感觉她挺成熟挺懂事的，没想到居然这么小。”林云逸还依稀记得自己18岁的时候应该还在网吧5连坐吧，这孩子确实挺懂事的，不过也挺可怜的，当初我遇到他爱。于红叹了一口气后顿了一顿，林云逸也没多问什么，抿了一口茶水等待着。“你知道我是在哪遇到这孩子的吗？”于红转头看向了林云逸：“你之前不是说过吗？在古镇里看到他好几次，觉得人家小女孩不容易留下了他。”听着林云逸的话语，于红摇了摇头，给自己点上了一根烟后，眼里闪过一丝回忆，缓缓地说道：“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洱海边。”“洱海边？哪个地方有点偏僻，但是风景我觉得是绝佳，比这里的一些热门景点都要绝美。平常我们乐队聚会、野炊啥的都会去那边。而那天夜晚，我和老樊他们演出完后就去边喝酒。”回忆：“哟，于哥，你都在这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不找个姑娘安家？”“对啊，你虽然长得不咋地，但唱歌的时候那魅力是真大，没看刚刚多少小姑娘被你迷得神魂颠倒的？还是说，于哥，你看不上我们大理的妹子？”在繁星点缀的夜空下的一个小帐篷里，
于红、樊城与周青三人周边七横八竖的倒着一些啤酒瓶，三人都面色潮红，很明显已经喝不少了。听着两人的调侃，于红挥着手没好气的说道：“去你丫的，老子就是被你们大理的妹子骗来这边的，有故事，仔细说说。”一听这话，樊城二人眼睛瞬间亮了起来，盯着于红等待着他的下文。可于红却并没有如两人愿，而是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哎，没啥好听的，你俩也别瞎好奇了，我出去泄个洪，等会回来继续喝。说完后，于红便有些踉跄的走了出去。只见夜空上的明月散发出的荧光洒在了洱海的湖面上，伴随着微风吹起，湖面上泛起了一道道涟漪，一时间波光闪烁。此时的洱海显得十分的美丽纯洁。不过于红很明显没心思欣赏这番美景，而是急冲冲的找了一处草木茂盛之地后，便开始了放松一刻。嘘嘘嘘，哼哼哼。就在于红方便完拉起拉链，正准备回去继续喝时，眼神突然恍惚了一下。在月光的照射下，只见不远处的洱海边上似乎有一道人影。虽然这地方很偏僻，但也不是没人来，所以于红也并没有在意。可正当他准备收回视线时，突然发现了不对劲，那道人影似乎在移动，好像在一步一步的往洱海之中走去。要知道现在可正是冬季，不可能有人大晚上的来洱海边戏水或者是游泳吧。想到这里后，于红的酒意瞬间消散了一半，立马冲着那边喊道：“喂，干啥呢？那边有小断崖，谁老深了最好别过去。”于红那浑厚的声音传遍了出去。只见那道人影听到后似乎顿了一下，但并没有阻止他前进的步伐。看着那道人影慢慢的往湖中走去，四周的黑暗正在一点点吞噬着他时，于红眉头一皱，直接大步往那边追了过去。喂，小姑娘，别往前走了。伴随着距离的拉近，于红也看清了似乎是个小女孩的背影，可无论自己怎么喊，她都仿佛听不见一样。于是于红也来不及脱衣物了，直接下到浅滩，大步流星的追了上去，一把拽住了女孩。丫的听不懂话是不是啊？这片湖域前面是个小断崖，淹死过多少人了，还往前走不想活了是不是？对不起。只闻一道细微无比的声音从女孩喉咙里发出。听着女孩的声音，骂骂咧咧的于红眉头皱了一下，声音缓和了一点说道：“我先带你回岸上去，大冬天的别冷感冒了。”说着，于红便拉起女孩的一只手，准备将她带回岸边时，却突然愣了一下。只见女孩的手臂有点奇怪，最显眼的则是其表面的皮肤颜色往前不是正常的肤色，而是泛鳞中夹杂着一片一片的暗红色，而其表皮更是与常人不同，看起来皱皱巴巴的，如同揉捏过的报纸一般。这是以前被开水烫伤过，又或者是烧伤？看到这一幕，于红瞳孔闪了一下，但并没有多问。可下一秒，当小女孩转过头看了过来时，于红的心却突然咯噔了一下。第104章无法遮掩的伤疤。只见小女孩容貌精致无比，弯弯的眉毛下那颗黑亮黑亮的大眼睛，如果不是死寂一片的话，那将会十分动人，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小美人胚子的模样。可这样的形容仅仅只能用在她的半瞪脸上，相比与那宛如天使般的右脸，女孩的左脸则仿佛被魔鬼抚摸过一般。原本平滑的皮肤却宛如被炮弹轰击过，布满创伤的大地一般凹凸不平，眼眶部分更是宛如翻出来一般，根本没一点人样，无比的狰狞。而就在于红愣神的时候，女孩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眼神闪躲了一下后，微微低下了头。对不起。这道微弱的声音似乎是在向因为她的模样吓到了自己而道歉。顿时，于红看向女孩，眼神变得有些复杂了起来。看着女孩那漆黑的瞳孔毫无生机，他也隐隐约约猜到她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了。这样微妙的气氛就持续了一会后，于红似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别在这里待着了，一会着凉了。说完后便也不管女孩的反应，弯下腰便将她抱了起来，向岸边走去。所以那女孩就是现在的小韩。林云逸看向了于红，只见于红点了点头，将烟头掐灭后沉默了下来。而此时此刻，林云逸也总算知道了为什么自己来的那天明明天气很炎热，小韩却穿着一身看起来就很严实的服装，也知道为什么他总是戴着一层遮住半边脸的面纱，恐怕就是为了遮住那些丑陋的伤疤吧。半边脸完全没了人样，这样的创伤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影响十分巨大的，更别说小韩还是一个女孩子了。所以说从那时候小韩她就跟在你身边了吗？不是你之前说的遇到好多次那样？面对林云逸的疑问，于红笑了笑后回答道：我总不能遇到一个人就和他说这些，老揭人家伤疤是吧？不过我之前也不算骗你，所以我当时就问他愿不愿意跟着我，不过他似乎有什么顾虑就拒绝了，再到后面我遇到了好几次，也问了好几次，他也才答应了下来。哦，救下他后我也询问了一下他的情况，知道他身上这些烧伤是他6、7岁的时候遇到山火烧到村子里留下的，腿疾也是那时候留下的应该，而他父母似乎也在那场大火之中没了。虽然平时看起来他挺开朗的，但他内心真正是怎么样，恐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此时林云逸听着于红的话语，也是微微的叹了一口气，自己也没问
为什么不去医院植皮，或者是动个手术这种傻逼问题？毕竟如果有那个条件的话，他何尝不想变得与正常人一样呢？至于于红的话，能够将他留在这里，给他谋一份生路，也足够仁至义尽了。两人双双沉默了一会，待于红将自己杯子里的茶水喝完后，便起身说道：“嗨，唠叨了一下，我就先不打扰你了。等会我还得出去联系一下音乐节的事，待会下午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行，你去忙你的吧。”林云逸摆了摆手，不过只见于红走出去几步后，似乎又想到了什么事，又回过头来看向林云逸说道：“对了，林老师，这次音乐节如果你有什么想唱的，直接告诉我就行，我这边可以直接安排。还有就是关于我们的合作，如果你有合适的新歌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全力配合。林老师你的，我们这几人虽然没什么名气，但音乐素养还是可以的，不会让你失望的。”看着笑眯眯的于红，林云逸自然知道他是在想什么，是想让自己搞一首新歌出来啊。虽然林云逸脑子里确实有不少好歌，但是也没有立刻答应下来，而是含笑摆了摆手说道：“这新歌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写出来的，不过要是有适合的灵感思路，我们一起合作一首新歌也不是问题。”虽然林云逸的回答有些含糊，但于红也没露出失望的表情，而是连连点头说道：“那是自然，好了好了，我也不多唠叨了，等下午吃饭又说。”随后于红便离开了这里，而林云逸便继续一边喝茶一边看向了楼下庭院中正在斗大金毛的小韩。